心地呢做功夫了，全部都是在心地在做功夫。那么见经就是见性之体，见虽生而无生相，故曰妙境见经。那么此之程度即儒教所说的人不知呢而不愠，不亦今乎？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人家都不知道才会生气呀。一生气就是不知道，咱唔通该计较，了解意思吗？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他不知道真理所以才做出不合理的事。超然的真善美内心世界整个呈现这个哪能说得出来？就是我们整个见经妙境见经。那么合则如水乳相投阿难呢，一见经是何而起？那么我问此见经谓于明何也？谓于赛何也？底下经文虽然很长，但呢都是白话从经文的本身就能够明白那个意思在解说呢反而复杂所以底下就没有在这个解说那个小的文字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底下经文都是白话复之阿难，又如今则妙见经谓以明和，谓以暗和，谓以通和，谓以赛和我们前面就有讲过。那么若明和者，至于暗时明相以昧此见即不一知暗和所以呢，这跟我们那个佛性的实际状况不一样。可是完成的理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这个就是完成的理会当甲明合的没当甲暗合可以跟暗合，就不可以跟明合不像我们佛性不管是明不管是暗都可以那个是超越的。那么允和见暗，若见暗时不以暗和以明和时呢应非见明。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以白话来看就好就是都是很通俗的，我们正在用的那个白话。那么既不见明允和明和了明灰暗我们知道呢光明就不是黑暗。那么彼岸以通即知即赛不如是都是呢同样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是比较简略的一个说法。那么以上段呢差一个字就个和以和两个音有一点相同那个和跟和呢前面的和是两个变成一体如水跟土就变成泥。那后面那个和是保有个体的存在好像我们杯子跟盖那个杯子盖子喝茶有那个盖子合起来就叫茶杯这个大方向呢知道了就可呢这个分辨清所以呢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佛在讲经说法都是让我们很容易了解。那么阿难呢这个听到这个和了以后因为和是因缘，那底下的那个非和就变自然了所以阿难白佛也，世尊呢如我思维，此妙觉也以知成眼成即细力非和也所以和是因缘，非和是自然。先把这个我们先了解，
不然会去灰全搞混的。因为还剩下10分钟了，然后我们按照惯例留个10分钟给各位提问。有要问吗？好，请说。目前知道20多年前有前学在研究心理心法，有一些怎么走入歧途是不是那个刘讲师讲明那个原因给各位来分享这样。好，请说。因为各位同学，很多像现在一听到研究心理心法，就好像那个毒蛇猛兽，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是，假如说正确的话是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可是他的那个毛病所在我们要先了解。第一个，我们研究了以后，会有一种骄傲，就是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研究再深入一点，就是功夫又高一点，糟糕了，就想称师斗主，就是要自己搞小团体这样就会让一些比较正确修持的害怕所以这个心理心法能够了解透彻，我们呢就是要知道，是使我们能够这个成道成仙做佛，就是进入佛世界，而不是呢要在人那一种互相之间呢要有那个阶级，不要有那个人之间的那个阶级。人之间的阶级一建立了我们要了解那个违反平等所以平等不相合。那我们要了解到见性是公平等是等要见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见性是在最后，因为这个我们了解说明心心明因果不昧，不迷昧因果，然后见性成佛无疑所以见性才能够成佛。那我们假如说已经落入小团体，已经落入这个不平等的那个观念里面那个很危险。因为就是会有这个一些那个现象产生出来，就是我们呢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看见的有一些为什么会很害怕那个心理心法，就是已经有弊病了。那个弊病的产生也可以说借着那个心理心法，可是他们有企图，那个就很可恶了害人那个不是救人，而是害人。那真正的可以讲或者从开始2年半前到现在各位就可以了解到，所推广一定是平凡、平常、平时都是平等，没有高低的。没讲像个管像个给名跟相都是假的，都是变化无常所以不要有那个另外的奇奇怪怪的心。那我们也不提倡神通，因为我们佛性它本来就具备神通本来就具备。只要你能够明心见性的，能够呢成就了，
那个神通都是小事啊，那个不要特地去追求，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使大家走入正确的修道轨道。可以说我们都还没有走入正确的修道轨道，都还不算。所以你看我们所讲的最平常，不要给六根当家，给佛性当家。这个讲出来是最容易，做出来是最困难。这个才是真正的道。就是要我们佛性当家，吃亏没关系啊。要佛性出来做主。那我们现在社会现象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很多都不合真理呀。不合真理，我们要讲人家不对，好像也不太好了。弄得别人指责，这样好像也不很理想。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这个中规中矩，都是正确的。然后也没有说你研究心理心法就不要参与到活动，也没有那样啊，没有，而是说我们一研究心理心法讲究效率，那没有效率的东西我们不参与，是这样啊，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带了一晚，然后都心性没有提升，然后累得半死，又用了很多钱，你还要吗？要不要？那绝对不要，对不对？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帮助，干嘛去做那个事？所以我们研究绝对是正面，不要有负面的，绝对都是面，都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我们成道成佛，一定是中规中矩，都是以天地这个成为出发点。跟天理一样的，那么这么难得大开普度，这么难得得到，那个失掉就太可惜了，所以走的一定要正确，这个是或者都一再坚持虽然这个发展出来不是很理想，可是或许也不会在意，这个正确重要，那个有团体那个不好。有那个名气了以后那个前呼后拥，那个也都不好，平常不平凡，不平时不平淡，那我们不修那个道，我们修道就是正确的，要我们呢在凡尘要可以做标杆模范，然后修道真正的走入修道的道，大家呢都欢迎的，那个才是正确。真的呢，自己无养都无愧，要做到无养无愧对得起天，对得起人，对得起地，我们呢，就是要这样去行持。所以我们了解老前在四维寺都讲，好事就是难办，那个不好的都很快，所以好难，好事难办，这样可以吗？那还有2分钟，还有要问吗？把握机会难得各位假如说有听那个华海禅师顿悟法门，对不对？一定会知道说北部的浅显有没有很努力在问或许正在讲，他也开始在问有没有？插落去问有一个问未了，第二个插落去问有就是问得很努力我们这边不一样，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啦，我们南部比较保守对不对？我以要必问，因为一问出来了像上次那个郭讲师不是问嘛，那我们养儿育女是不是一定要保证他成佛？
我说儿女有头脑啊，要不要修道，要不要成佛，他自己决定啊。可是你养宠物的话，宠物它不会有人类头脑，对不对？所以我们修道就是不要养宠物。一方面呢，占据我们太多时间；另一方面呢，在真理世界来讲，他做得不好，才变那个畜生。那既然做畜生了，你又去这个让它发展，你去把它这个抚养，那你就要保证它成佛。所以你看，你悟了才会知道，对不对？啊，无咱想讲饲囝拢嘛都要互伊成分，哎呦，安尼咁人饲。下课。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天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各天贤给佛学学讲。各位听众，我们讲到哪边了？5页51。要讲小字的这个小字。妙觉言。这个妙觉言呢是果觉啊，就是佛果位果觉痴心及七识的自证。那么知眼尘啊，就是相分形象。那么心念语就是见分，我们的那个见解那么非和也是阿难的这个经仪是此。那么言佛记不许觉言是何身？然呢必是非和合。那非和合呢就是这个自然。阿难本不以觉言呢是非和合此不得已而问之耳。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和合跟因缘有关系，非和合跟自然有关系。可是呢，我们的佛性它既不始于因缘，也不始于自然，它是超越因缘，超越自然。这个离也，离开所有的一切独立的。所以我们之前有听这个如是我闻，有没有？那个如是我闻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所有的经典这个起头要用什么文字？佛就讲用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这4个字就把所有的这个修道内容包含在这里面。那我们呢有把它这个讲解，那各位也有拿到那个录音，也有拿到那个用文字这个印下来，都有看吗？因为里面呢我们就有讲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是脱根脱尘离身离境，有没有？很超越的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认识，然后要启发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佛性本体，能够启发那我们等于就是生死跟佛性就无关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往后一口气不来，身体就还给天地4大假儿所有宏图，就还给所有宏图了。那我们的佛性就跟整个宇宙虚空已经合为一体，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就像刚才那首歌不是说要让我们的心都能够自在吗？都能够自由自在。可是我们现在心都被这个现象束缚绑住了，没有自由在。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就要慢慢的能够学，让我们的心都自由自在。那要怎么样达到呢？
观点放下，一念不生，不是很舍吗？竟然生活了1个礼拜，2个礼拜了，3个礼拜开法会我们没有上课，2个礼拜我们不复习的话忘了，放弃了，还没有融入整个生活之中，我们呢一定要在生活之中呢，学到观念都放下，学到呢这个一念不生，那所以整个呈现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这个时候心就自由自在。那自由自在呢，我们要知道说，一口气不来我们可以在宇宙虚空之间，我们可以到达所有的佛世界，要到哪个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那假如说我们不修持的话，就没有办法，我们都会被这个我们在凡尘所造的一些善恶业推到这个现象又来现象，就6道的都没有断绝，所以很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融入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呢要日常就用，才不会说这个听是一回事然后做又是一回事，没有把它呢合在一起。然后我们现在要听，一方面要做，知一方面知，一方面要行，知行要合一，这样就可以到达这个成道成佛。那么底下释迦牟尼佛又讲佛言，如今又言跟阿难说，你现在又讲觉非和合，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觉，非和合就是自然，等于是说你现在都在讲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是自然。那么五复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我现在又重复来问你，此妙见经非和合者，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本体，然后呈现在我们眼根见出来。这个见经呢，它包含的我们6根那以眼睛为主要当家，所以用见，妙见经就是佛性本体呈现出来，非和合者。假如说呢不是和合者，已经不和合，算是自然的，为非明和，为非暗合，说非和合已经呢不跟凡尘的万象合，那么它呢不跟明合，还是不跟暗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阿难自己本身来观察，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和合的话，那是呢没有跟光明相合，还是没有跟黑暗相合，为非通合为非赛合，不跟通相合，还是不跟赛相合。那么底下就详细解说了那个内容。若非明合假如说我们那个真心佛性不是跟光相合的话，则见于明必有边判。我们那个见性，我们的真心佛性不生不灭本体，跟那个光明一定各有各的边判，各有各的界限，如且谛观，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就是详细来关照，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哪个地方呢是光明，哪个地方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明在见，在见在明，
自和为盼。在我们的佛性以及在光明，它呢是什么地方呢为界限？就是它有它的界限。底下呢佛又讲，阿难，若明记中必无见者。假如说在光明的那个现象之中，一定没有我们佛性的话，则不相及就是佛性呢跟光明它不相关不相及了。知不知其呢名相所在？这样呢我们的佛性就不知道光明那个形象所在的地方。那么判允何成？那个界判那个界限怎么样形成？那么彼岸已通即知情情塞亦复如是。就是所有的凡尘万象万事都跟这个一样，道理都是一样。又妙见经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所以这个地方呢，跟上面那个和差一个字。上面的和是那个和字边跟一个口，那下面的和是合作那个和，所以这个不同，里面的意思不同。上面的和是两体成一体已经呢合在一起变成一体。那底下那个和是保有个体。浅显这样了解意思吗？上面那个和就是已经融成一体，好像我们水，然后呢跟土合在一起。各位浅显，那个水跟泥土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六合梅，就变六合梅，它已经变成一体了。那像我们这个茶杯那个底下那个装那个茶杯，跟上面的盖子这个就是下面那个和合作色的和就是保有个体是两个合成一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两个上面的和跟下面的和不同就是在这里。那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说，我们那个妙见经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说那个格子不一样，经文都是一样。那么若非明和，则见以明性相如耳以明。我们耳朵是听声音，我们眼睛是看形象，对不对？我们的耳朵可以看形象吗？我们眼睛可以听声音吗？所以这个呢，这个佛就讲就像我们的耳朵呢跟那个光明不相这个了不相触，就是没有接触这个耳朵呢跟眼睛没有接触。那么见解不知名相所在，允和真明合非合理。这个见就是我们佛性不知道呢那个光明形象所在，那怎么样呢知道它合不合？就不知道它合不合。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佛一定不会用强迫的那个霸道的方式来要人家接受真理，一定会呼吸呼吸到人全部呢都能够领悟了解为主要。各位现在这样子吗？那我们呢这个翻过来彼岸已通即知情在亦复如是。也都是这样。所以讲了一个那底下的就跟同样第一个意思都相同。相同就不再讲解因为在讲解那就
很复杂的，只要一个能够了解意思啊，那剩下的那个暗啊、通啊、晒全部啊都会知道，因为意思啊都是一样，所以啊就用亦复如是来呢这解说，所以底下呢我就讲说阿难。如有未明啊，就是你还没有领悟，还没有了解，一切浮尘呢，知幻化相，这一切啊，浮现在凡尘，诸幻化相，诸就是很多了，凡尘很多的幻化相，那个幻啊，就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就叫幻，然后呢化，就是现在有。一段时间又没有了，叫做化，幻化，就是变化的意思啦，本没有今嘛有啊，这样各位同学，这样容易了解意思吗？就像啦这个各位同学，100年前啦，我们在不在？100年后我们在不在？所以这个叫幻化。这个100年前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啦，所以就幻。现在有了，100年后我们又都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化了，幻化。所以一切的浮尘啊，知幻化相，一切浮现在凡尘啊，所有的形象，所有一切啊，有形有相，都是这样，所以现在就讲。当处啊，诸生随处啊，灭尽。当处，就是当下这个地方，这个出生现象，当下这个地方有了，然后随处啊，灭尽。就是啊，不是在当处出生的地方灭尽，而是我们有牵引，有改刷所在。但是你不管刷到什么所在，只要有形象呢，它都会灭尽。有生呢，它就会有灭，生灭。这个我们都一再的讲。我们在凡尘啊，一切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呐，修道就是要追求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啊，跟我们很亲切的在一起。只是我们呢这个不研究的话都不知道。那我们就在这个2年半之前啊，第一次上课啊，我们就把它那个启发出来，有没有？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要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因为它不生，不生呢就不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啊，就在我们身上很亲切。我们万年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要有，都放下。那么放下了以后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放不下，它就在，都永远在，那个知觉性它在。那我们呢修道啊，就是要使这个呢放不掉的知觉性啊，能够恢复它的光明，恢复它的灵敏，恢复它动彻，什么都能够知道。那因为我们以往没有去启发它，所以不认识。在凡尘啊，我们又都追求形象，那么对这个觉灵敏的佛性啊，那个没有形象啊，都不注意啊，都不注重。我们呢现在啊，已经这个得道，上天大开普度啊，我们已经得道，是要修，要成道，要成佛。那我们呢，就是要对不生不灭性啊，一定要能够最起码先认识，认识了以后，我们培养，让它茁壮长大，
能够从直心，然后进入身心，然后呢进入大悲心，一直深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所以我们这个修持都有其程度，领悟有深有浅，然后我们修正一样呢有深呢有浅，那我们一定自己用功夫进入呢越深的部分，那进入越自己越清楚明白，都会了解，说凡尘只要有形象，它一定就会灭，有形象它不会常住，它没有形象就不会灭，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确实存在，我们呢知道我们有真心佛性，而我们确实拿不出来，各位浅显可以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可是我们确实知道它存在，对不对？它不会消失，确实存在。以往我们呢都没有注意，没有去启发。那我们现在已经启发了，所以一定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让它整个佛性跟宇宙虚空都能够融合成为一体，已经融合成为一体我们就归本位，都已经呢成佛成道，都已经成就，就不怕呢这个现象的灾难，现象的灾难已经没办法毁坏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有形有相才会接受那个灾难，我们那个无形无相一点都不会接受灾难，那个灾难不到佛性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凡尘的修持就是还没有到达成道成佛，那么只要他修到呢第四禅的时候那个所有灾难就到不了了，所以他呢也不用接受那个水火风三灾，不用，然后也不用呼吸，然后也不用吃饭，好不好没有？凡尘的成就而已，还没有到达那个成道成佛就可以到达那个状态，可是我们凡人要修到那个程度第四禅色界的第四禅那个已经就很不容易啦，可是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比那个更高，那个还在色界三界之中的第二个，我们可以超越三界，不来三界受生，不来三界落入显相，那我们在修到第四禅，它还需要呢在六道轮回里面修得很久，很不容易成就，可是呢享用的福报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又要在凡尘来受苦。那我们呢努力的能够使自己佛性恢复光明，使自己跟我们以往还没有起心动念之前完全都一样，回归本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我们的心意，自由自在，要到哪个佛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腾世界，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到达。那现在是不行了，我们现在被业力推到呢凡尘来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释迦牟尼佛这边讲，处出生呢，随处灭尽，这个生跟灭是一定道理，有生呢就有灭。那么万妄称相，
就是形象呢都是幻，它都是妄，形象不真，我们要了解幻妄称相。那么其性呢，真为妙解明体，相是妄是假的，可是性呢都是真的，我们佛性真为我们呢凡尘一切都是有为都是假，假为啦，不是真为。所以我们那个《金刚经》的最后面呢，就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要了解，只要落入有为都是梦幻泡影。我们也知道这个梦，就是睡觉的时候呈现的现象，梦，它幻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又变没有了，幻，这个幻妄都是假的啦，形象都是假的。可是呢，我们的佛性就是真的，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坏，也不会消失，其性呢真为妙觉明体，所以我们就是呢，要使我们的那个真为妙解明体整个呈现，整个呢都恢复到本来的光明，本来的清净。因为我们在凡尘已经染了很多尘垢，而且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又很喜欢尘垢，喜不喜欢？喜不喜欢？不喜欢这有这个有很多财产给我们享受想不享受？有钱可以坐飞机出国观光要不要去？还要那怎么会说不喜欢呢？都很喜欢，对不对？我们又很喜欢到世界观光然后又很喜欢成佛，哪个比较重要？可是成佛很难呢观光很容易各位要很容易的还是要很难的？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以我们凡尘的所有一些社会人士的印象，他会认为成佛是很渺茫，渺不渺茫？渺茫那对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完全不了解喽，不了解到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就会觉得很渺茫，很没有希望要成佛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努力的用一点心然后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深入其中，在佛性本体里面，然后呢一段时间，叫你进入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尘垢，真的就是染污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因为被尘垢染污要恢复它的光明，真的就是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在佛性本体一段时间都跟他相处，那凡尘事不要参与，也不要知道，凡尘事全部都不闻不问。那么这时候
那个成道果啊，完全不渺茫，而且从内心产生，很容易。所以这个困难跟容易啊，完全呢在我们自己的主宰。你要认为是很困难的话，只要你投入完成事，完成的事啊，你都知道去参与，那成佛就一定很困难。那完成事你都不闻不问，撇开了，不参与了，那成佛就很容易。而且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就是一生的那个比较困苦就是努力的修正只要一生，那往后已经呢就是不被形象左右，形象没有办法主宰我们，我们可以主宰形象，所以整个相随心转。我们现在呢是心随境转，被环境转化，所以我们追求外面心很强烈，那也喜欢享受，跟我们的身体互相呼应。身体就是喜欢享受，不喜欢劳苦好逸恶劳，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我们身体不是好逸恶劳吗？是，讲拢不爱搞我意。我们要了解说真的我们在完成做事，能够有事做，很幸福啦。假如说这个环境让我们一点事也没得做，各位想一想看，会变成什么？一点仔代志都无你做，你会变做什么？会变什么？大概就是植物人了，不用做事，对不对？不然就是老人痴呆症了。安尼好啊不好？那个一到老人痴呆症我们会不会要他做事？不会了不要做了，对不对？他幸福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工课做就幸福的啦。像那个老师做的《谢谢你》那一首歌其实爱人是一种福气，有没有？我们就是要了解，其实我们能够有事做，就是一种福气就好去。然后我们努力的就是把我们累生累世的所有一些这个负债全部都还清，到达了即业障本来空，不了呢还须还宿债，各位了不了要了了都全部不缺欠，不缺欠的，然后我们就回归本位了，可以自由自在，那个自由自在很不容易的，我们不是很喜欢说那个心经很短，才260个字，然后开头就讲观自在菩萨，有没有？那各位了解有听过观自在菩萨那个自在有10个自在，对不对？都
都呢让我们呢可以真正的到达佛地佛的地位10个自在整个呈现。各位都还记得吗？10个自在，把它念念看。这个现在在找笔记不行啦，要记在脑海里面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寿命自在，寿。所以我们到达寿命自在就是我们要活在凡尘有限有形有性的这个世界你看要活得久还是要短，可以自己主宰没有较久的伊就较久的若讲好转来随转去这个叫做寿命自在，寿自在。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叫做心。刚才我们那一首歌有没有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自在，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心自在了没有？自在了这么理想那第三个呢就是财，就是钱财啦要用钱钱就有啦，这个大概大家最喜欢啦要用钱的就有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菩萨他不是要6度万吗？第一个就是布施，对不对？那我们了解说这个修行都是贫道啦就是没有钱的那个修行。那为什么第一个就需要布施呢？所以我们了解就是累世之中他都一直在行善所以累积很多的钱财，他已经呢在性分之中有很多的钱虽然他本身都没有用了，可是他要布施给众生的时候非常的富有众生需要多少他就布施多少，很奥妙的。那怎么一个奥妙的方法？就是他把所有钱财藏在天地之中，整个天地都是他的财库。所以他只要手一指个沙丘一卡遐都有金我们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累积啦。佛菩萨他有累积真的你挖了3尺就见到金港真是对金嘛听说那个没记，这个呢就是他累积出来他要用就有有这个钱财。所以各位同学回去的时候你家里的厝甲看卖多有金在啦回去看有没有所以这个财能够自由自在那第4个就是业自在。业身口意我们身口意形成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比丘的句语也就是身口意业不作恶，对不对？不作恶的就不会在凡尘受苦所以身口意那个业就能够自由自在，因为他都不做那个业下来的这个第4个。然后第5个呢就是能够生自在。我们出生在凡尘生我们都不错了，生在台湾这个福报很大的地方。假如说呢我们生在非洲那个伊索比亚肯亚，各位姐姐我们有没有办法很容易的修道？
哦，干那要找食吼，都足无用，对不？哦，嘿哦，足可怜啦，就是那个医报环境很不理想，因为他都不行善，所以福报没有，所以在那边出生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能够生自在，不但可以生在哪个地方可以自由自在，我们甚至于想生做人就伤久啊，无来做那个小动物，也可以你生能够自在可是我们现在不行了，没有办法那样，然后第6个呢，圣洁自在，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圣洁就是呢我们对一个我们的修持一个我们的那个见解一个事情我们呢就是决定的去相信，不能够犹豫啦。假如说我们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犹豫那个圣洁都无去所以圣洁就是我们能够深入透彻的了解，就是圣洁所以那个圣洁人家看跟我们看不一样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见解角度也不一样别人看讲做这个了事，咱一个看讲一定但是那个呢就是圣洁自在然后呢第1个就是愿，我们的愿力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愿力自在只要是我们呢利益众生，那一定呢这个就很容易达到愿力自在然后第8个呢神通自在这个大家都很希望有那个神通第9个就是智慧自在有那个智慧。那第10个就是华自在我们的那个华自在就是已经成佛了法王子是菩萨，那法王就是佛所以我们观自在就等于就已经呢成佛的时候成道的时候具备的那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一个让他回来。那各位已经回几个回来了？有几个自在？都还没有一个也没有安尼就快欠的，很缺欠啦。我们这个10个自在观自在菩萨，这个菩萨真修养，真贫穷，一个也没有所以要努力我们让10个自在都回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其性真为呢妙觉明体，就是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真的是妙觉明体，光明的本体那我们现在沾人都成垢了而且最让我们担心就是不想去掉成垢，想不想这个这个有一些既得利益都不肯放生我们要知道那个既得利益都是成垢，完成的污垢会污染我们的佛性。只要我们对法人贪念我们的佛性绝对不光明，绝对呢会染污会染了一些完成的污垢。所以我们看那个文字尘知道吗？我们把所有门窗都关起来，我们这个桌子椅子要不要擦？
为什么要它？就是尘啦。你看，都已经弄关起来那个污，我们就知道，那个尘就是会污染，污染我们所有现象，污染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不要染尘。那很好呢，就是因为佛性没有现象，不会呢被这个凡尘污染，对不对？染得到的是有形有相，佛性没有形象，所以它染不到。要给它腻腻不掉啦，佛性都腻不掉。不过我们呢，各位先生，我们的佛性光明，光明有没有被尘的所有这一些事情染得很污垢？有没有像还被它染得很垢我们都知道很污垢吗？知不知道？这个很容易让我们了解啦。我们心地不光明，我们心思不好，那个都是污垢。那我们有时候起心动念都是污垢，都很肮脏思想会不会肮脏？会不会？我们会不会骂人会。这样呢是很污垢呢，还是很清净？污垢。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它没有形象，还真的染很多污垢。容不容易去掉？有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去掉？想不想去掉？那还有药可以救了把它去掉，去掉了就恢复光明，污垢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说我们那个佛性真的就是真为妙解明体，光明的那个觉性很灵敏，大家都有，都一样的。那么底下就讲说，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12处18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北里希望明灭。思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勾眼，妙真如性性真常之中。求以气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所以各位亲人，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呢一定要透彻了解。说我们那个在凡尘的所有生灭现象，都是当处出生，随处就灭尽。所以生灭的东西我们呢不要注想，随它自然就好。生就生，灭就灭。随着它生灭，因为它的相都是幻，都是妄，假的都不真。那真的呢，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佛性就是真的。真的呢，它无所作为，就是无为。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入定，都要这样来关照，都是假的，很短暂。那真的呢，它呢为无所作为，然后又妙觉明体，很光明，又呈现呢，永远，不会说暂时一显现的没去不会，它永远都存在。所以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五阴，五阴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构造，身体
色、受、想、行、识。色呢，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身体，然后受、想、行、识啊，是精神。所以呢，我们讲舍利子是知我空相，舍利子舍就是房子啦，舍房子，然后呢那个色房子啊，就是第一个色形象，色呢就是形象，然后受想行识啊，是我们的例子，是精神。所以五阴呐，五阴就在讲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呀跟精神，身体呀是色，精神呐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身体是假的，可是呢，我们那个精神呐却是真的，是真，那个呢妙觉明体。就是我们无所作为的妙解明体。我们呢一般呢不从真理进入啊，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会呢住在形象，就是住在色。然后我们了解呢这个色啊它呢都会变化。假如说不变化呢，小孩子不会长大。长大了也不会老，老了也不会死了。可是我们知道说，不可能这样啦，拢会老，拢会死，对吧？所以啊，之前呢，或者就讲，你看我们坤道啊，一出生了以后啊，小妹是不是很小？大一点的时候，小姐较大汉了，对不？会使结婚啊嘛然后就太太太太都结婚啦，过来上，是不是年纪比较大了？来哇，阿伯啊，从小妹跟阿伯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困难都要经过了，对不对？咱今嘛在什么阶段？所以我写之前还时常讲，那个化妆品公司一定很讨厌我了。我都讲不要化妆，为什么？当你老的时候，面拢同款，食老啊阿婆啊的时阵大家面拢同款。你看到阿婆，这个嘛那阮阿婆啊对不对？还要不要化妆？唔免了迄个钱爱装装的暗时要困，佫都爱洗。我讲莫洗，敢袂使？伊讲袂使，会皮肤病，对不对？去买甲贵甲要死甲画画，佫洗掉，咱是咧好嘢遐讨济。所以你看那个做化妆品一定讲。你袂使佫点仔讲啊？还真的那个北部很多先生听后学讲了以后从来不买化妆品。我讲有时候敢是得爱佫抹一点底，就是皮肤袂变啊。他说那个很便宜啊，便不便宜？你抹好也袂变。考虑到啊，对不对？不是很便宜，那个磨一磨就不会变了，对吧？可是我们都会怎么样？哎呦，我抹黑那无水准，拢要甲人比一下水准一下。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人那个色形象都是假的。不真啦，或者都会讲，要爱水你就困起来面洗洗就水啊啦，那个素颜，最漂亮，你若拢不是拢安尼，人嘛看了惯死，
啊，你哪拢不喜化妆，别人嘛看会惯系对吧？有一天呐、你本来都化妆，有一天你不化妆，人家看了怎么样？一定会注意看呐、哎呦，是不是破病啊？哦，什么都不一样了。哦，所以啊，以往那一些老一辈的哦，讲要看新妇，都爱透早来看，因为透早伊拢也未化妆，迄较死啦，化妆就无共啊。哦，现在哦老一辈的不操这个心啦。哦，你要爱结婚，少年的家己去打拼。哦，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了解啊，形象的变化都很快。哦，一生啊，一转眼哦，它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对事的部分呢，哦，就让它自然，自然就好了。哎，佮较话嘛袂变真水啦吼，啊无较话嘛袂变歹，哦，对吧？那底下哦，那个受想行识啊，哦就很有哦学问了，因为哦我们在凡尘啊，哎那个受可以啊，我们要哦了解到，我们都把凡尘给我们的遭遇，哦给我们的接受啊，我们都把它看得哦很重要，都把它当真了，哎，那所以哦。啊，佛导是教我们呐、哦，一个啊观念，就是哦，一切啊受，就是凡尘给我们所有遭遇啊，我们都不接受。他不是说不要处理啦，而是说不进入内心。凡尘哦，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啊，不要让它进入内心。哎，就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哎，啊，卖为心来对立。哎，这样的话哦，我们那个受啊，哎，就可以哦到达最基本的一心正受。一心正受，各位听懂吗？那个一心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正受。哎，就是我们正确的去接待、去对待它。哦，那凡尘的所有这一些遭遇啊，这个都是假的。哎，都呢可以撇开，只是我们呢，哦，事来则应，要去应对。那事过就则静，事情过去以后，哎，我们就静下来。哎啊，所以哦，各位前人就可以了解，由受。然后引起下面的想，那有想了以后啊，都引起下面的行，啊有行了以后啊，又形成下面的事，受想行识，是不是有连带关系？那我们一切不受，下面的想有没有？有没有？想没有了，行有没有？行没有了，事有没有？哦，是不是啊？已经解脱了。所以我们呢，从真理呀、来进入，了解说，完成的一切假象，我已经了解，我不进入假象。那既然不进入假象，所有的作为都跟自己无关。那个所有作为啊，就是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那个跟真理有关，跟自己都无关。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研究了，我们研究真理。你看我们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啊，有一些事啊，我们看得非常注重，然后有一些事啊，我们都会认为无关紧要，对不对？它都是我们主观意识啊，客观环境形成，然后我们主观意识很强烈，那业一定造啊，业已经造
我们就一定苦乐要受，因为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啦，不会说我们种了因没有果报，不会那样的啦，一定有。所以我们就从还没有造因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解决掉了。我不造善恶业我都造，没有纵然我行善，我也不记在脑海，就没有福报没有，那福没有又有行善，那整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德本，生死德本。那生德本往后众生为了纪念，他对众生都有帮助，众生会把它请上供桌了，知道吗？供桌就是这样，把它请上那个寺庙里面的供桌，把它供奉就是朝拜。各位前友，假如现在有人把我们请上供桌去供奉去朝拜，我们坐得住吗？会跋跋落来袂？哪会拢遐无信心？一定会想自己的那个德都不够了，这个众生来了这个三炷香一烧哎呦，我有做些烦恼你小搞我解救的。你坐在上面，我家己烦恼都还未解决的，搁解决的。那追下去真的人给你请下来不让你在公路上。我们要了解到努力行止善是可以，不要记在脑海莫甲记咧啦，因为你若甲记变做福报，福报享用真紧就了对无？真紧就互咱用了了，用了了无个做就无啦，福报就无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对吧？志向布施都是福报，它都是短暂的现象。那我们呢就是努力去行善可以，不要记在脑海，这样呢就会真正的已经进入性本。那进入活性本体了以后我们回归本位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可以让我们看要到哪个佛世界自由自在都可以到达。所以我们那个五阴，然后六路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呢都是这个六根，然后进入六尘、六路六个六路。所以我们在凡尘的那个六根就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六道轮回都是他在当家啦，对不对？他在当家做主，当主人六根呢在当主人。那他面对六尘，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我们都把六识当成心，当作我们的真心，不知道呢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没有研究就会用那个虚幻不实在的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变化无常的心为心，都会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那个六路，我们的六根也是要了解到都有不生不灭真心的部分。各位假如说从那个第三，我们的这个楞严经的 DVD 第3篇、第4篇、第5篇、第6篇，是不是在讲六根的生灭跟六根的不生不灭？有没有印象？
讲过啊，大家拢袂记得了要哪？要记得因为我们可以用6个不生不灭来应对完成事，那一样可以用生灭来应对完成事，那怎么样应对比较好？哇，连这都唔知啦，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也时常提到嘛，这个满眼本灰色，有没有？满耳本灰生，然后呢，闻书常触目，观音呢晒耳根，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满眼本灰色，我们看的都是形象，都是色了，那已经不是色，不是形象，而是什么？是文殊菩萨。触目文殊菩萨常触目，有没有？文殊常触目就是我们眼睛一看，看到外面凡尘的形象，看到凡尘的事情，我们就已经产生妙智慧，怎么来处理？那个是不是文殊菩萨？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那个那个橱窗里面的服装，想不想买想不想买？咱就去逛百货公司，去看到那橱窗内底那服装就好看，然后穿起来一定很漂亮，想不想买已经打折了，加存1折呢，想不想买所以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想不想买？想不想买？为什么想买？你是讲以前到未穿的，前到的衣服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眼睛一样看，可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就千差万别，对不对？有的就要买回去穿那有的说我家里那个已经够多的服装，不要再买。或者都讲过以前有一阵子住在天母。我说我那个经过那个马路就看到那个衣服那个牌新买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牌子吗？还掉了那牌还掉在那衫的衫规领拢摕出来粪扫人以前那个不是说垃圾不落地现在不落地嘛以前都用一个小的那个水泥然后有一块那个木板把那个口扎住，然后都丢到里面，垃圾丢到里面。可能各位这个年岁太轻了，我们那个朝代那个 LKK 的朝代都过去了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有那个那个景象。各位有看过大透车吗？那个孙越主演的有没有？他就是那个那修酒干以前那个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他并不是说酒干提出来卖啦，而是直接就放到那个垃圾桶，就是那个垃圾的阿门包箱内底那个孙越当主角，就是踩那个三轮车在咧收酒干收那个粪扫人的时阵那囡仔咧哭，那囡仔伫咧粪扫人内底那孙越甲抱对饲啦抱迄个囡仔，那囡仔人生出来
甲囥喺粪扫啦，水个无当去饲，饲到大汉的时阵吼，当高薪嘛，结果他趁钱转来要互因爸爸用，伊都甲饲到大汉吼，爸爸已经过身啦。就是一毛钱也没有用到了，那个辛苦啊，为着要家饲好大汉，就要搁较认真去修酒矸啦，所以才有酒矸通卖无。这个各位都可能没有经过那个朝代啊，那个银不起名啊。所以啊，这个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搭错车啊，那个骗子啊，就是比较呢，像我们这种上年纪的人啊，就是很喜欢看，结果他那个戏院应下片，结果应大家的要求，他又上映了，搁提出来做，做几工搁下片，大家搁要求搁提出来做。然后这样连续啊，几啊10摆，安尼全做袂煞啦，搭错车，可是各位这个一想搭错车，就坐唔到车啊，各位都搭对车了没有？有没有搭对车了？都搭都是对了，没有说一搭车你看一出就去用破的粪扫啦，还有搭错车，真是啊拢搭错了我们都是搭对了，生出来拢安尼互人保利利，有没有？拢顾安尼像以前啊那个夫妻一生孩子啊，拢几十个啦。兄弟姐妹啊，安尼几十个对无？拢嘛伫土骹咧爬，哪有讲去读幼稚园？迄若安尼，阮规庄若一个读幼稚园，迄大家拢嘛安尼甲看作是迄个金生团圆啊！不得了了，会当读幼稚园，嘛伫土骹咧爬，迄真是要摕鸡仔咧食咧。真的就是那样啊，唔知吵啊，囡仔都唔知吵，那有今摆遐好美啊，安尼，而且这个早上一出来看，拢大人啊，排迄个囡迄个书包，书包唔是囡仔咧排咧，大人咧排，因爸母咧排，囡仔坐在里外口咧创啥？咧单车来个。唔是叫伊用行去学校阮较早拢行5-6公里去学校，就即马呢一块尔差不多，不到1公里差不多安尼，600-700公尺尔，就请车来载，一个月多少钱？付给他钱啦，个因老爸还有册包个派，等迄个车来载，囡仔载咧，册包个送互伊车载去安尼。即马坐落去下课啊，即马全点等囡仔送回来，册包搁甲排顿，安尼谁咧读册？谁在读啊？迄有够好字，有无？好字，迄友好囝，毋是讲囝咧友好老爸。真的，无怪即马咧唔敢生。你若无甲人共款人家会看你怎么样？我都要甲人共款对无？有样会看样啊，人伊拢安尼，你哪会无安尼？迄人的比较真的是，所以生囡仔真的想一想。他从一生出来念到大学毕业，要多少钱？真的算一算不敢生啊，社会形态，
都走到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不想再凡尘了，就是要努力修道。老祖就讲啊，无有大患啊，再无有生；即无生，无有何患，对不？我有这个大患，患难，很大的患难，就是因为有身体呀，要给他吃饭，要给他穿，要给他住，要给他享受，真的有大患，很大的患难。那即无生啊，无有何患？我没有身体了，我就没有患难。那老子的没有身体呀，就是要努力修道。你不落入凡尘六道轮回，你就没有身体了。各位先生，我们有没有把握啊？不进入六道轮回，有没有？有没有啊？要有把握我进入六道轮回一定呢要修正成功。纵然现在还没有成佛只是慢一点而已啦，一定会成会成道，会成佛。有没有信心呐？还不错啦，还真正的有这个信心。所以对自己的佛性一定要深入的跟他相处深入的这个了解就是那个其性啊真伪妙解明体。那么六路啊各位要详细了解，就要看第3至第5、63、4、5、6那个都在讲六根的生灭，以及六根的不生不灭。从那个讲解的那个内容，然后我们选择让我们的六根都用在不生不灭这方面这样的话呢也会习惯用的会习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已经习惯让六根当家所以六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尤其眼根眼根最厉害我们这边还好一点那个百货公司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比较不会去逛各位有没有去逛百货公司？有没有去逛街？机会比较少，对不对？所以那个引诱力量就不多了。要是在都会区的话那个引诱力量真的很大。本来都不想逛街啦，现在随你兄我弟这个亲朋好友走了，我们去逛街啦，没事嘛去逛，去逛去啥都嗨黑拢咧给人怪不想买本来啦第一次的时候也都会不太想买，可是有一点点动心了。第二次的去的时候这个身上都有准备了。就准备说在看到的时候我就买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可是越来就越多了心就越大就整个被我们的感官已经支配了，已经被它左右了。都我们是在当家做主人嘛就有为了六根做主人了，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现在什么现象？低头族了，了解吗？就是那个不知道是手机还是电脑还是什么都不是手指在上面一撇一撇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各位浅浅那个是什么？智慧型手机它里面有电脑作用嘛？真的看它往上一撇，往下一撇，往左一撇，往右一撇，都看到那里撇来撇去的，然后一上车到一下车都没有离开过，安尼好啊？我看到我们没有撇的人
都跟不上时代，因为大家都在陪，很努力的在那里陪，真的是就变机器呀，吃死了，变成机器是主人，我们佛性啊，变成那个婢女跟奴才，是不是这样？家己拢无迄个当家做主啦，所以或者假如说在讲，一定会有人讲说你就LKK 啦，这个电脑啊都不去碰，不去碰跟不上时代，跟得上吗？跟得上吗？所以我们拿到那个很小的那个有没有？那个会放那个啊，谢谢你那个音乐还会讲那个奖金收法，各位有拿到吗？有听吗？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带那个4G啊，跟16G，那个或许也不知道怎么算。他说那个4G啊就可以很久了，16G 更久，是不是这样？这一次或者有看那个内容它有清净经，然后有37支道品，有那个虚云禅师的传心法要，有那个就是很多啊，上次好像拿来没有，各位我们也一样，上次带下来有130个，这一次带下来有130份。假如说各位你拿的跟这个是不一样，你可以拿回去换，就换那个那个叫什么记忆体呀，记忆卡，那个记忆卡很小非常小，那个收在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把那个旧的拿出来，把新的装进去就可以听了，真的是现代的科技啊，听了就听那个你打扫家环境也可以带着听，要出去玩去走路啊，也可以带着听，倒也是很方便。你充满电的时候可以听6个小时，充足了，充足6点钟，然后呢那个一个好像插头，它有带一条电线，有没有？那个大的放在插头这边，小的放在一台的一样，它插了它就充电了。没有的话，可能要去电器行买插头，也蛮便宜的啦。小小啊，插头充电小小啊，他是跟各位讲要听呢，努力听的话，倒可以看，因为那个目录啊，我们有带下来，目录，就是那个录啊，里面录什么内容，那个目录。我们有带下来，那假如说各位都有了，然后目录里面跟各位都一样，我们又要把那个带回去。为什么？因为北部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你看，我无要紧，咱这边爱先有，跟我们活老师一样，很爱大家。所以我们呢讲到那个6路，就是6根，要从12处到18界，12处就是这个6根跟6等，
各有各的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各有各的地方所在。然后呢，到呢18界，18界啊，就是6根6尘产生6识，36啊18。所以我们呢，这个以往那咧有人过身咧做迄个西公啊，拢有迄个18站地甲迄个画像雕咧互看。就是6根6尘6识3个合起来所造的业啊，就是18层地狱，所以这个18界各有各的界限，18界那么因缘和合啊，希望有生，就是5阴6路12持18界啊，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了。虚妄有生，所以生啊，是虚妄，生呢都是假的啦，因缘别离啊，虚妄明灭，因缘聚会了就生，因缘别离了就灭，所以这是以生灭。那么思不能知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生灭气来啊，本如来藏，就是我们呐，生灭气来。生就是来了，我们死啊就去了，生灭起来，本如来藏，就是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如来，藏啊就是含藏，那么这一些生灭起来都含藏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常住啊妙。我们那个如来藏啊，它是常住妙明，它永远呢都在，然后啊，很奥妙，又很光明。那妙呢，一般呢，在我们呢这个经典里面呢，都讲不变之体，然后那个明啊，就是随缘之用，有不变之体呀，有随缘之用，有体呀，有用，不动周也，不动啊，就是如不动，周匝也满，就是整个啊宇宙空间全部啊都有，妙真如现，都有我们的那个妙真如现，现呢真常中，我们的那个现啊，它就是真常，我们要知道说呢。凡尘啊，一切都是假，就只有佛性是真的。有形有相都会变化，所以称为假。那么真呢，就是没有形象，而又了了分明，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性啊，真常之中。那么求以气来迷悟生死啊，了无所得。就呢，在我们的佛性啊本体当中。要求气来，要求迷悟，要求生死啊，都没有，都了无所得，所以这一段啊，就是先把这个纲要讲出来，这个很重要，因为底下所讲的它的内容啊，都呢离不开呢这个范围，就是性是真啊，相是假，所以。底下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讲，讲这个5阴6路啊，12处18界，那我们就把它称为4科，了解意思吗？4科，一科啊5阴，1科6路，1科12处，1科18界，加起来就4科，这样知道吗？然后再加后面的7大。所有空法空见是7大，然后18加7呀，25啊，有25门的修行方法，就是呢这4科跟7大，全部加起来，里面啊，我们都可以拿一个来修持，它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佛。
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好像我们这个之前啊研究那个《道德经》啊，各位都会讲说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听的比较容易懂。可是啊，一进入到我们这个《楞严经》以后啊，感觉就好像蛮深的，会不会？跟他讲清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是始于佛教里面的那个密教部，显教部呢，就是显的来教化，那个呢我们都是接受呢那个显教，可是呢这个《楞严经》啊，它是始于密教，密教部他说它大部分呢都是在西藏，还有那个新疆一些啊比较属于深山部分，不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这边没有《楞严经》，我们这个显教呢没有，大藏经里面你找《楞严经》啊，一定要找那个密教部，密教部啊，那个100册里面啊，第19册，那个啊才有《楞严经》，就是很不容易呀，不要说去研究，我们看都不容易看到，不容易看到，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经的本文，很不容易看到。那我们有这个机缘研究啊，更是不容易，一定呢不要闲身啦，一定要努力的加以了解，因为我们不会讲快啊，我们会慢慢说，懂都还可以问，各位可以了解啊，我们拿到北部的那个所有一些讲解部分啊，因就固然问的啦，有没有听过？非常努力，连后学正在讲课中间，他嘛插入来问，等你讲伊嘛专给你打断给你问，很努力问，因为会都鼓励，这个要问才会了解，不了解就通过了，通不过就会阻塞了。3点水啊，在一个袋，什么？就是字，就是阻塞啦。太了的啊，水沟啊未通，水沟已经通了，阻塞了。那我们修道呢，只要阻塞通了，就成不了，所以一定要通。不通就是要问，问了就通了啦。问就知啊。一张都会给掉的呀，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所有的我们凡尘的遭遇一切呢，那个相啊都是假，性呢都是真。那从这边就开始解说五阴，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然后五阴的第一个呢，就是讲那个色，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说五阴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然后底下才讲那个内容，然后到最后面各位就要看那个最后面那2句本非因缘，非自性。那个色音的最后，就是在52页的那个第3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有没有？所有的五阴六路10处18界一定呢开头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然后结尾就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呢，就是先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日常在运用的五音六路12指18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因缘，它呢不是自然现。你有了解不？因为我们先知道它的根源，先知影讲伊的根底，它的那个本来根底。那根底知道以后，中间我们就容易了解，中间所讲的就不会偏，所以先呢把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非因缘非自然性，先把它呢点明，然后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就讲说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唯一清晰，迥无所有。这个清净目就是菩萨跟佛啦，佛菩萨的是清净目。那看到就是清明空，清明空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就唯一的清晰迥无所有，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完全的所有这个万象万事我们用清净跟清明空来了解来看，它呢本来都是没有。这个就是在比喻了，说我们看到的万象我们看到的万事都是假的，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的。就像呢看到空中有花，空中本来就没有花了，我们为什么看到有？就是眼睛已经有问题。所以底下就讲，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花老。你看无故就是没有原因它没有原因瞪以花老，眼睛呢都不动了，是不是已经呢会浅显，是不是无明？无故没有原因然后眼睛都不动，然后我们瞪以花老。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出来？就是不循着真理，不遵循真理，就是已经呢离开佛，离开菩萨，走入我们众生的那个生活之中，才有这个现象呈现所以我们假如说清明眼，然后所看到就是清明空，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佛菩萨他就是清明眼，然后看到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没有，是清明空。清明眼看到清明空，没有万象，也没有万事，那个就是佛菩萨。你知影无？可是我们都会想，凡尘有万象有万事那佛就讲那个底下，就是因为我们无明，那无明从哪里来？就是从念妄动。一念妄动，我们当然会以为说，你那好多无明，其实本来就没有念头。那我们为什么要起念头那个就叫无故。无原因迄个无原因就是为父生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要领悟在文字里面找不容易找到，而且佛在讲经说法，时常都会言在词，意在笔，就是他讲的文字是这样，意思不要按照文字解说了，一定是在外面。所以或者都讲那个华首经，各位都会背的，
对不对？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说啊，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没有？那个文字啊，各位先生，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都跟我们凡人啊来争？可是我们凡人都跟释迦牟尼佛争，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解说嘛，哈。可是他真的意思啊，不是，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来是我们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的真心佛性啊，不跟世间共争啊，不跟世间争。然后我们把世间把它分，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空间跟时间呐。如来我们的佛性啊，不跟空间争，不跟时间争，可是空间跟时间啊，会跟佛性争。这样懂意思吗？是不是跟文字艺术都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那个佛性啊，修养很好，完成的形象、时间、空间很多事情，我们都跟佛性要就是我们六根啊一定跟佛性争了。佛性它都会退位，伊拢会让啦，让给咱六根。佛性会不会跟六根争啊？他绝对不跟六根打架，对不对？一定拢全退隐了啦，全拎起来无去啊。所以你看这个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咱拢世间咧甲伊相争啦。结果吃亏的啥啦？吃亏了都是我们争的人啦，对不对？你卖争你就没苦，你就是因为跟如来共争，你才要吃苦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然后我们看《金刚经》，肉以色见我，以一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们按照文字看是不是又那个释迦牟尼佛，对不对？肉以色来这个见我，要来用形象来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因身来求释迦牟尼佛，是人行邪道，不能见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我们用文字解说确实它不是啊，它是讲我们佛性啊，你用形象要求你的佛性，你用因身啊要你找到你的佛性，是人行邪道，已经走偏了，邪就是不正了，你的道、你的理已经不正了，不能见如，不能见到你的佛性了，不能见到你本身的那个如来，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跟文字都不同了。所以我们看经典就不能从文字去解说，一定呢都要按照那个佛的那个真的意思。佛为什么要这样讲？它有含义，然后我们要从那个含义去了解。那了解了以后差别就很大。所以或许都看了每一本注解心经一定都是把那个自在菩萨说是观世音菩萨，说无注解注解心经什么人不是这样说？读不嘛呢？我看讲是不是不对了？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就了，你再怎么念怎么念，对你的帮助。对不对？可是你观自在，回观反照，你自己自由自在的你的佛性，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
哎呀，那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实际进入，能够回光返照，然后自己自由自在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了。所以一定呢，要按照那个意识，不要按照文字。所以以前不是有跟各位说，有四依嘛，有没有？还记得吗？念念看。拢两叠嘴来，我拢无听。依然后不依于，有没有？有没有？依法不依人，有没有？然后呢，这个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没有？拢未记得了。是经过太久了吗？哇，还剩下10几分了，留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吗？剩12分了。好，请说。那有麦克风。那要是里面可不可以开大一点？可以。那个刚才讲就是说，在我们进入到那个国性的人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对。那个后面我们讲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让自己的事情。好，你说。这个就是很有智慧问。你看我们这么久了从来都不这样问所以之前我们2年半自己开始讲课，就教各位说观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只有这样讲，然后呢那个详细的内容就不说了。因为大家实际做了以后，一定会有遇到状况，然后很多就会问，有看到什么，有想到什么，一定都又会问，然后在这个时候会又给各位来引导，说我们有真正的来做，你才会讲出来，你讲出来才知道说你有做。没有做，方法正确不正确，然后再讲才有用，不然开始都还没有做，我就一直讲说你可以司机龙现，淹没雷声，有没有用？一定没有用。所以我就跟各位讲你先做万念往下，一念不生。然后当各位都遇到很多的现象，我就会讲。你把你看到的放下，你把你想到的放下，你所有经过的全部放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跟开始做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整个不生不灭佛性的轮廓已经呈现，可以出来的。我们的佛性大致上。都是安呢，已经出来这嘛个甩，再接着下来，方法已经正确了，正确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万念放下，万念放下，不管遇到什么，看到什么，那个都是缘，都要放下。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呈现的那个心就是直心直心已经呈现了，然后直心呈现，我们又继续做，就是身心，然后身心又继续做，就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
就是我们所要追求、要成就的那个真心。那个时候就已经出来呈现。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心，用这个直心即心即佛，这个心就已经是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算蛮专心、蛮长来做这功夫。我们在做这个功夫的时候，各位前贤有没有回光返照？你做的话，自然是回光返照了。你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不回光返照，没办法做。所以那个做过程你都是在回光返照，是不是？我们那个外放的心减少，外放的心减少，我们那个凡尘染的污垢也一样减少，那凡尘的是非也一样减少。都凡尘事越来就越减少，然后我们的佛性越来就越深入，真正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所以我都讲，你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个是很理想的不会跟人计较，也不会有分别心，越来就越理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算是说可以进入自己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可以进入，可以进入了以后，我们越来就越深。那越深的时候体会越多，到达我们可以施机而容现。施机就在家里面静居，那容现就是神通万物。为什么可以神通万物？因为你都回光返照，然后进入佛性本体，然后天地的山河大地、天地万象都从佛性生发，那你的佛性已经全部掌握，是不是可以整个天地就在你的心中？是不是神通万物？所以那个不是在讲好听话，不是天马行空了，那个都有功夫。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自然不会叽叽喳喳，不会呱叫了，不会机车，也不会火车了，非常静默，叫做淹没而雷声。你很跟静声下来，淹生淹，默不讲话。那因为你都一直在佛性之中努力，等于在引导众生。众生看你这个样子自然他会学，你不用讲话，他会跟。你自然就引导他走入邪道，走入最上圣的佛道。所以那个淹没而雷声，你那个德性的感人就像打雷那么震撼。不用讲话，你自然你这样自然做出来了，人家都会学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被人家批评的那么不值钱？因为我们都太粗浅了，拢要跟人计较，拢唔听书啦。修正拢唔捌事，修书拢唔赢，都钱拢要钱啊赢啦。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赢哪有用？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做。你真的实际去做了以后，你就可以淹没雷声，可以感动别人。你要渡人很容易的。你讲对我来救，人就对你来你若很聒噪、很机车，人想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说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都拢不爱参与道场的活动，干嘛呢？我有这样讲吗？绝对没有。我是要带我们成佛的，对不对？叽叽呱呱可以成佛吗？好，请说。
培养师请问啊，如果前学跟我们说一直乘到9070斤超生啊，那么我们的祖先有可能啊，经过2小时，让他如何超生？谢谢。哦，那个要等到我们成道，等到我们成佛，所以各位前贤，或许是今天才听到了哈，说有一个他在睡梦间啊，他祖先那个牌子命拢无去啊啦，困未梦啦，困到一寡命祖先的迄个神主牌的命拢无去。我讲安那遮好，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已经都上天了啦，因命拢在天上去啊啦，安尼好啊无？所以那个就是征兆，还没有虽然他的后代都还没有成道，还没有成佛，可是毕竟他在努力的方向正确使他的祖先已经沾光，那个名都已经呢到这个天榜去挂，都已经上去了。所以我们呢在北部刚好呢前几天就拿到一张那个凤飞飞来结缘在龙潭他或许有带1、2张下来他因为传遍了，怕会有很多人起疑心说造假在讲假，所以我们也不推广。你若看到就看到，知就知，唔知就算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虽然他在凡尘很风光，可是他那个风光对众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言行对众生有帮助，你才有功德啦。他要回那个后会觉性所以要进入南天门，看到功德簿空白，一功都没有了，一件功都没有。所以我们佛老师带他来跟我们道亲结缘，让这个道亲去行善，分一点功德给他啦，让他能够通过南天门。现在通不过去了，当然看一看就好了我们是从真理进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直成道是要成道那个9元7祖超生是要等到我们成道，利益很多众生，他才沾光。那我们都了解成道容不容易？要知道以我们凡尘社会的那个情形，跟整个那个世界的潮流，要成道成佛很不容易。所以那个9贤7祖一定可以沾光绝对可以。只要你祖生成道成佛了，那绝对没问题的，一定呢天堂享受。下课。各位点儿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会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千贤给会学机会学讲。我们呢今天借着讲各位千贤，我们讲到第几页了？
52页哈，51页的反面。我们呢，从那个阿难啊，如由未明一切浮尘呢，知法相，当处呢诸生呢随处灭尽，我们呢从这个地方呢，借着这个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呀，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呢，从这一些文字啊，然后借着这些呢，体会它的精髓。我们因为啊，快要满师啊，就是因为我们学了快3年，3年就出师啊，对吧？出师好多满师啊，已经4个月是补师，3年是出师，所以已经呢快这个3年到了，所以要真的呢把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明心见性要能够掌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边经文啊，然后来帮助我们明心呢见性。各位都明心见性了没有？可能呢都不敢确定因为都还在犹豫朦胧之中。那我们呢之前有讲说，我们面对那个神龛中间弥勒祖师这个佛像，那么请问是弥勒祖师的佛像到我们眼前来，还是我们的眼睛呢跑到弥勒祖像的弥勒祖师的佛像前面去？是佛像跑过来呢，还是我们眼睛跑过去？结果是怎么样？没有结果啊。我们之前也都有稍微都提过了。可能各位都没有记住了，既不是佛像跑过来，也不是我们的眼睛跑过去，而是我们的心知道中间神龛呢就是弥勒祖师，是我们的心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心就是一大种相法门体，一大种相。所有凡尘万象万事都是由这个心然后变化。那我们呢之前要各位都能够明心并没有一直说就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并没有说一下子就全部要了解到很深的程度了。我们从6根呢对6尘，然后产生6识，那个识是心，我们从识心开始认识那个心。因为生活之中呢，我们运用都是用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的心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那运用呢，我们当时不研究性理心法的时候并不知道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那个时候一听到即心即佛，我们会以为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就是佛有差别很大。那之后我们有这个要各位做
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啊，能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就能够呢，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整个就呈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啊，跟日常我们所用的心啊，就差别很大，对不对？差别很大。因为我们生活上在用啊，都是生灭的，那个心啊是生灭，不像呢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心啊，不生不灭，所以差别啊。那我们呢，明心就是呢，全部呢都要知道，不管是生灭的心，还是不生不灭心，我们呢都要了解，全部要了解。因为在日常生活应对进退，那个都需要呢我们那个四心。那么四心就是生灭心，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生灭心。那这个心用得很习惯，所以我们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地方呢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们都呢应用得非常的熟悉呀。那我们现在呢研究这个心理心法，了解到说，要修道的话呢，就是要用呢不生不灭的心来修这个不生不灭的道。那么这时候的心呢，就不同了。那我们在这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用呢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完成的万事万物。假如说我们能够运用的习惯那我们呢这个修起来就很容易因为我们平常用生灭已经很习惯，要改过很困难，我们那个习性非常的强，要改很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生活之中就已经用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完全的万事万物，那这样就很容易修起道来就非常容易。所以呢，我们这个明心部分呢，我们大概都那个轮廓都非常清晰了解。各位天有没有把握这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有没有把握？我两点都唔敢讲，这个等于说呢还没有很确定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日常的时候生活之中自己勉励自己尽量就是用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这个凡人事。我们了解到呢那个不生不灭的心跟生灭的心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可以的啦所以呢我们尽量就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因为只要我们回光返照那所用的心呢大概都是不生不灭的心，用这个心来应对凡尘事最重要就是不造业因为已经不生不灭，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它没有两边的对待所以已经脱离善恶都脱离了所以不造业，不造业呢自然就不受苦了所以这个明心是很容易的。容不容易？不容易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心的部分都是在我们掌握之中在我们的那个知觉掌握之中，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不被那个造化引诱不被引诱了我们呢就可以
这个了解说，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生灭的心，还是不生不灭的心？那或许呢，曾经呢也都有这个自己试验，看看呢用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差别在哪里？那它的差别我们回光返照所用的大概都是不生不灭的心。回光返照就是把我们的注意收回来，收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应凡尘事我们怎么样的起心动念那个心念一起，我们知道说念什么念。那假如说我们心是外放，是用生灭的，那我们大概不了解说我们起心动念到底念头是什么，大概都不了解的。有时候讲出来了还不知道是自己讲的，也不知道它的对与错，好与不好，无所辨别那我们回光返照用的不生不灭心就没有这个状态，就一定生念头出来了，什么念头自己都有把握了。这个是用了我们不生不灭的心应对凡尘事的好处。因为有这一种好处造业当然就不容易造业，那就不会受苦了，就可以解脱了。真正的修道就已经呢在很琐碎的小事之中呢就已经在修道，就已经呢很实际的在修道。那因为我们呢要连着说明心接着呢就要见性。那见性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各位见性容不容易？应该是很容易不过我们平常就是很少研究。那之前呢，或者曾经有讲说若见眼生即是见法；若是见法，即是见佛。有没有？所以那个见佛就是见到我们佛性所以见到这个佛性因为我们知道佛性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确实要见到是不是不容易？都是不容易那么之后还一直有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已经能所双明融成一体了。那么融成一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见的就是如来，所见的就是佛了，这样对吗？无一个回答，就表示说唔知呀，还不很透彻啦，因为这个我们平常比较少研究不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知道，可是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已经在用，我们已经在用我们的佛性都是见性，所以我们这个之前时常都会借着一些比较这个深的一些句语先讲。然后讲了以后慢慢的我们才把那个如何做就把它阐明。那我们一做起来因为之前有先
讲一个概要，重点所在。那后来我们要去实现啊，就很容易啊。那因为或许又看到这一段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犹未明啊，一切浮尘之幻化相，浮现呢在完成的幻化相。这个呢，从无到有啊，那个叫幻；从有又变无啊，那个叫幻化，就是我们凡尘的生命啦。我们凡尘所有的生命，浮现呢在凡尘所有的生命啊，当处啊出生，然后啊随处啊这个灭尽，就是随着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就会这个消失了。幻妄这个称相，相是妄，那么其性真为妙解明体。因为我们底下呢就是要讲到那个五阴六路12处18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北离希望明灭。思不能诸，生灭期来本如来常，常住妙明呢不动周也。妙真如性性呢真常之中求以气然离无生死，了无所得。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一段的那个两全部都透彻，那么往后底下再看的那个五阴六路12处18界那个意思就很明显，就很容易知道。所以从这边了解说幻妄称相，相是妄，然后性是真为妙解明体。我们呢凡尘运用我们要了解都那个真为妙解明体。所以我们呢这个回想这个从出生了以后慢慢长大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大人呢都会教小孩子你要认真你要认真各位浅显，我们都认真呢还是认假？因为认真的话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的，假是我们身体这个4大假合都有风土，我们从小开始都是认假，不认真。可是大人教我们都要认真，那大人他们认真还是认假？都认假认真都这么困难很不容易的。那或许就想到这个我们呢在凡尘见相也是见见性也是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见相跟见性各位浅显有办法分别吗？我们大概呢都没有办法分别说我们是见相呢还是见性。那大部分我们在运用都是见相都是见相，然后从相起念头，然后念头延续一个接一个，都是由形象而来所以性那个就蕴藏在后面都没有这个呈现了所以在楞严经这个阿难呢就讲说那个我们这个见性就是这个福性在眼前。可是呢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见性假如说福性在眼前，那我们就可以指点出来它就有这个地方所在了。那既然有地方所在
落入形象。那既然落入形象啊，就有生灭。那既然是生灭啊，就不是了不生不灭的佛性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佛性啊是没有形象，可是啊，毕竟啊确实存在，对不对？我们都能够确定佛性是存在的。所以或许呢，就借着我们啊在生活之中所见的然后来讲最呢明显的各位浅显，这个是什么？茶杯啦。我们见呢就是见到啊这个茶杯的相，就是茶杯的这个形象。所以啊，我们现在一想见相了以后啊，有没有所见？有能见的我，对不对？有所见的茶杯，对不对？所以能所很鲜明，能所。那我们要见性呢，就是要若无所见，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以及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把万象万物啊融成一体，一体啊已经变成一体了所以各位浅显，这个变成一体了，我们跟茶杯啊已经变成一体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是见相呢还是见性？见相还是见性？所以各位浅显，这个叫做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如来。我们真实的见到如来，因为万物啊都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生花。这个万物山河大地啊，都从我们不生不灭啊那个真空真空所生花，所生的然后生的妙有山河大地以及万象，都是真心所生花。那既然是真心所生出来，是不是跟我们都一体？尤其我们老师那一首谢谢你天地造化之中，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还有印象吗？是不是这样？老师给我们点明了说我们跟万物本来就是一体。那本来一体就没有分别了，对不对？我们跟万物已经没有分别所以万物就已经是我就是万物。当然我们还没有研究前这样讲，人家会说那个神经一定有问题了，对不对？那我们研究了以后我们是从真理来了解入真理，然后来说的所以我们已经跟天地的万象万物融成一体，然后融成一体了以后我们所看的一切是不是看到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面对的各位之前，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神龛我们面对弥勒祖师看到的，各位浅显看到的是什么？又不敢肯定了，看到的是佛性然后有我们有母灯，有两仪灯，有没有？我们都已经跟万象合为一体，已经是一体了。所以我们看到母灯是看到什么？不敢讲，一样就是看到佛性。然后看到我们右边神龛
有我们佛老师，然后呢，看到左边啊，有我们师母，是看到什么？所以这个叫做见性。各位有没有一点印象呢？能不能够接受呢？因为我们中间的弥勒祖师那一期这个见性，所以我们把它分别，一落入分别啊，是不是对待？有对待不是一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就是已经融成一体，一体之中已经没有你我他，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所看的不是相，而是性所以所见的万象就是我们佛性，这样懂吗？有一点没听到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见性了没有啊？这个人家要问我们说，你们研究性理心法，那你明心见性了没有啊？敢不敢回答了？会解说了吗？所以要了解到万物万象都从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空，然后生发妙有都从佛性生发，所以万象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是不是一体？万物是一体，那既然是一体，就没有分别，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所有万象都是看到佛性所以叫见性。了解无？拢无讲今日个头一解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说呢你看了以后，你是见相呢，还是见性？见相的话，这地位啦；见性的话，这佛性因为万物与我一体所以都是佛性。所有的万物上至天花板，下至地板左右呢各道亲，全部都是一体，都是佛性，所以叫见性。安尼捌无？无简单所以呢，我就是要从真理来了解，然后佛明确把它讲出来，所以或许就借着这一段说呢，那个幻妄称相，相是幻跟妄，那个幻就是本来没有它生了叫幻，然后化就是本来有又消失了，那叫化，幻化，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在凡尘离不开幻化，形象都是从没有然后有了，有了以后不久又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相都是妄。那我们知道呢，所有的相都是妄，妄尽真就显。真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见性，明心即性。你有清楚不？不容易，对不对？要努力因为我们呢先从心了解我们呢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四心，四心是生灭的。我们生活之中呢有，那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都是要用。那个呢我们要了解，然后呢我们又深入
到达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即心即佛，哦，那个心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司空山本净禅师啊，他就有讲，你要问佛呢，还是要问道？他说道跟有什么不同？说问佛的话，即心即佛了；问道无心啊，即是道。那司空山本净禅师的无心啊，就是没有事心，就是我们那个生灭的心全部都没有。我们生花日常生活之中生花的心全部都没有了，叫做无心。那无心的心就是真心。那各位有心还是无心？有心还是无心？真的都无心了。所以奥不奥妙？很奥妙所以我们研究呢只要你深入其中呢会很快乐。毕竟呢我们的佛性这个非常的奥妙它没有像可以生花形象又可以让形象完全都已经消失非常奥妙。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自己要呢这个深入研究，然后产生呢兴趣那自己有兴趣了以后唔免人讲，唔免人家己都好走得足紧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理来研究佛有讲佛讲过了，那我们按照佛的那个所讲的那个里面的真理然后我们去行持去做，那一定呢可以成佛可以成道，绝对是可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回光返照，把心呢收回来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时时刻跟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在一起时时刻刻呢都使人可以当家是不是不一样呢？所以我们都就讲心明因果就不灭不迷昧因果，然后见性底下怎么说？成佛语所以见性成佛就没有怀疑，就一定成佛啦。可能各位信心都还不足，见性干嘛呢？还没有信心各位见性了没有？所以要了解到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我们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我执没有了，法执没有了，安尼就成佛啦所以真实的见你如来，是真实的见到如来若有所见有所见就有能见，对不对？有能见那个能见就是我相那个所见就是法相有我相有法相那就是凡夫啦就是众生就是在凡尘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说若见眼身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有没有？
然后我们若见眼身，我们已经看到眼身，各位同学，我们的这个眼睛眼根，然后看到形象，我们的眼根看到形象，然后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若见眼身，因缘所产生，即是见法，看到法了。那若见法，即是见佛，就是已经看到佛。所以我们对法就是要重视佛就是修法成的，所以对法要重视那缘所产生的，我们之前不是有比喻吗？有种子，然后埋在那个土里面有阳光，我们有浇水然后呢，它就会发芽，对不对？然后它的衍生因缘所产生，因为有种子，有水土，然后它才会发芽，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那个见不是用眼睛的，而是用我们智慧若见眼身其实见法，这个一定会发芽，对不对？所以那一个已经见到那个法法在凡尘我们要了解到，还没有呈现现象之前那个都是法，呈现现象以后已经我们可以眼睛看到，那看到以后那个已经形成了，那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去摸到，还没有了解那一个那个衍生的法，各位同学奥不奥妙？那个法很多像说这个男女之间结婚的虽然他们孩子还没有生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只要他们这个度了蜜月以后回来恩爱相处之后就会有那个孩子这个生下来所以那个衍生也是在那个无形的看不见之中，想了解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个生得那么少？各位知道原因吗？以前的人江或学那个年代的这一些人足够生啦，一个拢嘛生几十个，对不？一对夫妻生下来拢嘛10个，兄弟姐妹一大堆啦。现在愈来2个生一个，无生越来就越少。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人为，人作孽人为的因素使这个生育就完全都抹杀。会生时阵唔生啦，然后怀孕去甲摕掉，今后这么年岁济要生生袂出来，是不是这样？很多这个现象都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违反自然自然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这个天地之间延续就是一代传一代。即马直直来人直直少去即马刷落去有的无生食老若拢食老拢已经拢归空去搁来讲拜就无人拜，对不对？要安怎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时一直运转人都还没有到灭的时候可是我们都一直在抹杀那个生机人的生机都一直在抹杀
啊来愈少，啊即嘛愈进入老人化社会，啊佫愈来啊一个一个直直转去啊，少年的无个接落，啊老的直直转去，安尼会办啊？以后会变怎么样？无人了无人啊，所以人灭了以后啊，天地混沌，下个元会啊，开天辟地，又开始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又是在这个元会的尾流啊啦，末法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要赶快修不然还来不及了。各位有没有啊？那个产生的心说较紧修有没有？无袂赴啊，无较紧修袂赴啊，要较紧修咧所以要明心见性。我们导师第一次讲见性各位同学，之前啊曾经有经验说，有啊，较早捌听有人咧讲见性，有无？很不容易可是很容易，对不对？我啊，都合作会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见性完全都是领悟，因为见相也见了，对不对？见性也见了。假如说你没有表示啊，你修到什么程度的话，人家说我已经见性了，你会相信吗？会不会相信？所以呢，就是要了解到见性啊，就是已经万物一体，没有分别，那个算了。你看像牟尼佛成佛啊，他有没有分别心？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分别啊，已经是一体了，所以他才成佛了。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在那个菩提树下不是坐6年嘛，然后夜睹明星啊，有没有？对啊，看着明星，然后悟道。各位先生，悟道就是见性啊，但他怎么见？起了天定啊，对吧？对不对？星星在天上，然后啊，谁看到星星啊？就是佛性啊，所以他才很感叹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大家是不是皆具如来智慧德性？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妄想执着，然后不正得？对不对？我们不妄想不执着，是不是已经正得了？所以那个一指禅，各位先生，一指禅是不是一只手指头？我们看一只手指头，这个叫见相啊，对不对？谁看到啊？佛性见性嘛，了解吗？所以见性也是见，见相也是见，可是要看你的修持程度了，对不对？假如说你还不了解啊，没有分别是一体的，那你说我是见性，骗人啦。要了解说是一体的，没有分。我们灵也是一样，都是一体的，本来都是同体，没有分。落入凡尘以后啊，才分离有他。可是归了以后啊，归到原来本来我们还是一体啊。所以一体之中啊就没有分。所以佛看我们众生啊，也是佛。说叫菩萨摩诃萨，摩诃就是大了，大菩萨。
所以佛看众生呢，都是大菩萨，他没有说哦你是众生，我是佛，没有那样，这样了解吗？哎，当我们现在因为天空比较清了可以看到明星啊，我们要阅读明星要悟道，悟了没？要记得看这个阅读明星啊，然后呢就呢悟道，已经呢领悟了原来都是整个我们的佛性整个宇宙虚空呢都充满，这样了解吗？很容易，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看嘛会不会？都会看星星嘛看这个也会嘛这个一指禅人家在说什么是道？这个一指禅那个禅师在教然后呢有访道的去问什么是道，他就这样，这样就是道。那现在了解什么意思了吗？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就一支针头大家嘛会晓比这个叫见相可是那个看到的那个是谁都是佛性见性。所以呢我们了解见性很容易，容不容易？看到什么是什么很容易，对不对？太容易了。所以见性成佛无疑，就一定可以成佛啦。会爱困未？所以或者是借着释迦牟尼佛讲这边呢观望称性其性称相，其性呢真为妙觉明体然后呢借着这个经文来讲明心见性这样呢就比较我们能够这个接受不然我们突然听到见到万象都是见性我们这个心里面会排斥讲这不是安尼呢我们呢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个经文里面我们把它阐释把它呢延伸出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原来佛就在讲明心见性，有没有？都是在讲明心见性所以底下呢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12处至10界因缘和了以后希望有生，那个呈现现象那个都是虚妄，都是假的啦然后因缘别离虚妄明昧所以那个昧死掉了那个也是虚妄，也是假的思不能知，生灭起来咱都不知影那个生灭起来本如来藏，就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如来既然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含藏我们的佛性含藏山河大地，含藏万象万事，含藏善恶的种子。那我们大部分研究呢那个含藏山河大地都没收了，都说善恶种子啦要过来轮回那个经济都是善恶种子含藏各位先生，我们含藏什么？我们都不敢承担我们要讲含藏山河大地。各位先生，山河大地在我们的佛性之中承不承认？很多人都很奇怪，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怎么会是佛性呢？
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就会产生这一种这个迷惑。然后我们有这个直接听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这一些经文，就了解说，确实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啊，真空，然后生花妙有，从真空生花，那我们就底下这个研究。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啊，妙明。所以我们了解之前我们也时常讲说我们这个生从哪里来，然后呢死啊往哪里去？这个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对不对？无来啊无去啊，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来没有去啊，叫做常住。常住啊，不迁。现在在看、在听、在看啊，就比较了解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住不迁？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常住啊，不迁。没有这个迁变。常住妙明。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啊，明随缘之用。那个不变之体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明啊，就是我们在凡尘啊，所有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所以啊，有体有用。那我们呢，从这个经文啊，然后透彻了解那个意思。那么不动周延不动啊，就是如如不动。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如如不动，不用动。像或许啊，一大早从基隆来也不用把佛性带来，要不要？这边就有了，对不对？加到外佛性啊，唔免第一人带来，你嘛唔免带到等去对不对？不动，如如不动。相我们的形象啊，有动，我们的佛性啊，如如不动。为什么呢？因为它充在整个宇宙中，像你要空阔，这么宽广的地方所在啊，都有佛性，所以不用带来去啊。这边呢就讲不动，如如不动。然后周圆这个呢周啊就是周遍，圆啊圆满，周遍圆满，全部啊都有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妙真如性我们的佛性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一个名称叫妙真如。妙啊就是呢原来没有，它生出来了，有了能够呢生花妙有，那个妙妙真如真如啊，一真一切真如一如啊，一切如真如就是我们佛性的另一个名称真如，妙真如性。性呢真常之中真常真不假，常呢常住真常之中，我们要求以气来迷入生死啊，了无所得。我们要求迷入生死啊，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它没有生死，也没有迷雾啦，都没有。所谓迷雾是我们落入形象有身体以后啊才有的，佛性里面啊没有迷雾啦，也没有气来，也没有生死，所以我们要也无所得，得不到的。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了无所得啊，不要去追求所得的话，我们就能够呢拥有了，全部啊，都在我们身上，每一个都有，
很亲切的。那么接着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允何五阴啊？本如来常，妙真如性。这个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五阴呐。然后呢，这个佛呢跟阿难讲说：允何五阴啊？本如来常，妙真如性。我们的五阴一样啊，是从佛性啊生发出来。那佛呢曾经在别的经典啊有一指啊就讲说，我们在凡尘生的时候啊，这个五阴啊就是五蕴，蕴啊就是蕴集、蕴藏、五蕴。那叫我们不要蕴集啊这五个色、受、想、行、识，不要呢五蕴。我们只要不蕴集啊这五蕴，就不会被这个推到现象来，现象被我们的业力啊推到现象来。那因为我们有蕴集啊这个五个，所以才被我们所造的业推到这个凡尘来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研究那个五个就在生活的时候啊，这个五蕴啊，全部都不要蕴集。第一个呢就是色，色就是形象，我们不住相，不住相我们就不蕴集啊这个色，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呀，我们很容易住相。不住相一定呢要时时刻刻谨记在心，不住相，不住相，都不要住相，全部呢不住相的时候啊，烦恼就没有了，没有烦恼，我们烦恼都从住相而来，所以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佛菩萨都会讲这个烦恼即是菩提，是菩提呀，所以我们不要住色，色不要，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受，五蕴的第二个都是受。那我们对凡尘给我们一切的感受啊，我们要知道它都是假的，受无常变化，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当成真的我们会谨记在心了。那记在心里面我们就有思想动作，思想动作已经业就形成了。那假如说我们说这个凡尘啊给我的一切不受，我们都不接受了，给啊凡尘我拢给。我们的遭遇啊也是假的，那一切啊都不受，一切不受的话呢，我们底下就不会产生想，就不会产生行，就不会产生识，对不对？因为受想行识啊，它是连在一起，由受而来，一个受连带底下的想。假如说呢，你认为这个给我的这个遭遇啊是真实的，那你一定是念头，念头有了一定产生行为，行为有了一定产生记忆，那后面想行识全部都有，对不对？那我们一起不受，拢给我拢不爱，我去应对，但是我不让它进入我的内心，这样的话是不是全部空了？空了以后，底下的想没了，想没行也没了，行没了以后，记忆也没了，是不是完全空了？所以这样我们五蕴都不蕴，不蕴积五蕴
没有那个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就不用来现象不要来现象好不好？我们来现象好不好？当人好不好？我们当人还不错人生难得嘞因为当人才可以修道，才可以成佛假如说我们进入三恶道，那就糟糕了那当天神仙各位天好不好？有的都很羡慕啦，可是真正的也不好。为什么？因为福报啦，享受福报各位天贤，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已经这个当气天神仙啦我们说最小的就好了还有这个土地公。各位天贤有没有看过土地公？他是坐在那里给人家朝拜，对不对？骄不骄傲？大家都去给拜对不？所以就形成他这个骄傲，一骄傲了糟糕了。我们骄傲呢，在那个文字来讲，就叫慢，慢就是无明。所以当他那个福报享完了这个要在轮回在轮回的时候这个人道都没有他的份他直接要进入三恶道，知道吗？想象不到所以你要知道那个王爷妈祖山神土地那个福报一享完了以后都没有人道来直接都进入三恶道。那为什么会这样？那释迦牟尼佛讲的说因为他在当神的时候都后大家朝拜形成他的那个骄傲，就是慢那个慢累积了他福报享多久就累多久，多不多？就非常多的慢所以懂为三恶去受苦，知不知道？本来是享福报很好对不对？结果是悲哀的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不好。那凡人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互咱赚大钱，赚了很多钱，社会地位又很高，好不好？真新鲜的对不对？可是你看有钱有社会地位是不是自然大家奉承，又骄傲了，对不对？要不要下去三恶道？真的不要享受福报是咱安尼艰苦咧过较好，对不？咧活咧大活，迄对甲咱的遐所有的业债拢甲磨了，好不好？很好所以我们要欢心，要甘愿受，做什么都很欢喜。你看，什么债拢无去对不？恢复本来最好了，对不对？能够呢成仙做佛了，恢复本位。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不应拘五蕴，色受想行识全部都不应拘了。要推我们到凡尘来现象的因没有，没有因把我们推来，那我们可以归位了，好不好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也要自己努力，生活之中呢，就是不要应激五蕴。我们很容易应激五蕴这个住相
第一个住相就很容易住，第二个受，我们都把受当成真的，你看，一受当成真的，下面的想行识就跟着来，然后就要受苦了，受苦连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看得远，想得远，然后做，我们做出来就要做得远，很远，一劳永逸，以后呢都不受苦了，所以现在受苦没关系，很快就解脱了。所以这个五蕴佛就讲，不要呢这个蕴居生活中呢不要蕴居。可是呢这边讲的角度又不同，因为呢释迦牟尼佛讲说我们的五蕴也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显发出来，也是呢有佛性以后才有五蕴也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么底下呢佛就做这个比喻，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唯一的情绪迥无所有。这个时候这个佛呢就讲说，譬如有人这个人就是菩萨啦。为什么？因为清净目，清净目就是清净的我们眼根，然后观呢清明空，就是看到呢那个空中清明空，唯一的情绪就无所有，全部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菩萨他呢没有这个业，无正业无造业，所以他看的就是清明空。各位先生，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空中有花啦，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到空中的花？谁都会看有有看到谁都瞎看。因为在佛经里面他写说空中的花他讲那个华，中华的华，空中华，虚空中生出这个华，空华。那我们假如说要试验我们的眼睛看到空中有花，是什么样子或者都一再教了，你蹲下来5分钟，然后你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向空中看你会看到什么了？绝对有东西。可是那个突然站起来记得边要有一个有汤花咧，不会偏你看空中有什么东西大概看到那个细菌，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细菌很大，细菌很小嘛可是我们蹲着站起来看的细菌变得很大因为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到空中有东西佛用这个比喻是让我们了解本来真空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心不清净，所以生花万象，万象全部生花万象生花也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生出来，所以才有一句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有没有那个虚空就是佛性佛性没有形象它不拒绝
思想发挥，所有的形象哦，他要出来，他都不会阻挡，他一定让他出来。可是我们知道哦，万象哦，时间都很短哦。各位先生，我们很喜欢看花，花的那个生啊跟谢，它有多久？多久？1个礼拜，3天哦，那么短啊！那个蝴蝶来哦，3个月。哦，那就久了哦，可以哦，3个月，还有更久的哦，还有1天的哦，哦，昙花一现哦，哦对，那个导师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一次啊，或许给那个大姑啊，那个陈前人开车啊，他去桃园的一个佛堂，他那个琼花昙花啦，我们不是说琼花吗？是昙花还是琼花？昙花，那个可以吃的呢，昙花，结果他那种很多了他那个道歉就讲，好几年都不开，都不开花，那一年或许刚好那边有事啊，大姑去那边办事，在去，结果所有他们种的全部开了，120蕊一下子才4点钟而对吧？差不多4个小时就谢了，就没了啦，很快，他就讲说，哇，这个大德者真的都是不同，来了就是促成了那个整个都开，在桃园的一个佛堂，所以啊，那个导师真的，他开都是傍晚晚上的入夜没多久开，然后大概到10点就谢了，就谢，然后那个可以我们可以煮来吃啦，当酱，那个特殊的花啦，我们这个佛鼓励我们去看那个那个我们那个本纪，在我们本纪的地方啊，那个3000年开花一次。不过那个3000年我们这个凡尘也不知道多久，因为那个6欲天的他化自在天1天1夜我们凡尘多久？还记得吗？1600年。我们凡尘1600年。我们欲界的那个第6的他化自在天1天1夜，1天1夜所以各位假如说有那个福报要去他化自在天，才在欲界3界里面的欲界最低的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欲界最低，最低的最高那一天我们假如说有福报要去那里去熟悉一下环境去看一看，总是需要嘛，对不对？看一看以后回来告诉我们亲友、亲朋好友，结果看了熟悉一下，都还没1天呢，等来呢1600年我熟悉的人都去哪里了？骨头拢会拍鼓，
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天堂的那个日子跟我们凡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清净目就看到清明空，然后我们呢众生一眼就是眼睛有毛病就看到空中有花。那佛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假如说我们进入佛菩萨的那个境界，我们看到凡尘的万象都没有，都是清明空了，这样了解吗？我们众生一定会跟他争论，为什么？明明都这些形象，你来讲那种人拢无，会不会？这个叫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了解到很多一进入到佛性里面都不可思议。各位姐姐，我们要不可思议怎么样来说？不是我们时常讲吗？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什么状态？对啦，不可思议就是这样我都讲不可思议那个在性文里面时常会遇到那怎么会这样呢？真的不可思议呢不能用人的头脑来思想，不能用人的嘴巴来议论很超越啦所以我们修道一定要努力修越努力呢很容易能够越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其人无故不动目睛，那个其人无故就是无明无代无志是不是无明？所以这个就是凡人了啦，上面是菩萨，底下呢就凡人。凡人起无明眼睛都不动，我们眼睛都不动瞪于花劳这个像或在讲的蹲下来站起来容易这个眼睛都不动瞪于花劳那个也是可以看到空中的花啦，可是比较时间比较久我们蹲下来比较快这边呢佛教我们就是不动目睛，瞪于花劳，然后则于虚空别见狂法。我们在这个虚空就能够看到花，看到很多的花。那佛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凡尘虚空之间有万象，这一些万象都叫狂法，这样了解吗？这个本来都没有的，都是假象 ，gay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是不是一段时间又没有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叫做狂法，不真，都是假的，我们把它当成真了，纵然建筑的很坚固的这一些也不过100年而已我们都看到那个外国都用那个把那个旧的那个房子用那个炸药一下子整栋就消失了，对不对？那个都是水泥已经没有线了。水泥它的寿命只有100年，经过100年以后，你去基础就危险了。所以他要把它呢，这个拆掉，又重盖。所以我们要知道，路现象时间都不久，那个100年还算最久的了。像我们刚讲的，还有那个4个小时的还有3天的3个月，很快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那么复有一切狂乱非想不只有那个狂法还有一切的狂乱非想，就是在我们观察一切都不是正常的那些现象。那么色音当知亦复如是。这个音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形象，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从那个我们那个不动目经然后呈现的。那么底下呢，佛又讲：而那是之狂法，非从空来非从目出。是指一些狂法，我们看到的这些空中的花，不是呢从空来，也不是呢从眼睛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假如说这一些狂法是空来的话，那么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有出有入，即非虚空。有出有入，那就不是虚空了。空若非空自不容举华相起昧。这个空，假如说它呢不是空的话，那么华相不允许它在这个地方起昧。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好像阿难的身体不容许阿难去居住，这样的意思吗？因为这个楞严经它比较这个文字不多了，可是它的意思都是蛮深，含义也很多了。那我们了解说你看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明心见性在文字看也是不多了。文字多不多？它也没有表明，对不对？也没有没有说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个明心见性，也没有他只有说观望这个称相，那么其性真为妙觉明，只有讲这样，然后让我们从那个延伸，从那个真理能够延伸出来把它呢里面都能够表明。若目出者，假如说是从眼睛呢出来，既从目出还从目入。这个眼睛能够呢出这狂法，目出的话还从目入。还从呢这个眼睛进入，即此法性从目出故，这个法就是狂法，空中的法，这个法法性呢从目出故，因为从眼睛出来，当何有见？应该呢它能够有见，是从眼睛出来的。若有见者去具法空。假如说呢这个法性从眼睛出来有见有见的话去的时候狂法去的时候法已经空了全和见缘，他要回来眼睛的时候应该呢可以看到眼睛。若无见者假如说呢看不到眼睛那么痴即亦空玄当欲眼痴去把那个空有一些这个狂法就是
让这个空不空的有一些障碍在。那么玄回来的时候当欲眼会障碍眼睛让眼睛呢看不到外物。又见法时目应无力我们看到狂法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眼睛应当呢没有那个疫病，就是眼睛有病疫那么云何晴空号清明也为什么我们看到空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黄法时候叫做清明也？是故当知色因虚妄色因它是虚妄不实在的。那么本非因缘，不是因缘所生非自然性，也不是自然形成它就是呢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了解吗？共同和无一个甲我赢。这个呢是讲这个第一个是以那个五音里面的色。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受。各位姐姐问题多不多？多的话留半个小时给各位问，不多的话我们再上20分钟。有没有要问问题的大家都会拍摄问啦或许都会鼓励有疑必问，修道不能疑啦，一有怀疑就修不成道所以有疑就要问。好，请问。看多少？佛家的那些什么，它有思念处观身不见，观受是苦。好，请坐。这个思念处我们社会流行的。外面在讲的都还很这个初级的部分都是讲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思念处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之前。然后那个阿难这个情就释迦牟尼佛指示说往后修应该要怎么样来修然后佛就讲说以这个四念处来修持那不浅显，我们从所讲的观身不净。就是三点水一个真的净，观身不净，就是肮脏的意思啦。观我们身体很肮脏，然后呢，观受是苦，就是受，完全给我们的感受都是苦。然后观心无常，无常心心都一直变化。然后观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我相的存在。这个呢，就是让我们众生呢要进入佛道的一个起步啦。开始要修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四念处。可是到后来这个文殊菩萨呢。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大圣的四念处是什么样的内容？
大圣，跟那个我们一般所认识的这个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佛就回答说：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我们的身体呀，我们身体的性，我们身体的相，都如虚空啊。是不是已经呢？到达上圣了？看到身体，你住相的、见相的，就是身体衰败，老啊、少年，对不？看到它会动、会走啊，是不是看到佛性？所以观的性、观身的相，犹如虚空。不管是性还是相，都跟虚空一样。都是假的啦，是不是都假的？所以大圣的四念处完全就不同。那第二个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受，那个前面是观受是苦，那个是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不贪念凡尘可是大圣那个要成就的时候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在哪里？所以各位同学，不在内外，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就是没有了，没有受了，这样了解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受。然后第三，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心只有名字而已啦。拢无迄个心的形，拢无心的迄个相，出来，敢若有名，搁像迄个。迄个名的性嘛离开啦，嫌名嘛无去啦，安尼伫倒，伫空的啦，完全在空的，然后观华第四个观华，观华不得善华，不得呢不善华，就是华里面没有善也没有恶，安尼伫倒。全部都是空的，所以四念处的那个上圣佛法，上圣佛法来的四念处都是可以成佛了。那个开始的四念处是要我们就是观身不净就是不贪念我们的身体观受是苦凡尘一切都是苦。所以我们不接受凡尘的受，一切受，然后观心无常，无常心嘛，一直变化，心都没有固定，然后观法无我，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我们呢就了解到这个开始的四念处是让我们先脱离凡尘，然后后来的四念处才让我们成就。不然观身不净怎么成佛？观受是苦怎么成佛？佛会把那个受当成苦吗？不会啦，他会很高兴的度化众生所以完全都不同。我们要了解两个都要了解啦。开始的就是要我们自己本身先做起，然后后来的是要我们就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观华不得善华，不得不善华。全部都空了，全部都空，才真的回到本来，就成就。
所以这个问也很好，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说有这个差别。那我们在社会听到的都是前面的那个室内处，后面这个就没有听到人家在训练。还有吗？还有20分钟。没有问题是最好的，可是就怕有问题在心里面搁着不敢问。这个免惊歹势，要问惊歹势就唔敢问啊。有没有人问？好，请说。这个好，刚好呢，你在讲51页的反面最底下第2行，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这边对不对？因为呢，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容纳我们活性？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讲，如阿难的身体不容阿难的活性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就像他的身体不容他的活性，就像我们有很多去有这个无形的借用身体被无形的借用。即摆伊的佛性就要转来伊就唔好你礼拜，甲你换出去，安尼知影无？要怎么办？就是我们要主人翁要当家，爱守住咱的房舍，咱的厝爱顾。各位前拢有咧顾厝无？有顾甲真条房子要照顾不然假如说被人侵入的话伊就一男礼拜，一无你礼拜，这一下子糟糕了8仙里面不是有一个吗？对啊，他回来时候不容哇，我的身躯嘞，然后就去借一个那个乞丐的那个身体来用，就这样。还有要问吗？好。说到的要不要参加那个庙的老辈的庙会参加庙会那个老练的，好，请。他这个比较这个参与那个王爷妈祖所有一寡九天寺庙、后天寺庙的一些活动问呢说要不要参加？各位天贤要不要参加？要不要？这个我们这个叫做自己做主啦。你要参加你唔参加，你自己做主。你假如说觉得它有意义，你就可以去参与。你假如说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我参加的话会浪费精神、浪费时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这个岛没有固定的。还有吗？
还有没有人要问？有同学问说，神农是有求道吗？还有各位同学，当呢我们呢这个开天辟地啊，然后之后啊会有这个七佛之事，然后呢后来才三佛收也，然后在七佛治理完成要让众生来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不用上天派一代的祖师啊来掌道盘，你只要呢修到程度够啊，都可以归家，都可以回归本位。所以有一些人他假如说修得很好，可是他没有求道，那也就你等到下个年会七佛治世的时候啊，再来出席。你要有把握，把握那个时候啊，你有办法这个转世有办法出生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修持归位，就不用等待呢一代的祖师来受记，这样了解吗？等到三佛收圆以后啊，没有那个上天指派的那个一代的祖师来受记啊，上天都不承认，不能回归我们顾家业，这样了解吗？我们都有我们佛老师啊来受记，我们都可以回归呢顾家业。所以老师都一直鼓励我们要研究性理心法，因为我们不研究的话，万八逍遥而已啊，对不对？我们一研究啊，超出千万年啊，有没有？那个郭老师讲的明确啊，有没有？他希望我们真的努力修，可以呀回归到我们本位。就不用只有享受10800年，10800年很快那是咱有区较慢的那进入佛性一转眼哇，10800年拢过去很快一转眼就够了。还有吗？还有15分钟。要是你再讲解一下那个不依不义。不依不义这个倒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是这个样子啦。你看我们众生的心都是都是什么妄想心对不对？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心思啦不一，可是都是从佛性出来，却是不异。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咱大家一个心对不？大家想拢无同款每一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每一个那个能够想的那个动力都是我们的佛性那个就是不异。想的心不一样就是不一，不一不异。这样了解吗？我们完成时常都有这个状态啦，都是不依不依。还了解啊？你看咱人拢有7孔对吧？是不是不依？可是大家拢7孔是不是不依？还能了解不？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都是不依不依都是始于这一个状态那我们这个佛在还尘的年岁都是不一样的，不依，一定会死那个倒是不依对不对？是不是不依不依
很容易在我们生活之中呈现。还有吗？还有12分钟。好，说。好，拿麦克风让大家听到。不可思议，然后说不着有着，不着非有非空，不着亦有亦空。哦，那个是我们要去领悟啊，那个不可思议最简单的方法。好，这边不是有？我想问，我们已经这么久了，这么久，造业烧那么多了，怎么样讲？好，问这个老师很实际呀。我们听课听这么久，造业造这么多，要怎么样聊？所以慧贤姐，我们要知道说，只要我们肯万念放下，万念都放下，万念的放下，各位贤姐，这个时候有没有造业？绝对不会，对不对？所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能够时常做，你在做的时候都不会造业，而且你只要进入身心，进入大悲心，那个或者都一直讲了即业障本来空，不了还须还数债，对不对？我们了就已经透彻的已经知道真理，回归到我们的本位，那个叫了。了的时候没有业障，业障都消失了，本来就没有，本来就空了，业障本来空。那我们没有了没有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有一句叫什么？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时果报还自受，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思心念，我们的所有那个生灭心一直在用。那一直在用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个我们的经历我们所做的一切，众经百千劫，纵然经过再怎么久，所作业不亡，你所造下来的业一定都在。因缘会意，因缘会意的时候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两个一个是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数债，我们就是要透彻。一个就已经到家了，到家他时时刻刻心都清净，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没有业业障本来空，没有了。这个在凡尘都在生灭心，都是在人情世故里面一直在生活。那个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意果报还自受。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一个是上乘的最上乘的佛法，那一个就是我们凡尘修持的一个渐进的方法所以两个完全都不同。我们要从根源，假如说要了即业障本来空，你就要做了的动作，念都放下，一念不生，没有业了，没有那个就已经业障本来空没有了。可是我们又在生活很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又喜欢这个讲东讲西全部都是凡尘心。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
一定都在。因缘会议啊，果报就来了，一定要去接受。还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差别点在哪里。差别点你了，你时时刻刻啊心清净，心清净哪有？以往所有的也都消失了，也都没有了啦。好就是这样。可是假如说你是用凡尘的心来生活，是用凡尘心来应对，那这样的话，诵经百千劫，更较久啊，你就是得爱因果啊，都是呈现，都要去接受，这样了解吗？还有6分钟，有人要问吗？讲师这边有位前辈问说，如何做到不住相？是不是要用不生不灭的佛性去看这才不相？这个不在形象我们还是从真理着手比较能够持久，因为在我们这个真理这个里面我们人是4大假合，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我们大部分的住相都是对人那一种形象记得是最牢。那我们要了解到人他呢就是随有风土，那么也都一样要生老病死，都免不了的啦。所以我们要记得人家的好处，记得呢就是要这个点水之温涌泉以报，就是要朝这方面去努力。那我们已经呢从根源着手了，知道呢人都是假的，所有风土都会还给天地，没有人说不死的啦，大家都会死所以都呢要了解到，看得透彻一点假如说这个人家护我了，我们就不用这个去在意了。那我绝对呢不护人，不要耽误别人，这样呢那个就容易生活之中就走路已经呢那个正常的修道轨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住相呢，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对哪一个形象特别在意我们就用一点心。用一点心然后我们用很诚实的态度，然后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它呢诚实的写入记，说我对什么什么什么非常的喜欢，喜欢是在哪个地方，跟一样呢要把呢你内心的那个实际的情形全部诚实的写下来。第3天、第4天、第5天、第6天，然后经过了大概1、2个礼拜以后，你前后把它对照，一定那也不讲这个开始写的第1天的时候我对怎么样的形象非常喜欢，到第10天的时候我竟然对那个形象产生讨厌。你就会发现不会是完全一样既然不是一样，那就是有变化既然变化，我们就不要去住相，这样又是很一个很实际可以做的方式。尤其或许以前想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你对他的那个思念，对他的爱念你爱他哪个地方怎么样爱到什么程度那个用呢帕线斗99帕线斗，还是只有剩下10个帕线斗，你把它写下来，很诚实写下来，然后真的不会变的就不真，
那你一变了吼，你就这一变的这唔通吼，去迷恋，这拢假，所以各位可以试验看看。我们生活之中时常都是认为是固定式的，其实都在无常变化。这样对吗？可以做了，还有2分钟。或许还以为说还要再讲课遐久的时间都无人要问，结果你看一问了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有吗？有没有要问啊？能问真久的真紧的过去了。下课。各位点儿师、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前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讲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啊？哇，拢点点。正在努力啦所以平常呢我们都是见相的多啦，见性的少那各位要把握原则啦能够见性的话就是呢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之前我们都一直讲，对不对？那可能各位听到以后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无所见是真实的见理如来，有所见而是邪见？那我们完全来运用都是有所见，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到有所见是有能见，有能有所就是生灭变化。那没有没有那个我相若无所见没有所见就是有能见，没有能所，能所已经双泯灭了，能所都泯灭所以呈现是一体。我们跟整个大地、整个万象都是一体。这样的时候所见到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不是见到形象，是见到佛性。所以一样我们在凡尘见到万象我们都会说见相。现在有研究心理法，我们了解说已经没有对待，没有生灭，所以所见的都是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到这个时候已经快满师出塞了，满师满了学习的时间已经到达3年，我们呢以往像或学那个朝代，学师拢3年啦，3年出塞，然后4个月补塞，所以才3年4个月，那各位都已经超过2年半了，所以接近那个满师的程度都已经不远了，所以都一定要彻底的了解真理。那之前我们也有讲说心境一如不犯思维，但不慈善，积之非业，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各位还记得吗？哇，拢袂记得了心跟境就是我们的心呢跟外面的景象，心境一如，就是心跟境合在一起，不犯思维，犯那个犯，我们呢就是
没有经过呢我们头脑思维不断思维，但不慈善，心跟境连在一起不要消失掉。积之岁月，就是时间久了，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就一定我们心都会开。心开呢，就是见性。见性怎么样？对，见性成佛无疑所以见性就一定可以成佛因为这个性呢就是佛。所以我们见性的就是已经见到佛之前讲肉见眼身即是见法，肉见法即是见佛那就见到因缘所产生。我们看到呢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所产生产生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象所以还没有现之前呢它都有因缘因缘这个际会了以后肉见眼身即是见法，见到因缘所产生就看到法了。因为呢万象万法都是呢我们佛性生发了所以看到呢法就看到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成佛困不困难？很容易对不对？也不讲困难，也不讲容易它到底是容易不容易？那我们呢又回到呢这个文回来，我们讲到哪边的？52页各位找到了没有？那个52页那个难必如有人手指验安，对不对？就是讲到这边这个是五音里面的第二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五音的那个色音，那这边呢就是讲这个五音的那个受受色受想行识那释迦牟尼佛呢在别的经典里面呢都一直告诉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呢就是不要把这个五蕴蕴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五蕴这个现象我们不用这个投入凡尘来现象就没有因把我们推到凡尘的所以就已经可以离开呢这个三界不用在三界受生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一个那个色就是形象，然后形象呢我们都会住相那只要我们不住相这个烦恼都消失了没有烦恼。那么接着呢这个底下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受我们凡尘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事情面对所有形象那个感受，我们要了解呢所有的受都是这个不存在，可是我们都把感受这个当成是实实在在所以这边呢我就讲说呢我们的受就本来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四颗就是五蕴六入12处8对4颗呢就一定呢要从那个这个51页的封面上面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
说如有为名啊，一切浮尘知幻化相，当住呢出生呢，随处灭尽，幻妄相，其性呢真为妙的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12处到18界，因缘和合啊，虚妄有生。那因缘北里呢，虚妄明昧，所以生也是虚妄，昧也是虚妄，都是假的。思不能知啊，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我们呢了解到，我们的生灭去来，都是如来藏。常住妙明啊，不动周延，都是呢那个常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它是常住，妙明，这个妙啊，就是无相，能够呢生出形象，所以叫妙，明啊是光明，那妙也是不变之体，明是随也之用，所以我们佛性呢有不变之体，有随也之用。那不动，如如不动，然后周匝圆满，整个充在宇宙空间，那个妙真如性，我们的佛性。那么性呢，真常之中呢，要求以去来迷悟生死呢，了无所得，所以这个是一个纲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才讲五阴，五阴呢从这个色。然后讲到受，色受想行识，对不对？那所有的五阴六路12处18界啊，全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我们不生不灭而那个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研究到呢，第二个受，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譬如有人啊。手煮炼安，百合啊调饰，就是百害，我们的那个身体呀，这个百害，这个调饰调多呢也不多也不少，调得刚好，我们调得刚好啊，身体啊都没有病，所以这边呢，譬有人啊，手煮炼安。这个验安啊，跟那个调饰，我们了解啊，就是已经心都非常的清净，身体呢都非常的舒服，就已经呢是在最理想的那个真理那个状态之中，所以底下接着就讲忽如妄生啊，手煮炼安百害调饰呢，我们就好像忘记啊自己这个生在凡尘，就是已经没有身体的那个意思啦，身体都没有了，因为呢会非常舒服的状态，已经没有身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最理想。大部分我们在凡尘身体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这个四大不是呢有多就是有少，没有刚好调到刚好，这边呢都已经呢调到很好，然后性无伪胜，那个伪就是苦受，然后顺就是乐受。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苦受，没有乐受，那个就是已经呢舍受，把那个受舍掉了，没有，甚至于连身体都忘记了，没有身体，所以性没有违顺，就是已经在我们那个。妙真如性的状态之中，那么其人无故这一个人譬如有人的这一个人无故呢就是无端然后无端呢以两手掌以空相谋，
就是用两个手掌，我们两个手掌在空中呢，互相摩擦，所以呢，这个无故啊，就是无明啦，无端，两只手啊在空中相摩，二手掌呢就使以根，在空中相摩呢，那个就使静，有这个根，然后有静，根静啊相对。那么两手掌呢，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使两手掌相摩，就使以心跟静，我们了解之前呢，我们有讲，心静呢要一如，就是要使它呢这个相合融成一体。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两手掌呢在空中相摩，以两手之中呢妄生呢色华，在两手之中啊，我们就会啊这个产生那个色相，然后华很呢滑溜，有那个色华，有能热的诸相。当然第二个乳手啊，两只手掌一直摩擦就会热，然后停下来呢，它就冷，所以有冷热的那个诸相呈现，这个就是妄现的诸相，不真的，很快就消失的。那受因呢，当知亦如是，受因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那个受因啊，一样也是虚幻不实在。那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之中呢，我们对所有的感受呢，都把它当成真，所以啊，我们就会有趋避的一些动作，趋移自己呀。师父的那个景象之中，然后避就是避开一些不好的那一种现象之中，所以那个因就已经形成了以后啊，就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知道说受因给我们的遭遇的时候啊。它本来虚幻不实在，我们呢都把它当成实在，就是因为都把它当成实在所以才有一些行为动作，才会呢造善恶业，接受呢那个苦乐报，这个呢就是讲受因。那么佛呢就详细的那个解说说那一些不实在的那些内容，说阿难，是之幻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这个接触我们两手掌在空中相摩，那个呢都是幻处，不真实的啦，不是实相，是幻，是虚幻的，不实的，是幻处。这个幻处不是从空来，也不从掌出，空呢就使以静，那掌就使以根，不从这个空中的色尘来，也不从我们六根的手掌出，都虚幻不实在。如是阿难跟阿难讲，若空来者假如说这个幻处是从空来的话，既能触掌呢，何不触身？假如说这个接触我们两手掌相摩那个接触，假如说是从空来的话，既然能够接触到我们手掌，那何不接触到我们身体？不应虚空选择来处。那虚空
啊，他是没有出结性，他不会选择，说接触我们的手掌，不选择来接触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身体的那个周边整个都虚空，应该是比较宽广，接触比较容易。可是呢，不是这样。那么若从掌出佛又讲另外一个角度，假如说我们的接触是从我们的两手掌出来，应挥带合应该呢不是说等待我们两个手掌消磨以后才产生那个触，应该不是说带才会有。时时刻刻若从这个手掌出来的话，应该是时时刻刻都有那个接触出来。右掌出故合则掌之，离则触入。右呢从我们手掌出呢那个触的那个感觉，那合的时候我们手掌知道。两只手合的时候手掌知道。那么两手掌离开的时候那个触应该呢它会自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来。这个臂腕骨髓应意截肢。这个我们的手臂那个手腕骨髓呢应该截肢这个触那个触应该都会知道如实的踪迹进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触的那个感觉应该都会知道。那么必有决心知出之路应该有那个决心知道那个触已经进来路，已经知道出去知出之路。自有一物身中往来自然呢有一件呢物体在我们的那个身中往来。那何待呢？何之要名为触？为什么要等待两只手合起来以后才知道才叫做触。那么是故当知呢受因虚妄，本非因也，非自然性。我们的那个受因呢不是因缘所产生，也不是呢自然之性呈现就是我们那个如来藏，如来呢含藏妙真如性，也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这佛这么详讲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日用之中时时刻刻呢都是在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并不是呢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是呢我们很少这个静下心来体会这个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如来藏，都是妙真如性。各位浅显了解意思吗？或许在想这个我们以往都比较这个少接触，也很少研究了，那我们也都没有说所以听起来不容易说一下子就明白。那之前我们的金刚经没有说就这个记下来给各位听，那各位也都很容易一下子就听得明白。那最近又有北部浅显提起说这个大学中庸就是儒家思想那对我们来讲
这个接触的都比较这个容易呀，所以听起来也就很容易就懂。那或许有先请我们这边的那个文师先这个听听看，假如说适合的话，我们也准备把那个大学跟中庸就是呢一样烧录下来给我们大家听。各位有没有研究过大学中庸？大部分都了解意思吗？大概有的是了解了有的也并不是说很深入的去探讨。高学因为在北部呢，大概有5次到6次的那个佛堂有讲过，选择一个比较讲得粗浅明白的，然后烧录下来。各位要不要听？那我们大概下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就可以有了，有那个大学中庸，可以有补助我们这个在这个修持的时候能够研究。那因为楞严比较深这个需要更静的时间、更久时间来熏习。那我们掺杂那个大学中庸这样呢一边呢安尼较一听的有一边较深的有想有领悟，这样的话会这个比较能够培养我们那个兴趣，袂讲安尼听安尼拢听无，或许感觉啦听有无？这个叫做歹势啦，你都咧问把你引歹势，真的不容易了解而且里面呢，或许都讲佛是讲白话啦，讲得很白，可是我们看都是把它用很深的心来看，就变成呢那个很深的意思。它本来是很容易就能够明白的，结果我们因为心没有放轻松一看就变成不容易明白，所以就要呢这个比较多的时间来听，反复听才会了解。像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明心见性吗？那或许也是想，那个也是需要反复一再的听才会了解因为见性跟见性毕竟是同时我们看到以后各位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茶杯嘛对不对？然后看到茶杯这个叫见相。它里面呢装水给我们喝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呈现各位先生，呈现这个茶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都这做出来，我们都会这样想，对不对？所以很多我们就是了解我们生活之中的运用，那这个我们讲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花，咱的佛性生花万象万事所以我们看到了万象万事的时候见相即是见性，容不容易明白？大概又很不容易这无引就对了都也无遐单单的了解不是很容易。尤其呢，我们这个以往所有的认知里面不会说把万象万事
都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生发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接到这个观念啊，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那会安尼，那会万项拢为佛性生出来，了解吗？万象，万事呢都是佛性呢生发。我们佛性呢是真空，然后生发凡尘啊，妙有，真空妙有啊，就在生活之中整个都呈现。因为我们没有研究所以不了解说万象啊是怎么来的。那科学家因为他根据那一些这个学理跟生理那所讲的呢，跟我们研究心理心法所讲的完全都不一样，不同了。我们是讲根源，他们是讲现象。根源跟现象啊是很大的不同。各位先生，我们人从哪里来？对下子大灾问，这个问的很难回答了，对不对？这个父母亲结婚才把我们生下来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追究到根源，从头啊，这个无始以来，人类啊怎么来的？可能又会想，为星星变化来的。那星星啊怎么来的？我们一直追啊，追到根源，所以啊就叫真空。我们呢都从真空而来，真空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真空状态，它能够呢生发三河大地，能够生发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所以啊，假如说我们不研究性心法，听到这个会想说。我是现在在看卡通影片吗？就好像有点都是这个变化。不过跟那个或许讲那个《道德经》啊，那个知者不言则不知，倒是还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那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各位知道什么现象吗？不知道，大家都睡着了啦。竟然或许没有发现说大家都睡着了，只是那会咧问，大家拢不爱甲他应。3已经是睡着了，打瞌睡了，因为大家头都低着，以为在看书了，那个很像都等在看书，从上面看下去就这样，然后后面再拍 DVD 那个学姐她说大家拢困去啊，或者才了解说是睡着了难怪都不回应。所以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像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睡着了，那因为啊，那个讲的，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道的人都不说了，说的人他不知道。那或许说这么殊胜的佛法，没有把它阐释出来。很可惜呀，所以去的时候啊，就因为大家打瞌睡，睡着了，回去才习章呢。形而上位之道，形而下为器。那因为我们这边都是直接上这个基本文没有讲解所以那个讲解就在北部。北部讲解了以后我们把北部所讲的解的记下来。
那给各位听，各位有没有听？哦，那个意思真的很好，对不对？哎，把那个最就近的那个佛法，整个呢都讲，阐释出来，难怪会困去很不容易，哎，可是那个真的就是我们凡尘要追的最高最就近的那个佛法，哎，就在那个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就在那一章里面阐释，哎，所以合起来跟那个老子所讲的这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样呢，整个要修的我们追求的内容都已经呢毫无这个掩盖，毫无隐藏全部都呈现。若要修看迄段，过来看迄张，听迄张安尼就可以了。那研究呢这个《楞严经》《楞严经》是释迦牟尼佛讲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这个礼拜有记下来，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各位下课的时候就拿去听，听了我们上个礼拜所讲明心见性要怎么样明心，要怎么样见性，上个礼拜老师都有讲，因为我们都有脉络，要讲讲深的呢，之前我们会先讲那个浅部分，像说那个心静一如，我们之前呢很早之前就讲了，对不对？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岁月，而不心开呢，谓之有也。那个时候就已经呢在讲要预备我们要见性的时候用。心静一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见到什么都是见性的，是不是不容易？看到万象那就不是形象，不是看到，而是看到性，所以就融相进入性，已经入性，进入到性里面把所有的形象都融化，所以都不住相，没烦恼，都呢在佛性之中。所以我们了解说，追求这个真心佛性一定要自己有心自己有心追求的话，答案一定会呈现。而且领悟的时候一定会非常高兴充满。凡尘没有这样的这么殊胜的。所以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的时候那个菩萨就问说，这一个最高的法门可以流传多久？那佛在讲说只要有人肯信他就有办法一直流传下来。那到达都没有人肯相信都呢用这一些来这个吃饭，这样的话它就会消失了，这个上乘佛法就会消失，知道意思吗？吃饭用这个经典来吃饭知道意思吗？就是都贪以利养，不重视实修了，重视那个供养，就是供养那个诵经讲经的这一些修道者，这个时候这个经呢它大概都要消失了。
已经呢那个精髓都没有办法把它阐释出来，就要下世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大致的把如何明心，跟呢如何见性有详细说，一定呢各位要用一点心毕竟这个真的不容易的，不像呢我们之前讲《道德经》的时候大家一听起来还可以听得懂，比较呢生活化，那这个因都比较这个实以佛法里面较深的部分，要用心心不在的话就绝对这个不懂，听不懂，所以呢我们就接着讲这个五蕴里面的那个第三个，阿难，譬如有人谈说皱眉，口中呢随出，湿榻闲来，直心呢酸涩，想应当知呢亦复如是。假如我们不住相，然后对凡人的所有那个受因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受因全部都不进入我们内心那么没有受以后就没有想，没有想就没有行，没有行了以后就没有事，所以受想行识是精神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完成很不容易把这个受一切不受，我们没办法做到，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假如说我们一切全部都受，那假如说我们当一个主管所有部下呢拢来吐苦水啦，他所吐的苦水我们全部都受，全部都接受以后各位浅浅会发生什么现象因为这个北部就有这个实际的例子，他当个主管，一个坤道了当主管，部下一直来吐苦水他全盘接受，拢来听，拢来接受啦。结果没多久他这个大肠就产生癌症，大肠癌。严不严重敢若直听，所有人的讲的无好的，拢直甲接受安尼毛病就来。然后他这个受到一位道亲鼓励来听课，他只有听到一句一切不受，一个也想做嘞。他回去马上这个所有部下来吐苦水他一切不受，一切不受经过没有多久，大概2-3个月，他那个胃癌消失了，奇不奇怪？我觉得到很奇怪，讲我们要安呢？他说真的就是这样这个接受部下那个所有那个吐苦水结果身体就出状况了，然后一切不受所有来吐苦水他都这个不接受，竟然变好了。各位浅显可以试验看看。我们都很容易生病嘛，对不对？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记得一切不受，看看病会不会好。
一切都不受。这个导师实际啊，做看来就知啊，一切不受，这个我们吃五谷的啦，要说4调和啊，大概啊不太容易啊，都会这个4大不调，这个1大不调就百医并生啊，4大不调有440病，所以维摩诘他讲说我们人生病啊是正常的，不生病才奇怪。所以我们往后不是这一本讲完以后啊，要讲那个维摩诘经嘛，维摩诘就讲过，我们身体的构造啊是4大假合，水有风土，然后1大不调啊，就百医并生啊，1大不调就做701个病，那4大不调404个病，所以你看这么多的病啊我们都会患到全部呢都调和啊，所以上面那个这个百害调试啊，百合调试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调到了都拢拄好，所有风土拢袂使较济，嘛袂使较少，对不对？各位浅显，我们身体大概什么这个4大里面啊，什么大呢最容易呀？不那么容易调和。火，安尼可怜拢不是受气。迄情绪啊不稳定啦情绪不稳定，不是咧生气，唔知迄火，拢不是咧袂调和，迄火气真大，大概那水肿有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水不调和啊，这个看起来就会有那个水肿的现象产生。我们了解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凡尘的一切遭遇啊当成实在的，没有办法说一切都不受，能够呢按照真理来行持啊，一切不受，那就没有烦恼了，那也没有想，也没有行，也没有事，解脱了。可是呢，我们受有了以后啊，再接着下来，就是想，第二个想，所以这个佛啊就讲说我们那个心啊，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只有在谈说，只有谈说呢，那个皱眉，皱，就是呢触。假丑，那个眉啊不一样，我们在这个谈说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个口中水出，面真酸嘛，直直想门的时阵嘴软水就流出来啊，对不？所以这个谈说呢，皱眉啊，口中就水出。然后呢，湿炭呢，咸来，慈心呢，酸涩，敢若想去打伫迄个咸来，迄万里深坑啦，迄拨落去，一个无好势徛无好势啊，迄拨就摔死啊，然后慈心啊，骹底拢规个扭起来，有没有？所以这个想厉不厉害？想非常厉害，所以佛度众生处理生死啊，先灭妄想，想灭则生因断，灭之无想啊，则生相尽。那生因断啊，生相尽，
这个名为成佛。有简单各位姐妹，敢若把迄个妄想给灭掉就好啦。妄想灭掉，我们就不用出生在凡尘。想妄想已经灭了，这个声音就断了，会生在凡尘的原因就登去啊。然后灭到无想，声相，生在凡尘的形象就已经尽了。声音断，声相尽，就是成佛啦。有够简单或者呢，简不简单？我无人应。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头脑就是太灵活了，要全部无想大概不可能的可不可能？一定都有想，所以有想呢，我们就会在凡尘这个出生，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开头落入凡尘，怎么样落入的？对，一念无明呢，生三系就只有一念，起心动念只有一念，一念就是无明，我们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是造业啦，所以一念无明就生三系，三个很微细的已经产生了，一个呢就是业相，所以我们有这个念头要了解到，有念头是造业，就已经有业了。第二个呢就是转向，第三个呢就是现象。那这个业相、转向跟现象这三个全部都没有相，拢无。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它就已经具备业相、转向、现象。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起心动念一样都是没有形象，全部都没有。可是已经酝酿，我们已经有念头了，念头有了，业相形成。那业相既然有，就转向。转向呢，就是把本有的智光，我们智慧之光，就转成能见之见。这个时候我们的能见之见只要来见业相，看那个第一个业，造业的业，无奈这个业没有形象，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业相我们瞪目花老，就一直要看，一直要看的话呢，就结暗为色了，就结暗相变成水有风土，就现象，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黄母性子之戒说呢，这个老母把我们的先医先血收回去把我们推到凡尘来出生。其实是我们一念妄动生出念头，所以呢各位就是了解到，我们落入凡尘就是因为生发念头才落入凡尘，所以我们要回去就是把念头全部去掉，所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归本来。这样呗，有简单无？很简单都是很简单的，只怕我们不肯做。简单是很简单啦可是要做要有恒心毅力，这个不起心动念要呢时时刻刻信念我们就
这个日常之中就少一点，起心动念啊，尽量啊少一点。越少越少，少到最后，真的不起心动念了，没有念头。各位同学，没有念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很灵敏，我们的头脑很灵敏啊，记背了会千万念啊，可是都不生，拢记背的嘞，那个叫做正知正见。是佛知佛见，具备佛知佛见，可是没有起心动念，这样了解吗？到后来的阶段呢，我们知道，因为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完成的万象万事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拢知影啦。但是咱拢无起心动念，都是这个样子。灵不灵敏？很灵敏那咱平常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是很随便就这个把话就讲出来了，就讲出来了，就把能量都用完了啦，所以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拢无去啊，消失了，叫咱用掉去啊，怎么用？就是嘴巴讲话。所以各位就可以观察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讲的话重不重要？大概或许都感觉大概10句话里面有11句都没用，因为那还有一句在喉咙里面还没讲出来，那一句也没用虽然还没也没用。只要我们时常听人讲话，你就了解说你这句免讲无要紧。因为或者时常这个坐车啦时常出门坐车，只要有2个他们在聊天呢，他会强迫我们听啦。你假如说整车的人都在讲话那倒反而没事了，规车拢在讲话袂叫咱去听对无？你就拢无要紧，保持清静。那假如说只有一车有40个人，敢咱2个人咧讲话，打一声村的人拢一定强烈咧听听那声，会不会？他真的整个注意力拢叫溜去咧讲啥迄无听才袂使。所以从那一个现象里面来听，这一句可以不用收。然后再讲一句，这一句也可以不用收，所以我就感觉都免讲会使所以各位以后讲话的时候也就试验看看，这句话可不可以不收？有时候那个男女青年刚好适婚年龄的时候这才真的是无话要找话，一定要找话说了，那个时候或许是在龟山，然后从桃园坐车坐到台中，因为要去斗南讲课了，我都是坐那个最便宜的，一直换车比较便宜然后这个讲那个时候手机刚出来，蛮贵的啦，大概几秒钟就1块钱，开始从桃园一上车他就我那个身边一个男生就在讲手机，然后讲到中已经下车了，他还在讲。
我说哦，这一下子那个手机的费用，那一定不得了了，2个多小时啊，那个时候啊，1分钟我在想，最少都需要6块，最少1分钟啊要6块，2点钟啊得钱。几千块对不你看看这个可是那个等在恋爱时阵那真的是小钱啦。那钱用都没听，那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在讲话无听袂使，都伊一人尔咧伊一个人咧讲话啊，哇，真是无听袂使。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强烈感受，我讲你迄10句内底有11句拢无效，因为哪有想迄句迄完那无效。从那个时候啊，我就把它确定，讲迄哪有迄句嘛无效。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正的能够呢，这个德性啊，感人啊，他一定不是从讲话，一定是从行为啦。所以啊，我们那个第2句啊，淹没而雷声有没有？各位都记得很熟嘛第1句呢，对，知机而龙现第2句啊，淹没而雷声。第3句呢，神动而天水所以那个第2句啊，淹没而雷声，淹就是深渊啊，没就静默它很深的静默就是都不讲话，可是它都利益众生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要众生都进入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啊，那个德很大，那个德性感人啊，就好像打雷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吧，不一定说讲话呢才能够感动人，那个都不用讲话了，你自然有行为，很重视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很利益啊，众生。很利益众生，这样呢，自然啊，人家都会佩服，他会呢，这个从心里面啊感谢你，像我们那个老师做的，谢谢你，我们了解到意思以后，是不是？老师用最少的文字啊，讲最多的道理。我们在《道德经》第41篇啊 DVD 里面有讲解，谢谢你的歌词的意思，对不对？41篇是不是41篇？好，《道德经》第41篇。有1个小时又10分钟，说呢，谢谢你。因为我们这个当那个歌啊一唱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要谢谢谁啊，对不对？知不知道？咱那句话唔知要多谢什么人对不？然后呢，我们一讲解以后，原来是谢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是不是？那个整个意思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整个研会啊，整个6道轮回啊，也都出来了，所以时时都心存感激呀。然后呢，我要在活着之际啊，表达我的心意，有没有？然后感悟啊，生命这个因果牵系啊，
都是我们念的累积，没有？就是我们念头太多了，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不息，没有休息呀。所以我们要呢，使我们的那个六道轮回啊，减少的话，那我们念头一定也要减少，能够减到都没有念头啊，是不是不用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研究的时候呢，都不知道。我们的六道轮回是从我们累积心念而来，一直起心动念，一直起心动念，妄念这么多，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夜睹明心他才讲，奇哉奇哉，大地这个众生皆具备了如来智慧德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等，有没有？然后我们也一样各位贤贤，我们南部这个灰尘比较少了，所以晚上看到那个星星的机会比较多了，对不对？会记哩咱也来夜睹明星，因为可以悟道对不？然后我们夜睹明星，释迦牟尼佛看6年啦，那我们看6天，不用了，6分钟就好，看6分钟就好，然后呢，就看到整个宇宙大地都是我的真心，所以他才讲大家都赶快呢，大家都一样，6分钟可不可以看个6分钟嘛，体会一下那个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然后悟道，他悟了，就是呢。原来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就这么宽广，大家都一样，都有，所以我们就实际的体会一下夜睹明星，然后悟道。所以这个回去的时候这个写日记写的我们那个很诚实的把内心的感受写下来。所以我看6分钟的明星有啦，我有甲算，都出几粒，有看到几粒。各位同学，假如说咱若暗时看天气是伫咧甲算几粒，是见性吗？这样就没有了这样就落入见相，就不是见性。这样了解吗？这差别很小，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切实体会会来得比较深刻说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呈现就是不能落入思维，不能落入想象不能落入念头，都没有没有的时候呈现才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到那个想那个响音就是妙真如现，也就是我们呢那个如来藏。那如是作收就是呢那个皱眉丑了皱就是丑，然后呢眉模样那个在谈说呢这个丑的模样，那么不从眉身非从口入迄嘴烂水生出来，唔是为门生出来，唔是讲为嘴入目
这个以往那个带兵的那一些将军在那个沙漠打仗的时候大家拢嘛真嘴大，无水啉啦然后那个带兵的那个长官就跟他那一些部下讲，前面有那个梅树，大家赶快努力往前去摘梅子吃。那所有一些士兵呢，一想到梅，口水就生出来了，没嘴大了，所以那个是带兵的那个智慧，他能够利用心理作用，从那个想，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想那个作用很大。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故事嘛，说一个年纪大的那个欧丽桑然后呢有一个隔壁的小孩子都时常来家里会跟他呢这个打招呼，然后他有一次这个一直在找东西找不到，他以为那个小孩子他偷走了，然后呢一想那个小孩子当小偷偷他的东西一看那个小孩子的脸越看就越像小偷了，越看越像看到后来一定是他所以这个想厉不厉害？很厉害结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在这个开箱倒柜的时候又找到他的东西原来是放在这里那隔壁那个小孩子没有偷拿，没有拿。当他发现说隔壁小孩子没有偷拿他东西的时候再看到他的脸，不像呢，不像小偷，很可爱所以我们那个想真的是很厉害。这个想你把它想成小偷以后越看就越像越形成小偷。你知道了那个事情的真相，然后再来看孩子很可爱他都没有偷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现实社会里面要真正的这个实际的了解到人家有做了以后才可以收，没有做呢不能光用想象的所以这个想如是而难，若没生者没何自谈，何爱人收说如是就是这个样子，跟阿难讲说我们的口水假如是没生的话那个没生出来的，那没和自谈他自己讲他可以生出口水，何待人收？为什么要等待我们人来讲人在讲那个梅子很酸那个时候口水才会生出来那么若从口入，假如说呢这个口水是我们嘴巴进入，那么自何口闻何须待耳就是呢我们这个嘴巴来听嘴巴听到那个触听到呢那个梅子嘴巴会听话吗？所以佛这个讲经呢都很有意思的这个智和口吻，口是吃东西口不会听话所以这个听呢需要耳朵
听是耳朵啦，可是口水出来是嘴巴。这个很有意思。肉读耳闻啊，假如说只有是耳朵听到，那么此水何不啊？耳中而出，讲啊耳孔听到，嘴会流嘴沫，那会耳孔听到，嘴沫那会为耳仔流出来。所以这个佛呢就讲的让我们了解说绝对不是那个样子。那么想他贤来以收相类，我们那个思想去踩在呢那个悬崖，就是断崖那个上面，很危险，一步就会摔得这个浑身脆骨。所以这个想的跟说的一样的意思，都让我们呢产生了那个显现。那么是故当知想因虚妄，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想因是虚幻，不实在的，不是因缘所生呢，也不是呢自然这个呈现，不是，是我们呢这个虚妄显现，然后呢它本来具备在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中，也是实于想色受想，那底下呢第四个行，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行因呢当知亦如是。这个这个瀑流瀑布的流水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好像呢我们到那个海边那个波浪，那个一定呢是后浪推前浪。那个后浪它一定不会跑到前浪前面去，一定呢都是那个相随的，所以前际后际不相逾越，不会超过。那么行因呢，我们当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行因不管是时间的那行。或是我们念头的那个行都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还没有停止一直连续。那如是流性这个流性不管是时间的，不管是念头的它一直在呢这个连续性。那么不因呢空生，不因呢水有，亦非这个水性。那么非彼空水，所以这个行因呢流性不因为空产生，也不因为水有，那么也非水性，也不是呢离开空。也不是呢离开水，所以呢让我们了解说这些呢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观相都是妄，观性都是真，所以这边呢让我们了解所有的相虚幻不实在。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假如说这个行因是空产生的，则诸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无尽的虚空虚空呢无量无边无尽，成无尽流整个虚空呢都是呢行因
一直啊，在咧行。世界自然啊，既受伦理，这整个世界啊，自然呢都接受啊，这个行因啊，那个水流，就沦陷了，陷溺啊在水中。若因水有，这个行因啊，假如说是因为啊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瀑流应该啊不是水，因为水有，那瀑流就应该不是水了，有所有相，这个有就是能，能有跟所有这个形象。那么今应啊，现在，这个今应啊，就是呢，这个应该呈现啊，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若即水性啊，则澄清时啊，应非水体。假如说这个行因啊是水性的话，那么澄清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流动的时候，那么应该啊不是水体。若离空水啊，假如说离开空跟水，空非呢有外，水外啊无量，这个空呢无量无边，它应该呢没有外，空啊没有外，整个啊都虚空，无量无边都是虚空。那么水外啊无流，水才会流。那除了水以外啊，它一定啊没有流。那么是故当知啊，行因啊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行因啊，它是虚幻的，不实在的，观相啊都是假的，不是因缘所生，也是也不是呢自然之性呈现，是我们的那个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这个是实以啊，这个行因。那么底下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识。而那譬如有人，取贫且品，那个贫且就是鸟鸣，这个鸟，这个鸟啊，这个非常的漂亮，很有名，贫且，用那个鸟的那个形状，做的装水的水瓶，取贫且品，塞其两孔。这个贫且品啊，它有前后两个孔，把它呢塞住啊，满中呢这个晴空，就是里面啊，那个装空气呀，满中，然后呢这个千里呀远行，把那个空啊带到千里之外。千里永行，用享他国，要呢，去送给这个别的国家。那么是因当知啊，亦复如是。那个是认识的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也是这个虚妄不实在了，观相都是假的，观性是真的。那么底下呢就解说，而那如是虚空呢，比方来为处方路，因为他用呢，那个贫且品，用呢开水瓶啦，然后装，不是装水啦，是装空，就是如是虚空啊，为比方来。不是呢，从
另外一方呢来到这个地方，那么非处方路，现在啊把那个晒的两孔拿起来，把那空啊倒出来，所以非处方路，也不是呢，这个地方啊都一些空了，所以底下呢，又是讲解如是阿难，若比方来，假如说啊，这个虚空呢是从那个拿皮切品啊，那个原来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拿来，则本品中呢既除空去啊，以本品地啊应少虚空，因为一寡虚空底伫个皮切品啊，摕去别国。这个就减一寡虚空，别个加一寡虚空。各位先生，这个虚空啊，可不可以带去送给人？所以啊，往后你可以拿个东西啊，然后装起来，把它那个孔塞起来，然后到他那个家里地方的时候，才把那个塞住的拿起来，说我把空倒出来，送给你。这个倒是很有意思这个空，原来空是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了不用呢带来带去对不对？什么地方都有空所以佛这个讲，假如说呢这个本品中既然可以持续。可以持续一些空带到别的国家去，那么本品地它就应该会少一些虚空。各位亲人会不会少？搁较底都袂少怎么样装那个空都是一样都是在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多。也真有意思啦。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四因若此方路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把那个虚空导出来，开孔导品，应见空出。各位前人可以看到空吗？看到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他不是看到空吗？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些真的要意会所以这个空不能装在那个容器里面，容器里面本来就有了不用你装你装也装不进去你倒也不出来，它本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的空本来就是在，不用导出来，也不用装进去本来就是在我们看了本来就是有所以或者在想说我们见相跟见性又是一样见对不对？可是呢见相跟见性在心里面一不一样？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结论呢就是故当知呢是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性呈现，而是我们呢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剩下呢20分钟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吗？
刘讲师这边有加一个浅显的3个问题要给刘讲师。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止观与观照有没有一样的意思？什么观？止观与观照。什么止观？哦，止观。哦，跟什么？观照。观照。哦，观照。有没有一样的意思？哦，好。这止观哦，止就是停止，哦，停止观止观，那个是天台山哦智者大师他所发明的。那这个止观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修持方面很需要用止就是停止，那停止我们的妄念停止我们这个心的心行就是一念接一念心行让它呢能够停止，然后呢停止了以后我们来关照，关照呢这个整个我们心的一个动态，心的变化，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有一点就是呢跟我们在研究的那个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是有一点雷同，可是这个详细的去这个分析的话，它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它把那个止跟观分成两胚那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它是已经呢把前提都融入那个做起来就比较容易。那止观呢，它比较停止，然后跟观照就是分成两个先要能够停止妄念，然后呢再来关照我们心的这个动态整个变化然后再深入更深了以后止就能够包含观呢就包含止止观呢就连成一体虽然是连成一体啦，是那毕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持以后才会呈现。那观照它的那个意思是跟止观是一样观照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比较笼统止观分的比较细，然后观照比较笼统。那能够呢观照的话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肯这个关照，它呢会这个我们心思我们整个注意力它都会返回来就是会这个收回我们外放的精神所以那个关照对我们来讲帮助也很大所以修道呢就一定呢就是要做功夫了做功夫呢不是止观就是关照这个呢只要我们肯一门深入去做都会有那功效呈现对我们都帮助很大对我们修道都很有帮助。还有吗？第二个问题，万缘放下可以在2、6、10中做吗？如果可以，那么工作中怎么做？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比较要专注就是要先找这个没事的时候入手。那么入手开始做呢，就是要很专注的真正的到达万念都放下就是一念都不要有他开始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以后，慢慢我们可以讲虽然呢我们在完成这个应对万事万物，可是呢我们那个应对的时候
可以事来则应呢，然后事去则见。在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的时候啊，那个都是我们比较实以机械性的动作，不是内心那一种思索性的那一些行为。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可以虽然还不能够完全说26时中来做万年放下，可是毕竟呢已经有那一种慢慢的呈现26时中做就是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真正的可以到达万年放下，一念不生26时中全部都呈现，那个功夫啊是已经很高超，很高超的时候才能够能够呢事来则应事去则见。我们都是要先训练我们自己在生活之中呢不让呢我们生活的那一些遭遇，就是受的感受不让它进入内心就是呢我们怎么应对在凡尘的进退应对都是等于是很怎么讲机械化好像那个机器人的动作机械化，没有进入那个思想内心，这样呢才能够到达说26时中呢做万年放下。其实我们要了解到26时中的那个万年放下开始假如我们有那一种心想禅事就是要找那个休息的时候，就是找我们没有上班、没有赚钱、没有做事那一种时间才做做到非常熟悉的时候才有办法说那个整个26时中都在做。开始可以说呢没有办法，一定是非常长远了以后先由别的辅助然后做到26时中。那还有呢？还有一个问题，真人静坐与万年放下相同吗？那个真人静坐我们要了解到，真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无限本体。因为我们人都是一半真呢，一半假啦。我们人你看人子的人立人边然后二，就是一个身体，一个精神，就是佛性所以有两个，一个真一个假所以真人的话，那已经呢就是身体部分已经修持已经去除掉了，都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才可以称为真人。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真人到达真人的部分那个就不一样，跟我们凡人是不一样。我们都是真假和合啦，真人就没有假所以晚上睡觉都不会做梦那假如说我们有梦会做梦，那就不是真人然后人的呼吸有脚底就是脚走，就是我们那个脚底呼吸不用鼻孔，那我们用鼻孔那个就是假人真人的话那个呼吸可以从脚底，这个呢我们都很少听说了那我们在西元1000年以后就很少人在修这一种这个成就，大部分呢都是在西元1000年之前那个时候导致很多人这个修成真的。这样各位可以分别了吗？真人跟假
我们这个身体呀，都是假啦，真呢，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才叫这个真，所以这个真人静坐，就是已经呢都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那个才叫真人啊。那有形象这个呢，都是假的，真假和合啊。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修持方式来说啊，就是要能够呢，调试调和，我们怎么样来生活，没有说一直一定要修到那个真人的那个状态，了解吗？还有吗？没有了。还有人要问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各位老师，谢谢讲得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见因缘产生则见到现象，对不对？然后呢，可是见到这个现象却不能改变它继承的结果，那不是说很好吗？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转换心情？好，请说。这个若见衍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这个见衍生就是真正的那个见到衍生都要比较长时间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它的那个生长过程。那我们一般呢就是要了解到，若见衍生那个因缘所产生它的那个含义它是讲还没有呈现现象之前，就是一直在慢慢的那个变化之前，那已经有形象的那个已经是见相，不是见衍生的所以见衍生呢，它是没有完全都成型的，可是又已经在慢慢变化，那个才叫做见衍生。所以见到衍生就是见到法。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法，因为所有的万象跟万事，它之所以能够产生都有我们那个不生的佛性不生不灭佛性在。所以见到那个法，就是见到我们的佛性所以若见法即是见佛，就是见佛性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句它那个包含它的那个变化。假如说已经形成了因缘所聚会已经形成，那就见相。那我们要了解到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相一定呢有现，若现象一定呢背后就有那个现在。那我们有时候一些呢这个科学家他就会讲是见到那个整个已经就是呈现现象了以后他才相信。那假如说还没有呈现那个固定的形象科学家都不采纳。那我们呢研究起心法刚好不是这样说呢，假如说已经呢见到形象，那这个形象的那个背后的动力为什么会有这形象？就是佛性。那我们以往比较少探讨那个这无情之类的
因为没有情事的这一些呀、我们呢都比较不研究了。那我们要了解说无情的这一些万象，也是我们佛性所生化的。那比较讲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就是说虚空无相，不拒绝呢诸相发挥。那虚空那个虚空呢，就是代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形象要生发出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让它生发。那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生发这个现象以后跟它的那个归空毁灭时间都不长，最长都是100年。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讲，都很短暂，很短暂一生花一归空，这个只是刹那而已所以都是幻妄成相。那么性都是真伪妙觉明体，所以性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若见衍生那个衍生是还没有固定呈现固定形象之前，那个才叫见衍生。你见到那个因缘的产生，就已经见到法，就是已经见到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各位就是要了解佛性本体没有实相可是我们可以意会，就是确实存在，确实有佛性存在然后呈现的所有万象假如说没有佛性的话，它不会呈现所以只要呈现万象，它都是佛性。这样了解吗？还有吗？还有2分钟。这个各位还记得上个礼拜吗？在2分钟大家都不问了，我们就下课了，对不对？把握，还有可以问一个问题。刘老师，好，请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文字很简单但是想认识一下仙人跟仙君的差异。仙人跟仙真假的。仙人。神仙的仙吗？仙人，难道跟仙真假的真？是这个这个仙人我们就是了解，他还是属于人仙真呢比较，因为他那个人这个真跟假比较没有这个明确的交代仙人说某某仙人，他有时候是一种尊称仙人，然后仙真他呢就比较真正的是有进入到那个实相的那一个状态称呢这个仙真所以仙人因为是人所以有一点尊称的味道尊敬的称呼仙人有一点好像说我们这个是上人，上人本来是菩萨的意思可是我们人之中的人中之上就是尊称尊敬的称呼那个仙人也有那一种味道，就是尊敬的称呼仙人仙真就比较是讲实相那个没有到达程度大概不敢称仙真。那人的话就比较无所谓啦
他没有，可是你尊敬他，你把他称为仙人，那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好，我们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请大家好。不学张兆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大学跟中庸已经记到了，那个书大概呢也今天会导，那个 MP3 跟 CD 啊，都已经在两边，各位就可以拿回去听，比较容易了解，因为都是文化背景相同，大学跟中庸我们以往也都有研究过。可以说是比较适宜复习的那一种状态。那我们讲到哪边了？53六路这个是14科的第二个五音六路，这个12处18戒所以第二的六路。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在51页的背面这边有这讲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说，如有未明一切浮尘知分化想。当处呢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伪妙解明体。所以这个是它的纲要重点所在。所以我们在看4科的这个内容这个地方一定也要了解到51页的背面就是52页的左边有没有？那边呢的那个第一行的后面就阿难，如有未明一切无尘之幻化相，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还没有了解，未明就是还没有了解。那么一切浮尘、浮现在凡尘知幻化相，就是所有妄相，都是幻化。这个幻没有，然后有了，就叫幻，然后有又变没有叫幻化。那凡尘所有万象都是这样。从没有而有，从有又没有，这个幻化相。然后当处出生，就是从那个地方这个发生一点际会，然后随处灭尽，这个当处出生出生的地方有一个比较这个固定式的，然后我们会移动它。就会随处移动哪个地方就随那个地方灭尽。那幻妄称相，相就是幻跟妄都是不真。可是这个相的那个背面就是相的看不到的就是性。那么其性真伪妙解明体，就是幻妄称相，相是假的，那么性都是真的其性就是真伪妙解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底下才把这个首要的这个讲的内容就讲出来，说如是乃至五音六路。那我们五音讲过了今天开始讲六路，然后再接下去还有12处一直到18戒然后在18戒往后还有7大全部都是这个幻妄称相，那么性都是真伪妙解明体
因缘和合啊，希望有生，所以呢，那个生呢也是虚妄，就是假的。我们要了解说，凡呈现的一切都是假的，因缘和合才呈现。那因缘别离虚妄名昧，昧也是虚妄，昧也是不真，不是真的昧，生也不是真的生，都是虚妄，所以这个因缘际会，就生了，然后因缘别离就灭了，然后呢，以下释迦牟尼佛就讲说思不能知就是我们呢都知道，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所有相的生灭去来，全部所依赖呢都是如来藏，常住妙明，就是常住。因为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没有来没有去叫做常住，常住不迁。妙，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就是随缘之用。那我们了解我们佛性就是有不变之体，然后有随缘之用，不动呢周延，如如不动。我们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是常住，都不轻变的，不动，如如不动，周延周匝圆满，都呢。这个呈现在整个宇宙空间，妙真如性，很奥妙，所以我们要学所有呈现的万象，都是我们佛性这个在这个支撑。那么在性真常之中呢，求以去来，迷无生死了无所得。所以我们呢，平常都会讲。说呢，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呢，还须呢还数在，所以我们呢都是了解到呢这个真理所在，然后呢我们说契入呢今天的那个主题就是六路，六路也就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路为什么不讲六根讲六路？因为它呢不讲生假如说讲我们六根的生那个就会用根不是用路。那现在呢就是要进入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讲这个六路都是呢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这个第二个第一个五蕴，第二个六路，都是如来藏。我们呢都如来，那如来含藏万象万事，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佛性非常的奥妙，它含藏整个三个大地，含藏呢整个所有万象万事。所以叫如来藏，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所有的没有，凡很没有的都可以生花，所以叫妙，很奥妙。都呢从无然后生有了，从有又会归于无，所以很奥妙妙。真如，我们了解就是实相，真如实相，我们的佛性，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我们呢，一般都没有深入的这个研究，佛呢，在这个楞严经就讲得很详细，因为我们以往都少研究所以这个一接触了以后比较生涩，比较呢。没有说一听呢就懂了，可是只要我们肯用心一定呢都会了解，都会知道，都会呢这个恍然大悟那个时候就会很高兴。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
说阿难，即彼呀，目睛，目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呐，目睛呢就是眼睛，瞪花老者啊，皆目已老啊，同是菩提呀，瞪花老相，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呀，目睛啊，我们眼睛，这个讲这个目睛呢就来讲这个我们这个智慧，有智慧啊，就始于目睛，然后呢瞪啊就是一念无明啊，这个瞪呢瞪花呢，这个老者瞪，就是一念无明。我们呢一念无明了以后啊，就已经呢会发现凡尘的一些虚幻不实在的事，瞪花，一瞪了呢就花这个老，就花老者，所以我们就会呢看到这个虚空华，所以我们了解虚空之中都没有花了，可是我们瞪目花老瞪目就是眼睛都不眨眼，他就会看到空中呢这个有东西在，每一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它也是我们这个已经不是呢这个清明眼看到了清明空。那假如说呢清明眼到清明空，那个就已经呢都是活菩萨。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到达呢清明眼看的都是清明空。那一定呢就是要经过我们研究，经过我们修持才有办法呢真的是清明眼所看清明空。所以这个虚空无相，虚空没有形象了，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相在虚空生发，虚空都不会拒绝，都让它呢这个生发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虚空呢就是佛性，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的佛性是始于真空。那真空可以生发万象，他说万象都从我们佛性的真空生发，所以都是妙有，所以真空妙有。那我们没有研究像社会人士的话看到这个空间就是完空。那完空呢，空间没有东西在。那我们有研究这个空间不空，空间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各位了解吗？我们这个空间有这个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那个佛性非常宽广所以会讲说尽虚空遍法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在。那没有研究的话呢，不知道说我们佛性呢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知道了，不知道就不相信不知道有，像我们呢这个了解到说这个虚空间我们会讲那个四大。楞严经是讲七大，可是我们比较了解就是随有风土，随有风土呢，把它讲大，大呢就是充塞呢整个宇宙虚空，那水火风土它全部充塞整个这个虚空，所以虚空之间是不空，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研究那个心经，心经里面它就有讲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刚开始的讲舍利子，那个色啊就是身体，粒子啊就精神，舍利子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跟我们的精神，所以那个色，舍利子的色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色形象，然后粒子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心经》开头的那个舍利子，舍利子的意思啊，包含蛮多啦。像呢这个在凡尘啊，这个精气没有消耗，归空了以后啊，突皮呢就是火烧啦，火烧以后啊会有舍利子，各位有看过吗？有没有看过舍利子？在哪边看的？电视也有播放过那假如说各位有到那个日月潭啊，日月潭不是有一个庙吗？那个有放那个唐三藏的舍利子，那假如说有机缘的话有那个天母呢有一个那个叫吕云鹏，他以前呢都那个图书馆，他也有那个杂志有大概是1个月出刊一次，他家里就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那个广清老和尚也有舍利子，而且或许有讲过嘛他在台北那一些徒弟就交代要下南部，因为广清老和尚在南部归空，在南部这个火烧就是土皮，然后这个北部一些以往跟广清老和尚修持的就希望能够拿到广清老和尚的舍利子。那么有下来的这个承天禅寺的那一些弟子要拿那个广清老和尚烧了以后的舍利子，可是都被南部这一些弟子都拿光，拢摕了拢无然后呢剩下那个烧下来的那个骨灰骨头糊啦骨灰，然后那个北部下来的这个他的徒弟就想那回去怎么交代？很多人叫他拿，他就这个用这个容器装骨头糊骨灰就拿回去了。拿回去呢到台北土城那个承天禅寺那一些没有下来南部的人就问说你拿几颗回来那个下来的人说还有拿几颗，他自己本身1颗也没有这个全部都是骨灰啦没有那个拿到南部的广清老和尚的那个舍利子因为他的徒弟太多了南部都分不够还有法度分到北部那个土城那个承天禅寺就问说那你拿什么回来他说骨灰骨头糊啦然后我们也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了骨头糊到底生做啥款，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拿出来看看，结果他把那个容器一打开各位了解吗？所有的骨灰那一些容器所装的竟然都是舍利子，都是舍利子神不神奇这个叫做精诚所至就是要的人都很诚心所以
有几个人要就几颗了，而且那个舍利子啊都会长大，你供养它它会长大，而且跟那个修持有关系呀，这个修持好啊，它的那个舍利子啊长大会越清明，那假如说呢自己啊比较不在乎，没有在心性做功夫啊，然后那个舍利子啊会比较浊，色彩啊就没有那么清明，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舍利子啊，用在这方面的话，它只有是我们这个凡尘啊没有消耗精气神所留下来的那个证据。所以啊，我们这个假如说各位都还有记忆的话，不是有一只狗啊，然后已经死掉也把它火化，火化了以后啊，一样也有舍利子。各位有看到这个报道吗？有没有？因为那一只狗也是清修，就是没有消耗它的精气神，所以一火烧了以后啊，一有舍利子，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舍利子啊，就是我们在凡尘就是身体的那个精气神没有消耗。一过世了以后啊，去火烧，它就有了。那在那个我们讲舍利子的含义之中，心经就讲到2个舍利子，第一个在前面，第二个在后面。说舍利子是知法空相，那个是后面的，而前面那个舍利子啊，色不异空不异色啊，那个在讲。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精神，然后后面那个舍利子是知法空相，就是来讲佛性，知法空相就是知法的真空实相，知法的真空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啦。所以2个地方的舍利子啊，它的用法都不同。那我们一般呢，心经因为只有260个字啦，要呢默念呢很快，各位会默念吗？很短嘛，然后我们又有一个感觉，依足切呢，就是意识啊不会很深，是不是这样？那或许因为了解到它的那个来源。那个我们要了解心经就是般若的精华。那般若释迦牟尼在凡尘啊讲22年啊是最久，讲最久啊就是般若，般若就是妙智慧啊，所以那个心经啊，既然是般若的精华，当然最好的、最深的。可是我们都感觉啊，一种欠，上简单，可是呢，各位就是要这样，它不是很粗浅，是很深的，很深。那假如说我们感觉到它很浅的话，就不会深入去研究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得到了利益就不懂。那假如说我们深入研究的话，会了解到整个般若，就是整个妙智慧的那个来源，就会呢得到很深的启发，所以假如说有机会的话呢，各位就要多研究心经，它呢对我们帮助很大，也很短呐。虽然很短，意思啊包含很多，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啊，有一些事啊，我们的认知啊都不正确，认知
认识啊知道，我们的认识知道呢不确所以我们就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轮转不息。那假如说我们的认知啊都已经能够呢目睛不要瞪一瞪花老子，那个叫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啊就会生三系。或许最时常讲，对不对？然后境界为眼啊，长六出这个灯木啊花老，那个呢就是一念无明一念这个念啊起心动念所以因为啊起心动念啊就叫业那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大圣起心论大圣起心论就有讲说不觉故心动，不觉就是我们佛性发出不觉，那一不觉就是一念妄动那么一念妄动说明为业就是业已经呢我们业因形成。那既然我们业因已经形成，就转有了智光，然后变成能见之见。那既有能见就要守见，有能守就是显现境界相所以业相、转相跟现象叫做三系，三个很微细有没有比较熟悉的？刚听到会说一念无明生三系会比较不了解他是讲什么意思那我们听久了也都会详细解说，就了解说原来我们落入凡尘就是因为一念无明然后业因形成，然后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业那个叫做能见见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那本有的智光没有能守了，可是我们能见之见就有能守了有能见就有守见就变成现象。所以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三个都是没有形象，都没有只是酝酿在我们呢这个兴奋之中酝酿然后呢才产生山河大地。所以山河大地从我们一念妄念而来各位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一念竟然这么厉害，可以生发山河大地形成万象万事，整个都有了。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都有了。那既然形象都形成，我们众生就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就境界无眼，然后就长六出六个比较粗的容易知道的那个内容各位都还记得呢里面六出的内容吗？一个呢就是住相智慧的智就是能够认识万物的那个表面智相。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相。第三个呢执取相，执着跟取舍取取舍那个取执取相。然后呢第四个记名之相第五个就是取业相第六个乐系苦相被业绑住了，然后受苦了就是境界为眼长六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根源起头开头
所以因为呢这边有讲灯花老兼木已老啊，同是菩提灯花老相那个菩提啊，我们那个决心，我们的决心啊就是菩提。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决心之中啊，有这个灯木花老，有灯木啊，就是有那个无明，那个无明不觉呀，我们就是要知道，各位浅显，无明从哪里来？从佛性而来。无明没有因呐，无明无因，没有因，无明的那个动力啊，是从我们的佛性，所以无明之相啊，不离觉性，不离开呢我们的佛性啊，它呢不可坏，非不可坏啊，所以有边我们假如说认知的不够啊。那个我们就会这个依无明然后呢落入我们行为，那依行为啊就造了业，依业各受报，就接受果报。我们就在凡尘没有努力研究心理心法。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研究心理心法，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无明跟佛性呢，就好像那个佛曾经做比喻啦，说好像大海水，那大海水阴风有波浪，是不是阴风有波浪？所以那个风向跟水向不相舍离，而水不是呢动性。各位听见水啊是不是动性？水啊会不会动？会啊。水的本身它不会动那阴风啊骤灭因为风一吹了，水啊就会动所以风向跟水向它不相舍离都呢在一起那只要那个风啊灭了，停止了，没有风了，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动向就已经全部不见了见没有了所以呢了解说无明就是风然后我们那个心动向就是因为无明的风而来无明已经消失了，我们心就恢复到清净所以只要在认知方面去掉无明不觉就是无明了我们都时时刻刻觉保持那个觉能够保持觉只要时间久我们就变成一个觉者，觉者就是佛啦，佛就是觉者。那我们众生就是不觉因为不觉会造业，因为造业会受苦就这样恶性循环绵延不绝，没有休息所以我们了解说兼木已老同是菩提灯花老相这个木跟老木是使以清净老呢是使以这个念无明所以两个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就是不好的都是呢这个是灯花老相。那么因以明暗两种光尘明光明暗黑暗因为有光明黑暗两种妄尘这个凡尘不真妄尘明暗呢都是凡尘的景象这个
白天啊，就是光明；晚上啊，就是黑暗，明暗这两种妄尘。那么花见啊，居中，就是啊，我们呢发现我们那个见性见经啊，居中，居呢在这种的光明啊跟黑暗之中。那么虚实成相，那个凡尘的那个景象啊，就是呢虚静了，所以我们呢就能够啊明来见明，暗来见暗，这个呢就是啊虚实成相，那么名为见性，这个名称啊就叫做见性。所以这个时候的见性啊，各位浅显，就是我们那个眼根本身的那个见的智，不是佛性本体的见性啊。所以文字啊是一样，里面的内容啊不同。这个是在讲我们那个六根自体的它的呢那个自性。不是佛性本体呀，有了解不？所以不了解楞严经深的地方呢，就是这样。文字有时候看起来都像，可是它意思却都不一样。这样才不容易研究透彻。因为看起来的字啊没有差别，可是意思啊就有差别。我们看到见性啊，我们有一天不是有特地讲明心见性吗？有没有？因为啊，我们平常都是见相嘛，那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啊，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啊，积之岁月而不心开啊，谓之有也。到心静一如的时候啊，心跟已经合成一体了，是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所见的就不是相，而是性，所以见性。那各位当时呢也都能够了解，我们见到什么相都是见性，因为啊有性啊才能够现象，所以见相就是见性。可是啊，一经过1-2个礼拜以后啊，那个见性都不见了，都是见相比较明显，是不是这样？因为要我们心啊能够清醒啊，真的还不容易啊，要呢这个很努力的来这个回光返照。才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啊，都有觉，有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佛性都呈现。那佛性呈现啊，心静一如啊，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研究啊，要心静一如啊，简不简单？就很不简单啦。心是心呐，静是静，都变成两胚呀，所以啊不容易啊，它呢合成一体，所以我们了解这边啦，那见性啊，就是眼睛的本体的那个自性，不是我们佛性的那个本体。那么此见啊，离彼明暗二尘啊，毕竟啊无体，就是我们眼这个本体呀。离开那个光明呢跟黑暗两个啊完成的景象它呢毕竟啊无体离开明离开暗我们那个眼睛啊就没有办法了解了就已经这个光明与黑暗就没办法了解。那么如是暗就是这个样子。当知是见呐，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眼睛的本体的见性啊，非明暗来，不是呢从明暗来，
那么非以啊根出，不是呢从眼根出来。那么不以啊空生，也不是呢空中呢生发出来。所以用三个角度来讲，一个呢明暗，一个根一个空三个。那么底下呢就讲解回顾为什么呢？肉头明来啊，暗即随灭。假如说我们那个眼睛的见性呐从光明来的话，那么黑暗呢就随灭了因为从光明来只能够见到光明，不能够呢这个见到黑暗，所以时候我们那个眼根的见性就灭了。那么应灰见暗因为是从光明来应该呢不是能够见到呢黑暗。若从暗来，假如说呢是从黑暗而来，明即随灭因为呢从跟随黑暗来的光明的时候我们那个眼睛的那个见性就灭了。那应无见明应该呢没有办法见到光明这个呢是讲这个明暗。那么底下呢就讲呢若从根生，是从我们眼根而生。那么必无明暗从我们的眼根产生的话，就必就是一定一定呢没有光明跟黑暗。那么如是见精是眼根的那个见性本无自性眼根的见性它本来就没有自性。可是我们现在都训练不但是眼根耳鼻子嘴巴身体跟意念，我们都让它主宰我们这个言行动作都从六根来主宰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把这个六根能够让它呢退位请佛性本体出来主宰对不对？可是我们六根当家已经很久都已经习惯了，现在要请他退位很不容易所以他都会这个发飙所以我们不给六根当家这个真的他都会抗议那佛性呢那个修养很好只要这个六根跟他争执佛性他都会退位就是已经呢隐藏了不见了就让六根呢这个继续当家那因为这样呢我们六道的轮回就不会断绝。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修道一定呢要请六根退位不要让六根来当家，我们要佛性呢本体来当家。佛性本体当家呢不会造业，所以就不用受苦，六道轮回就断绝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可是做起来很不容易啦我们六根都这个习惯性当家那现在要他退位让给佛性本体他都呢不太愿意，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想办法先呢跟他妥协让一半前并给佛性本体，那一半呢还自己当家了只要时间经过久一点的话我们六根呢慢慢它就会真的就退位了就不当家了。那只要我们佛性本体当家呢，我们都不会造业
就不用受苦，六道轮回啊就断绝了。所以这边啊讲，假如呢，这个见性啊，是从我们眼根生出来的话，一定呢不要有光明跟黑暗。那么如是的见性呢，它本来就没有自性，没有本体，这个从根的讲的呢就比较少。那么底下就讲肉以空出啊，从空中呢这个生出来我们那个见性。那么前足存相，就是眼前我们看到凡尘的景象，眼前前足成相。那么归呢当呢见根，就是从空出的，然后要归到我们身体眼根回来，归呢就会见到这个眼根，归当见根。又空呢自观何观汝入？假如说是空出来的，那空自观自己去观察观测，跟我们的六路没有关系。那么是故当知就是要智慧来知道眼路虚妄，进入我们那个眼根的那个凡尘的景象，眼路全部呢都虚妄不实在，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呢不是因缘，是因缘所产生也不是自然呈现的，所以呢这个六路的第一个就是眼根。那我们呢这个翻过来有小字的这个解说，前因众生离眼心，就是前面所研究的众生已经呢离开呢那个眼心，眼心呢就是识心我们认识的心，认识的心就是眼心，然后呢不见真心，然后释迦牟尼佛乃就根中指性，在我们六根之中呢指点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令示真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各位都认识真心了没有？怎么认识的？对，就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是认识真心的最好的方法，最快又最方便，就是万念放下。万念呢，各位就要了解到，都是妄，不真妄尽真才会显。所以万眼一放下，真心就呈现。所以佛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那么今已领悟真性，现在已经领悟了我们的真心佛性。那上执六根，假如说我们还执着的六根别有体相，就是六根呢，它另外有它的本体，它的形象，未融一性还没有把六根融成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更令悉知六路无自体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用这个讲解就是六路，我们的六根呢进入六尘，那个六根没有自体没有自相，没有自体相，所以我们了解它都是呢
借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呀，然后发挥，然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也借着六根呈现我们那个真心的状态。所以击破其离尘无体，就是把那个离尘无体之妄的那个六路都全部破除击破。那么虽说见性乃根中即止之自体，所以在讲这个见性是我们眼根之中已经局限眼根的那个执着，执着眼睛的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眼睛是借我们佛性用的，它没有本体。那假如我们已经把眼睛已经执着有本体的话，那一定都是六道轮回了，因为已经离开真理，归离言扩周之见性。所以我们之前各位假如说有看那个如是我闻，有没有看？我们那个时候有讲这个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个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就是扩周之见性。所以我们这边的文字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它的意思。扩就是整个我们佛性的活动空间，已经离开眼根了，就是离身了，脱根脱尘离身离境，有印象吗？假如说要更详细的话，我们回去就可以把如是我闻又拿来看，里面就有详细说，那我们会了解比较透彻，了解透彻以后那个进入真理，进入佛性本体都越容易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小的解说是让我们更深入了解。那么前面显四性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而此破相这个就是破除这个这个形象，更深究之更要深深的来研究了解。那么此是破相一欲假离相即妙真如性耳。破相就是离相，只要离相就是妙真如性。所以我们那个眼根眼根我们认为它有这个见性的话，那就是眼根的自体。那么这个就已经住在眼根这个形象。那假如说我们已经破除眼根的这个形象，就已经离开眼根了。那么离开眼根就变成妙真如性。那个眼根的见性就变了妙真如性。这样了解意思吗？假如说这个心不在这边，没有努力的听一定会转迷糊，拢夹做去全不知道讲什么内容的所以这个都很微细因为它变化各位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了望其真
问题都是出在这里。妄啊，我们透彻了解它会变成真啊，这样了解吗？我就知影无法度回答，都无了解啊妄怎么会变成真？就是妄啊所以讲是认知的问题，认识啊跟到，那怎么妄会变真呢？因为啊，我们要了解啊，有性啊必现象，知道吗？有性，我们有性啊，一定会现象。那现象各位同学，万象啊，现啊，都是佛性。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开始就是要先认识相，由何而来，怎么来的，然后相如何变化，全部呢都要了解，所以开头就是要先破相，先离相，我们讲说，离相明佛，有没有？离开相就没有烦恼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离相就是佛。可是我们后来这个地方呢，竟然就是要融相，把相整个融化，然后入性，融相，融化形象，进入佛性，这样会吗？又全部都正在酝酿，都等着想，所以不容易啊，也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啊，不能就讲这个所有的形象啊都是真心佛性那样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容易啊，破相跟离相。没有破相离相呢，到后来就没有办法了忘即真，了解透彻了解忘。那所有的忘，因为忘都没有这个本体，它没有自体呀，那它所依赖的都是觉性，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既然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已经把妄所有的妄都归入真的范围，所以了妄就即真。这样有没有了解的所以当时呢，或许那个时候就讲说我们假如说对一个古董，古董很贵那个一个花瓶普通的花瓶，就要10万块。那我们一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价值，没那个价值，没有那个价值。可是我们深入的研究它的年代已经经过有2000年。那剩下在凡尘就只有唯一一只存一支尔，花瓶存一支，所以一支要卖10万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它当时在烧的时候的那一些过程，以及在花瓶外面所那个绘画绘出来细细的观察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有那个价值，就是10000块一支花瓶。或许是在讲那个陈前人陈大姑，他的佛堂里面一只花瓶那一只那一只花瓶竟然有10万块。然后我们了解到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很喜欢那一只花瓶。
各位前人很喜欢呐、是不是心？那请问啊，什么心？欢喜心，很忘心。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心啊，就是事心，认识的心呐、因为它的那个价值啊，为什么会形成那么有价值？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已经很久，而且又在凡尘只有剩下那一只。你要找一对，要搁再找一个同款的拢无。那只要再找一只的话，它价就可以降低呀。那唯一的话，那越久的话，价格会越高。结果啊，各位先生，有一天呐，那个三才，三才在擦拭的时候啊，这个不小心把它弄破了，这一下子哇，那三个三才脸色大变，这下去啊，这个10万的呢，又没有第二只怎么去找都找不回来，赶快去买那个圣煎呐，圣煎知道吗？快干呐，快干圣煎都干，去买足侪圣煎回来念啊，安尼为道破为道念，安尼念到因为不能有痕迹啦，有痕迹来记得就拢无去啊。既然拢甲念甲无快讲弄破。那各位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已经有弄破了，对不对？这个说要我们去买，我们愿不愿意？就不愿意了，对不对？虽然有那么大的价值啊，有那么难得，凡尘只有一只啊，可是已经丧失它真正的价值了，破去啊嘛，咱知影拢买啊。那请问我们还没有知道它呢，有破的之前，那个心啊，很喜欢的心啊，跑去哪里？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那认识啊，我们认识就是很重要，所以啊，已经知道他打破了啊，无爱啊，无爱啊，赏我嘛无爱，不要说他这个一只10万啊，赏我嘛无爱，就再怎么去想去看都知道它已经破了所以虽然外看不出来，毕竟它已经真的是已经打破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认识的心整个都起变化所以叫做这个我们那个自心无体。世心也就叫妄心啦，妄心没有体啦，不像我们真心你用它它在，你不用它它也在，它全部都不会变化。可是我们的世心变化就很大，非常大，所以世心无体，它没有体性，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那我们了解因为世心无体，依赖就是依赖我们心，所以到达后来所有我们认识的心全部都依赖我们觉性，都是依赖佛性，所以叫做看到我们凡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叫见性。见到我们佛性所以不容易的转折地方就在那个要把相变成性，
那把相把那个凡德所有形象都变成佛性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到所有的万象都从佛性真空所生发，为咱的佛性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佛性它所生发万象都是从佛性生发既然呢都是佛性生发，我们看到万象是不是看到佛性？所以叫做见性，见到佛性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的？跟那一天我们有讲明心见性把它融合起来就是了解到说原来我们见性就是已经不住相，已经了解到真理，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真空能够生出妙有那既然万象都是我们真空佛性所生发，那我们看到万象就是看到佛性，所以叫见性。那假如说我们有了解不知道这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形象一定是住相，那住相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讲见性了，就讲见相。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见相多呢还是见性多？都见到形象所以是见相多因为不研究的话就不知道说万象都是我们佛性真空所生发不知道呢这样的话再怎么转怎么融相都进不了佛性都会在内心里面排斥它不承认它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破相了以后就能离相，能够离相了以后就进入妙真如性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你有较了解不？所以呢我们这个了解说楞严经佛是详细的说从开头我们呢都能够离相都能够破相，然后后来都把所有的相都融了融化了融成一体了，然后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融相然后入性，会懂了吗？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尽量都勉励自己因为凡尘相都是假的性都是真的所以幻化相，性真为妙解明体相都是假，性都是真那我们要认真呢还是要认假？我们都要认真从小时候开始大人呢都一直教小孩子你要认真要认真，其实大人都认假了可是教小孩子都认真。那我们从那个小孩子开始各位浅显，我们从小孩子开始是认真的还是认假？我们一样也都是认假啦没有研究性理心法，那个真真不来没办法真，都是假所以这边呢我们讲这个四科的时候五蕴六路，现在讲到六路的第二个就是耳朵。那譬如有人以两手指局塞其耳耳根牢固头中奏声，尖耳语劳同是菩提，灯花劳相。
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譬如有人以两手指用我们两手指，然后急塞取耳，把耳朵呢这个塞住了，有没有试验过？我们把两个手指塞在耳朵，塞久一点会怎么样？会耳根老疲劳，耳根疲劳，然后耳根疲劳呢，头中骤声就会那个头中的骤声。那么尖耳语劳就是我们的耳根以及那灯花劳相，那个劳，就是这个不觉，就是无明，那个灯花劳相就是无明，就是不觉。所以呢两个呢都是我们那个菩提灯花劳相，就是觉心里面的那个不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灯花劳相跟那个菩提就变成两边就是一个是属于见，一个呢就是属于相，见跟相变成两分两边所以呢就了解说菩提属于善的一边，然后灯花劳相是属于那个无明属于那个不好的一边。那么因理动静二尘两种妄想花纹居中。动就是有声音，然后静就是没有声音。两种呢妄尘凡尘呢这个呈现的现象有声音跟没有声音。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大音叫虚声，是呢这在《道德经》里面老子所讲大音虚声，了解意思吗？这个听过那么久了一定都全部忘光的就是最大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了解这个意思吗？凡尘最大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所以大音希声那么这种动静两种，动呢有声音静没有声音这两种妄尘凡尘不真的不实在的所以这个动静是两种不实在的那个声音妄尘。真正呢有进入我们佛性就是大音希声，也就是没有声音全部都没有声音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声音。真正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有声音都叫妄，因为它会变化。各位想一想，有声音会不会变化？绝对变化，对不对？所以称为妄妄真的不变化不变化才成真所以那个实相就是不假才可以成实。那实相真如这个呢全部都不会变化全部呢都跟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相关联所以只要进入我们佛性呢，我们都称它为实相，或是呢称它为真如，或是呢
称为一真法界。这个呢都是在讲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了解到这边呢，都是这个因缘呢，这个和希望有生，然后因缘别离希望有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与动静两种妄尘，然后花纹居中，就是呢这个呢发现我们那个耳朵的听闻居在这个有声音跟没有声音的里面，花纹居中。那么吸此成相，就是呢吸收这个有声音没有声音完成的景象，名称叫做听闻性。那个听闻性就是我们耳朵的作用，听闻性，它也是呢耳朵的自性，听闻性。那么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就是这个听闻性耳朵的听闻性，离开彼，就是呢动静二尘。动呢有声音，静没有声音，是两种凡尘的景象。毕竟无体，就已经呢没有它的自体。如是阿难，就是跟阿难讲，就是这样。当知呢是闻非动静来，就是我们耳朵的听闻性不是呢从动静来。非以根出，不以空生，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耳朵的听闻性，不是呢动静来，动有声音，静没有声音，听闻性不是从有声音没有声音来，也不是呢从耳根出来，它不以空生，也不是呢空中产生，那底下就解说原因，说何以故？为什么呢？若从静来，假如说从静，就是没有声音，那么动即随灭，因为听闻性是从静来，那有动的时候那个听闻性就灭了。应非稳动，应该没有听到呢那个动，就是听到有声音。那么底下呢反过来，若从动来，是从呢有声音来，静即随灭。因为听闻性随着声音来，静的时候就已经灭了。应无觉性，应该没有听到那个静悄悄的，没有了解到呢这个静悄悄的。那么若从根生，假如说是从耳根呢，这个产生听闻性，必无动静就是一定，必就是一定，必无一定没有动静，没有那个声音跟静悄悄，如是闻体本无自性，就是我们那个听闻性的自体它本来就没有它的自性，它都依赖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么若于空出，假如说是从空出来，有闻成性，就是我们那个耳朵的有闻了才会成性。那么即非虚空，就不是虚空，有闻成性就不是虚空。又空自闻，空假如说自己在听闻，
那么合观呢，乳入，那么跟你的耳朵进入啊，那个深层的那个境界啊，没有关系。那么是故当知啊，耳入啊虚妄，本非因缘呐，非自然性。这个耳入，就是耳朵然后呢进入啊，那个声闻，这个声音，那个境界面，它本来就虚妄，不实在，本非因缘，不是因缘呢，所产生，非自然性啊，不是自然，这个呈现的那个自性，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那个耳根，眼耳鼻，底下呢这个第三个那个鼻子啦，阿难譬如有人急需啊取鼻，就是直直安尼甲竖入来，甲开竖入来，续啊取鼻，然后呢续久成牢，你若直直鼻甲竖入来，所以鼻中啊闻有冷处，因为进来的都是冷，然后呢呼出去啊都是热，那个胃鼻腔出来烧烧啦，输入来拢外口的迄冷的空气，所以就有那个冷处，接触到那个冷空气，那么因处啊分别，因为啊有接触啊，才能够分别通塞呢，虚实，通呢，就是这个虚，塞就是实，能够呢，分别，能够了解啊，通塞虚实，就是我们那个鼻子啊有没有鼻塞，通塞虚实啊，因为我们接触外面的空气啊，能够了解，如是乃至啊，知香臭气，一直啊到知香臭气啊，都是呢跟这个吸收空气一样，兼鼻于老，同是菩提呢灯花老相，兼我们的鼻根，以及呢灯木花老，就是跟那个不觉，所以啊我们了解呢这个同是这个菩提灯花老相，一个就是觉菩提，一个灯花老相啊就是一念无明，所以啊这个觉跟不觉合在一起。那么因于通塞两种妄尘，通我们那个鼻根啊有通，或是呢这个鼻子不通，有鼻塞感冒了鼻塞塞，通塞这两种妄尘啊，因为都会变化，完成的景象都会变化，所以称为妄尘。那么花纹啊居中，我们那个鼻子那个纹，在咧鼻旁鼻槽，鼻空气无味，那个纹啊，居中。那么吸持成像，这个呢，把那个完整的景象啊，吸进来，了解啊，它是什么味道，是香呢，是臭，是啊，没有味道的味道，吸持成像，名叫做呢嗅闻性，这个名称呢，就是嗅闻性，我们彼此的嗅闻性。那么此闻离彼通塞二尘啊，毕竟无体。我们那个嗅闻性啊，离开通塞二尘，
就毕竟啊无体，就没有了，全部啊，都是空。那么当知是闻，我们呢就是要知道这个修闻性啊，非空塞来，非于根出，不以空生，就是这个我们修闻性啊，不是通塞来，也不是呢从我们鼻根出来，也不是呢从空中产生，何以故？若从空来塞则闻昧，从空来的话呢，塞的时候啊，那个修闻性啊，就灭了。那么允何诸塞？为什么呢？会知道这个塞。如因上游通则无闻，假如说因为那个修闻性啊是塞的时候有，那通呢就没有修闻性。那么允何花明啊香臭等处，怎么样来发现明了香臭这一些接触接触到呢这个香臭。若从根生，假如说呢是从鼻根产生，必无通塞，一定呢不要呢有通塞。那么如是就闻机闻机本无自性，本来呢就没有自性。那么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呢为嗅如彼，这个嗅闻性呢，就是回过头来嗅闻来闻我们自己的那个鼻子。那么空自有闻，何关汝入？空自己它有闻的话，那么观你的那个六路里面的鼻子、鼻路香臭气有什么关系？已经呢无关了。那么是故当知鼻路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要了解到鼻路鼻子进入嗅闻性都是虚妄不实在的，它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这个呈现的那个佛性。我们呢这个讲眼耳鼻三个了，那剩下还有半个钟头。各位浅显要提问问题吗？还是要再讲？因为这一些四科五阴六路12至18界，全部相望性真。那所有我们研究的这一些内容它都是在讲相形象都虚妄不实在。可是那个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现。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原则。我们看到的那一些文字都是告诉我们这个形象是假的，但是佛性是真的。所以要记得每一科的一个前端一定要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然后每一颗后面呢要加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样就会掌握原则，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遇到的所有一切这一些现象都虚幻不实在。
可是呢，虚幻不实在的背后啊，都是如来藏，都是妙真如性。是这样的那个认知的话，那我们研究的那个方向就不会偏差，就是会正确的去了解到它讲什么内容。要问吗？好，后面先。好，请说。讲到离相、多相跟融相，那这个道似乎又跟见山是相对的，见山又出来，好像又有一个相关的，就是有两个法是这样子，所以是它后空性还是相关的。好，请说。对啊，我们呢以往都时常听到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个是刚开始入手修持的时候，然后呢努力的就变成了见山不是山，然后见水不是水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到达第三个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文字都没有变化，那变化就是心境第一个呢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就是整个我们注意力心神都在现象就像我们现在到处去观光去看景象都被景象吸引，所以那个时候见山呢是山，见水是水就是全部都在相的上面。那个第二个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因为已经进入修道的路途。那么修道的路途我们了解说一切都是假象，什么都是假，都不真。那所以见山的时候那个不是山，为什么都是因缘际会所呈现的啦都会变化所以它不是呢固定是山那见水也一样这个水到低层也都是会变化，所以也不是固定是水，所以见山就不是山，见水也不是水。那个时候很努力在修道就是要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佛性本体里面就没有这一些万象，所以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啦那个已经了解那个真理的那个状态。那么到第三个阶段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所以这个时候就跟第一个阶段那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精神外放，全部都在形象上面那个已经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因为回到那个最后的时候原来这个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可是毕竟不是呢在那个形象的表面，而是已经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花，生花山，生花水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就是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实以见性的部分所以第一个是见相，第二个呢正在修持，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见性见相跟见性毕竟差别很大然后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都是先后相，先离相，然后呢到后来的时候都呢这个了妄即真，了解所有的妄那不真的不实在的都是从佛性出来所以了妄就全部都是真有性必现相
所以相的里面啊，一定有佛性在，没有佛性在啊，相就不会存在了，就是竹尾一样，那些啊，树，或是花，或是所有，这个啊，万象，假如说没有佛性的话，那它呢，就会啊，这个啊，不存在凡尘。就一样消失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是永远啊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那所有万象啊，万事都是变化无常虽然我们看到都呢还算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在佛性本体来讲它都是很短暂。都是刹那之间，我们了解说形象的存在啊，能够100年呐，就已经很不错。可是100年在我们佛性来讲，都是啊，非常的短暂，刹那，我们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所以啊，要了解说进入佛性那个才叫永远，那在形象都是短暂的，所以你问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实际的，这样了解吗？好，请说。我想思考，或许有2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诸法因缘但是我们看这些古义就最后看佛跟我们说本非自然性那这里的话那怎么样一个道理上的区别那第2个问题，有老师曾经说过，若是见缘生即是见，若是见法即是见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道理应用在这些56个为的例子来看看？谢谢。好。这个问得非常的实际啦，就是我们在了解说凡尘的一切万象万事都是因缘产生因缘产生。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研究楞严的时候都拼除因缘，连自然也都拼除掉这个呢，我们要先了解到一个前提讲到佛性本体的时候它都超出因缘，超出自然。那我们讲因缘自然都是在讲完成的万象万事不讲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的话，它是超然而独立所以讲因缘讲自然都不对所以都不讲因缘自然，因为它不是实以因缘。我们的佛性本体不是因缘生的，也不是自然有的，不是所以超出因缘，超出自然不讲因缘自然所以讲因缘自然就是现象，就是我们凡尘所住所遇到这一些现象，所以才讲因缘，才讲自然我们现在把这个前提确立说呢不讲因缘，不讲自然，是佛性本体那讲万象万事那个就要讲因缘，就要讲自然，这样了解吗？都不同的，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跟着我们以往所讲，肉见衍生即是见法，肉见法即是见佛所以这个又更有那个深度了。肉见衍生，假如你见到因缘所产生就是已经见法这个就是已经站在我们佛性本体的角度来看凡尘的万象万事。那因为我们见到衍生就是已经见到法
那见到法为什么会成佛？就是因为有法可以修，所以才会成佛。那成了佛以后啊，又收法给身来修，所以佛法身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肉见眼身啊，即见法；肉见法即见佛，它都是有相关联。所以我们了解到说，研究的话呢，就是要深入，要透彻，深入透彻啊，这样就不会走偏，都是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个楞严经有比较深一点，因为它开头就讲这个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讲佛性本体了，然后后面呢，就讲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讲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我们就是了解超越因缘，超越自然。那中间的部分都是那个因缘，我们一看都是因缘性。那么因缘性都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啦，都是变化，变化无常。然后要我们了解说凡尘的变化无常我们是呢生活之中都遇到。那我们遇到的时候因为我们了解到佛性本体很超越所以在遇到这个凡尘的这一些无常变化，我们就不容易住相。不会住相我们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过生活就会过得很如意，很快乐，就好像天堂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在讲的这一些目的就是我们了解说凡尘这个因缘产生了万象万事，可是佛性它产生这个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从佛性本体所生发，从佛性的真空所生发的妙有。那对这一些妙有它的无常变化，我们就要了解。既然都是无常变化，我们所遭遇的也都是变化无常所以不要把它当成真。我们把它当成真我们就有那一种取舍的那个动作。我们既然有取舍就要了解到就是已经造了业。那造了业我们就要接受果报。有善有恶所以果报也一样，有福报有恶报，都是要接受果报。那都是假的。我们在假的里面把它当真，才会呢造业才会接受果报。那假如说我们已经都认识透彻，都是假的，各位浅显会造业吗？会烦恼吗？不会的啦。所以要我们研究就是要知道凡事都是假的变化无常。纵然你所遭遇的所有事情也都是假的，也都是眼即则生眼散就灭了。不要把它当真。不当真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是不是就没有取舍？不用取舍取舍都是错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观察。当我们住相的时候相都已经改变了，可是我们都还住在那个还没有改变之前的相。治了很久都一直不肯变化。相都已经变了已经差别很大了，可是我们都还住在那个旧相里面。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没有去了解研究真理，所以才会这样。
哦，这样了解了吗？哦，就是在讲佛性本体的时候啊，全部超越。哦，讲现象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自然现啊，那个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妄不真啊、假象、虚相、幻象。所以我们研究才会知道我们遇到的凡尘事啊，都是假的哦，都是假的。所以不要你看我们要跟人家争执啊，是不是很不值得？假的变化，你跟他执着，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定型了，才会固执的是认为这样才跟人家一直执着，才呢会闹得这个脸红啊，脖子粗，很不值得。还有10分钟，还有问题吗？哎。好，请说。有人认为，如果胎儿还没不会呼吸或没形成的时候，也许在这时候把它做胎儿，不算是杀生，也不会有因果。例如，才怀孕1个月，对吗？这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既然他已经来投胎了，就是跟你有缘跟你有缘呢他才会来投胎，不是呢要来还债就是要来讨债有缘才会结成一家人所以既然他来了，你就是要欢心去接受他咱现在拢假熬啦，去堕胎甲提掉，那个就叫不负责任逃避现实孩子要来了，一出生以后你就会想说整个都老了，都是要照顾孩子很忙然后都自己做不了主了都被生活这个操劳。所以我们要了解既然他有那个因缘来投胎了，已经怀孕了，就不能拿掉。那个拿掉，那个就变成怎么样？他已经来了要知道中阴身投胎，他已经来了你现在把它拿掉，你要去躲他就没地方去所以这个释迦牟尼有告诉我们晚上不要出门。为什么？拢鬼一大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堕胎这一些呢都是在我们这个整个空间里面他很无奈他没有办法我们有权柄把它拿掉，他没有权柄去选择要怎么样来处理他的那个后续的动作，他袂晓袂晓就去这个气手改杀敌这个反世间。他说为什么说晚上不出门？因为他们是属于中阴身，还没有变成那个阴阳各半，要不那个底下中阴身，所以还比较属于阴比较多啦。拢伫暗时活动因拢较自然。所以我们呢，假如说这个出门的话，有时候他会这个依赖，会逼来得来，跟着我们跟着我们的时候，问题有时候我们都会莫名其妙，为什么会遇到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事？那个都是现在一些这个空间里面有理讲不清的，那个就呈现了在我们凡尘
所以这个时机啊就已经呢缺少这个叫做世间的真理，世间的正义都比较缺欠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都我们自己造成的人为的那个因素，所以能拿掉了。有怀孕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这个生下来。还有吗？还有这个问题说，如果怀孕是因为女生受人强暴了，而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把它做了不算自杀生，也不会有因果，不管怀孕了多久，是吗？这个病一直在逃避，所以要了解到这个遭遇到被强暴，那个也都是类似的那个因果所呈现的。为什么会是你被人家强暴了？一定有它原因啦。那原因啊，不是这一生这一世，那近因就是我们有女生假如说你不自爱，出门的时候穿得很清凉，然后呢这个走路啊没有选择人多的地方，你选择偏僻啊，让人容易起心动念，那个都是自己不小心啊，那一定都是有原因有近因，然后才呈现。它呈现以后有的呢我们就看了，一直要求孩子啊一直打那个什么剂都不会怀孕你被强暴了竟然一下子怀孕，那可能那一个要来跟你的那一个婴儿不知道等多久很难得的机会啊，他就赶快投胎所以你就不管如何啦，它也是一个生命既然都怀孕了，你就把它生下来那你假如说生下来不愿意跟他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生下来以后再想办法送给慈善机构让别人养这样也可以，不能我们有那个前病把那个婴儿又杀死掉了。好，还有一个说，如果说它是有因果，那在什么时候婴儿算有生命？婴儿我们要了解到，怀孕它来投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因为那个阿赖耶识第八世它是气候来先做主翁，死的时候它最慢离开身体，来的时候它最早投胎投胎呢它就来了就来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怀孕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已经形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就是已经要到这个地方来要到这个凡尘这个地方来都很不容易啦。为什么？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讲，一失人生呢，万劫难复已经呢失掉人的身体万劫非常长时间都没有办法恢复人的身体。那既然他要来投胎中阴身来投胎，就表示呢他已经有人的身体了所以很高兴呢一来投胎，你竟然又把他给杀掉了那他是很伤心那这个时候要再去投胎的话就要了解到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那个开始来投胎它是有经过阎罗第10殿那个经过喝了孟婆汤以后，孟婆庄的那个忘魂汤以后再出来，他出来以后他又没有犯罪
他不会再进入那个地狱，他没有进入地狱啊，他就在凡尘游荡。所以我们晚上为什么说少吃气啊？这个东晃西晃，就是因为被这一些在缠上了。还有吗？好，请说。有事请问在国书里面有记载，可是这个罪很重，他必定要下地狱。其中有一项叫堕胎，堕胎必下地狱，在佛经上有这么记载，为什么会那么重？因为杀掉这个等于杀人啊，堕胎就等于是杀人的意思啊，杀掉人，那个犯呢四重禁啊，他是说舍正华、舍不离心，然后牵令正华跟恼害众生啊，这四个是最重。所以我们就是在修持的过程呢，要了解说不能舍正华，正华不能舍掉了，你一定呢要遵守正华，然后菩提心呢也不要舍掉，非常重要。然后呢，第三个牵令正华，就是你知道的法很好，可是你都把它掩盖，你都不向人家讲，那个叫牵令正华。那恼害众生啊，就是你害众生，暗中呢害众生，那个叫四重禁，最大的罪过。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堕胎就是杀害生命，等于是杀人了。这个生死大权在你的手上，你把它杀掉，那个等于杀人了。还有1分钟，还有吗？好，请说。好，请说。灯花老公祝福，灯花老那个灯花老者就是灯目花老，灯目花老就是眼睛都不眨眼，然后眼睛都不眨眼，眼睛会疲劳，眼睛疲劳我们眼睛会出现那个幻观。观察会出现幻境，那个叫做我们一念无明啦，灯花老相就是一念无明。我们一念无明跟那个菩提，它是两个，没有菩提就没有一念无明，它两个是合在一起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念无明的由来，就是从菩提，就是从我们觉心，知觉的心生发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尽量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能够呢了解到自己这个心到底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了。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心想什么不觉，不觉就是无明了，无明才会一念妄动。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使，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前贤的几位学讲。我们讲到第几页？51吗？54页。刚好一半这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阿难讲，说譬如有人以舌试本，就是我们舌头、嘴巴，来这个试就是点，
我们填我们的那个嘴唇，是人，熟视令老，假如说那个熟视就是酒，视的久点，令老，让我们那个舌头疲劳。那么其人肉病，假如说我们这个人生病了，则有苦味那无病之人，没有病的话呢，是唯有甜醋，有一点点甜。各位曾经试验过吗？用我们的舌头来舔我们的嘴唇，有没有？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它呢有一些这个动作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然后所这个生化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身体有病的话呢，这个舌头舔嘴唇会有一点那个苦味那没有病的话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甜接触一点甜。那么有甜与苦显此舌根，就是显现我们那个舌根不动时，舌根不动的时候这个淡性常在，那个淡淡的那个都常在。那么兼舌已老，那么同是菩提，我们那个舌头，以及让舌头疲劳，就是我们那个菩提就是决心，我们佛性灯花老相。所以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有前贤就问问那个灯花老相，那灯花呢就是灯木花老，这个灯木花老我们看到空中会有花灯木花老。各位曾经呢见过吗？就是不眨眼睛，然后向着这个胸一直看，会看到什么？大概因为每一个人看到都不一样，那大概呢会看到好像那个戏剧，很大很大的戏剧，会那个呈现，我们会看到，是我们那个台湾俚语里面就有会讲说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那个是另外的一种讲法，可是大概不会看到金条大概我没有那么一直在想那个金子就不会看到，所以那个灯花老相我们就是了解因为这边呢就在讲那个六路，就是我们六根六根呢全部都是如来藏灭真如性。那因为我们呢平常都比较少去探讨研究，所以让我们这个讲这个四科五阴六路呢12持八戒讲四科的时候就比较生疏了没有那么熟悉。那或许呢有把那个大学中庸有记下来了，各位有拿回去看吗？有听吗？还没这个因为那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比较容易了解
而且那个注解又是李祖师解的，我们连书也记下来，也有书了，有大学，有中庸，还有 MP3，还有 CD， 它可以拿回去看，拿回去听，了解了以后，我们对这个修道就会比较熟悉之前呢并没有，虽然说很早期有讲，并没有背要记下来。那因为我们这一阵子也都这个楞严经很深色很深呢，所以就想把那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像我们这个过去研究那个《道德经》也会觉得说比较容易懂，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文化，这样呢对我们来说会比较有帮助。那这个比较深的部分我们就比较呢这个需要听久一点反复再听，反复听的话，意思才会跑出来。无的话呢讲深讲以后呢，我们不容易去了解。像说呢这个灯花老想，我们呢平常也是很少接触，那也不会去试验去试验说会呈现什么现象，也没有研究它怎么来的，这灯花老像是怎么来的？那佛呢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一些都是佛性本体生发出来，从佛性本体出来的，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灯花老想，灯就是一念这个无明灯，那个灯就是一念无明然后已经呢发出老相，有老相就是有根我们有6根6根让它疲劳它产生现象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老就是属于我们的根的部分，那个相就是形象我们的根产生疲劳会有什么现象这边呢就呢详细的说就是我们的舌头让它疲劳了这样呢就有灯花老相。那么那个灯花老相的来源就是菩提同是菩提就是从菩提结心生发出来。那么因为甜苦淡2种妄尘，这个甜苦是有味的一种，然后淡是无味的一种，所以就2种。我们看到3个竟然它只有说2种，那一定会说到底是2项3项？没有甜苦淡，这样是2种还是3种？我们按照文字的话按照它里面的意思一定会觉得说是有3种那为什么说2种妄尘呢？因为甜跟苦属于有味道的一种，那淡呢属于没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就2种。这样了解吗？比较不按照我们的那个知道的逻辑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了解说它是把甜苦有味道的一种然后淡没有味道的一种这样来分别的所以2种妄尘。那为什么说妄呢？因为它不固定不固定就叫妄，那固定的话叫实相那我们真心
佛性呐，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呐，那个才叫实相。那普通呢都是妄，都是变化无常，所以是妄，两种妄尘。然后花枝居中，这个把那个知觉性在这个两种妄尘之中，花枝居中。那么悉此称相，悉这个甜苦淡这成相，把那吸进来，让我们呢知道。名叫做智慧性，我们知道甜，知道苦，知道淡，叫做智慧性。那么智慧性，这个智慧性离比甜苦及淡两种妄尘，这个我们的智慧性知道的味道那个性。离开甜苦淡这两种妄尘毕竟无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自性它没有自体自性本体就是舌头，我们的舌头它没有自性。各位听，舌头的性是什么性？感觉感觉是从哪里来？我们呢，这个日常平常的时候很少研究了很少去这个回光返照，然后来了解说我们这个六根它到底是产生什么，然后有什么作用。然后怎么来怎么变化，我们可以说呢都没有研究，所以都不了解。那佛呢就讲，他说这个知味性也是为什么会知道味道？那个是佛性，也就是菩提我们佛性知道，可是会借着舌头借咱的喙齿借着舌头，然后呢了解而它本身并没有这个本体自性。那么如是而难当知如是禅苦淡这个禅苦淡之非甜苦来我们那个舌头能够尝到味道那个苦以及淡，我们知道了，不是呢虽然说我们能够知道那个苦知道甜，然后呢知道淡淡的无味那个知道，它呢不是从这个甜苦来也不是从淡出来，不是从淡有。又非根出，那么不以空生，是我们了解这一些都是虚妄显现，都是假的不真。可是我们都是在生活中很自然而然都有这一些我们舌头能够尝到甜，能够尝到苦以及那个淡淡的没有滋味的，全部都能够知觉这一些知觉是从我们菩提那个觉心里面生发，然后借着我们舌头，那舌头毕竟它本身没有自性，没有本体是借着我们那个佛性才会有作用所以我们呢这边就是舌入舌头然后进入我们的佛性里面。何以故什么原因呢若甜苦来，然后说我们那个
知觉性啊是从田苦来，淡呢则知昧，从田苦来啊，就变成跟田苦合在一起。那淡的时候，我们的知觉性啊就灭了，就没有知觉性。那么允和知淡，为什么呢？知道的淡淡没有味道的呢？那么若从淡出啊，假如说我们那个知觉性是从淡出来，那跟淡已经合在一起，连在一起了，连集之往，那个禅到田的时候啊，那个知觉性没有，复允和知，那为什么会知道田呢？所以啊，就是跟我们讲，它不是从淡出来，也不是呢从那个田苦来。那么田苦二相，这个假如说是从淡出的话，田苦二相就全部都知道了。那么若从舌身，从我们舌头喙疾，若从舌头生花，必无田淡。从舌头生出来甜苦以及淡，从舌头生必无，那一定没有那个甜苦啊以及淡。其余苦尘这一些都没有，思之谓根本无自性。所以我们那个知道味道的那个根，舌根呢，它本来就没有自性，没有它自己本性。那么若以空出啊，假如说呢是从空来，虚空呢自味。虚空它自己呀，吃它的味道，非如口知啊，那个口就是舌头，我们的喙疾呀，非如口知啊，是我们的舌头知道。那么又空呢，自知啊，何观汝入？假如说空啊，是从空出来的，那空它自己知道，那个味道。那跟我们的舌路舌头啊进来那没有关系呀。是故呢当知啊舌路虚妄，我们那个舌头啊整个啊都虚幻的不实在，本非因缘，不是因缘所产生的非自然性。也不是自然呈现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呢，都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从我们的本性呢生发。那我们因为呢不研究啊，就了解像我们吃东西啊有什么味道，我们呢都直接呢以为都是那个东西产生的。各位浅显是不是这样？一定都是嘛吃什么东西什么味道啊，都是东西产生的，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都是这样啊。可是佛一讲竟然是我们如来藏啊妙真如性。东西的本身啊，因为万象万事啊，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所以牵涉到整个万物，我们呢已经都把它呢分门别类呀。可是佛呢，他都把它连成一体。那连成一体的时候啊，就融入这融相，把所有的相都融化，然后入性进入我们佛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啊，很少去这个研究，没有探讨，所以完全都不知道。我们呢都
心都是外放，要收回来蛮不容易所以我们那个生活之中不研究的话，我们那个心的外放就会越宽广，放得越厉害。那假如说我们有研究了解说在大的山河大地，也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所生发。山河大地这么大的形象，都是我们佛所生发。那比较小的那个万象，一样也是我们这个佛性所生发。所以所有的形象都是真心佛性。所有的东西也都是真心佛性。各位先生，我们能够接受吗？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呢，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心就是会把它分门别类。那我们的分别心越浓，我们那个成道成佛就越不容易一定要把它融成一体，融成一体了以后才能够这个成就，我们才能够成道。像我们唱那一首那个谢谢你这个天地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我们各位浅显就可以知道，我们唱是唱，可是有没有把它融成一体？保证没有都是各个都分开没有融成一体所以呢为什么能够成佛，能够成道，就是因为已经融成一体了解到呢这个这个万事都归一本，归到一本那个就是一体的一体了以后就成就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就很不容易体会到这么这个高深的一些佛理佛家的道理所以我们讲这个六路讲到这个第四个舌头舌头路六路六路就是六根六根呢它自己本身都有其功能作用。那我们呢平常都会认为六根的所有那一些作用各位浅显有没有想说是我们佛性六根的功能作用全部都是佛性本体我们呢因为没有研究六根全部都是佛性所以就六根呢当家六根一当家了以后我们造业就形成，那造了业就要受苦。那假如说原来我们六根还是偏佛性本体，那这样的话我们请佛性本体呢当家，那佛性本体当家我们没有那个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会造业。这样各位了解吗？我们之前都有讲说呢，我们不要让六根当家，因为让六根当家呢，我们造了很多业，自己呢要去接受果报，就受苦了，那我们请佛性呢，出来当家，那请佛性出来不容易因为佛性修养很好。他不会跟六根来争执，争那个前边可是六根他都会
这个占据啊，那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地位啊，都不愿意放弃。各位有没有学啊？学说让你佛性当家，不要让六根当家，有没有？容不容易？容易做到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学的慢慢让佛性当家，因为我们那个良知良能啊，我们那个儒家所讲良知良能，那个就是佛性本体的。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就是这个天然本然啊，就会发生。这就是丢良知良能呢，就告诉我们，对不对？告诉我们假如说有一些呢是不对的，是错的，不要做的，良知良能也会告诉我们。那告诉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利害关系之中啊，我们就不听他的话，就会按照我们的那个利害关系呀去行持去做，这样的话呢就会造业，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还是需要有那个正义在，有真理在，还是要按照那个真理。那么底下呢我们在讲这个第5个那个眼耳鼻舌身就讲那个身阿难，譬如有人以一能手触以乐手一手能啊，一手乐用能手来触呢，这个乐手。若能事啊多，乐则从能那个令的较济，能的比较多呢那个乐啊就会被那个能的啊这个吸走了，乐消失啊能啊就加多了。那么反过来，若乐功胜，能者啊就成乐，这个能啊就变成乐。这个是讲我们那个身眼耳鼻舌身那个身。那么如是以此合觉之处，那个合觉这个接触啊，远离离之这个离之啊，离开了我们就知觉性有就显现呢这个离合那个知觉才会出来。那么色事肉尘啊色交色交色的那个事啊，假如说已经成立。那么因与劳次啊，兼生劳，同是菩提呀灯花老相这边也是那个讲的那个理都是相同。这个生与老，我们身体方面呢就会有那个疲劳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那么那个疲劳我们的身啊这个疲劳了，就有疲劳的现象呈现。那么现象的呈现啊，它一样同是菩提灯花老相，又是呢这个一念无明，然后呢花老相把那个整个呢我们在凡尘那个疲惫的那个形象呈现出来，一样呢是菩提，一样是觉心我们呢那个菩提的觉那个觉心呈现的
所以呢，我们了解说，用一个冷手跟一个热手，互相之间呢，会有那一种，那个接触，冷跟热啊。假如说一手非常冷，一手非常热，各位同学有这个现象吗？不容易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不容易说一手很冷，一手很热，不容易这样子。可是呢，我们可以试验。假如说呢，那个冷的很厉害那一手可以把那个热的整个热啊把它消化掉，热就消失了，就变成冷。这个时候就表示啊，那个冷的冷势啊，摄氏肉等，那个冷的势比较强。那比较强呢，我们都是要有那个和接触的，有接触啊，所以我们那个生的就是要接触呢，跟离开，我们才有那个觉。接触到离开，离合啦，有合有离，我们觉才显得出来，对不对？像说现在天气热了现在天气很热。假如说我们穿的棉袄，各位先生会怎么样？很热，对不对？所以那样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给我们身体的接触。接触不顺我们的心，也不顺着外面的那个天气，这样呢我们就感到很难过，很难受，那个身体的觉就很不舒服。各位有没有研究这个身体的那个触觉？有没有？像现在天气热，穿的那个比较这个能够较薄的透空气的，这样就比较适合，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身体的觉就是要有那个离开跟合在一起，才会显出那个觉出来。所以那个觉是的觉，我们导师还可以感受的。那个觉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身体的那一种那个觉性也是呢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呢这个生发出来，所以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么因以离合两种妄尘挖掘集中因为有两种离跟合这两种妄尘完成的景象，然后呢让我们的觉能够呈现就是挖掘集中基础成像。有成像了以后呢，我们的那个觉才会呈现。名字呢叫做知觉性，那个知觉性。那么此知觉体，这个知觉性的知觉体离比离合，委顺二尘毕竟无体。假如说离开那个离合。跟委顺，这个委就是呢，不顺的我们心那顺呢，就是顺心，像刚才讲这个夏天这么热，穿棉袄那就委那个已经呢不合了，然后现在穿的比较呢。薄比较清凉，那个叫顺，就是委顺，这两个完成的这个景象。假如说呢已经离开了，没有这一些的话，那毕竟呢无体，没有
我们了解呢这个身体的觉呀，那个觉知啊，知觉呢，没有自体，没有本性，没有自性。那么如是而难，当知呢是觉啊，非离而来。虽然这个觉会让我们觉得是为顺，为跟顺，顺两种那个感觉，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觉啊，不是呢从离而来，然后也会呢为甚有，不是呢从为甚有。那么不以根出，也不从呢我们的身根呢出来。那么又非空生，也不是呢这个虚空呢这个产生。何以故？为什么呢？肉合来时啊，假如说跟合是合在一起的话，离当已灭啊。离的时候啊，就已经灭。那么允和觉离，为什么知道？已经来这个身的觉。那么伪圣二相亦复如是。那个伪圣呢，这两个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若从根出啊，假如说是从我们的那个身根出来，必无离合啊。一定呢不用那个离合，伪顺四相，也就是不要离合伪顺，则汝身之啊，连汝自性，这个也是一样，在讲我们那个身体的知觉性啊，它没有本体，没有自性。那么假如啊，是在空出来的话，那么空是啊觉知，知觉，空呢它自己知觉的话，那么何关呢？我们深入，那个乳入呢就是深觉啊，深入。是故当知呢，深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过去呢就有讲。我们呢，在研究这个四科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本如来藏啊，妙真如性，这个记在我们心中，所有的里面的一切讲法呢，那个都是虚妄不实在的。那实在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呢。最后会讲本非因缘，不是因缘所产生，也不是呢自然性自然界呈现，也不是，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身也是一样那我们讲到这个四科里面第二科的六路眼耳鼻舌身这个讲到呢这个身第五个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里面所讲的那一些告诉我们都虚幻不实在。虽然有时候我们都经过了，但都不切实的，都假的。那么到这个最后一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路这个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敏就是呢疲劳了然后就睡觉，然后睡熟变悟，这个疲劳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就醒过来。染尘呢失忆失忆为妄，染尘就是我们看到凡尘的景象那么这些景象都让我们有那个记忆
就是能够了解，从这一些景象里面我们会联想，然后思忆为忘，这个就是把那一些记忆已经丧失掉了，这个叫忘，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一个是思忆生一个就是思忆灭。那么四起颠倒生住灭。我们在凡尘大部分都是颠倒我们应该呢很注重的我们看清的，应该看清的我们看得很重就是我们身体看得很重就像佛性我们看得很轻有没有颠倒？我们应该把佛性看重，把身体看轻，可是呢，我们都是颠倒那个四相生住意灭我们呢在凡尘可以说整个都是生住意灭相呢那个染尘思忆那个就叫生，然后思忆为妄那个就叫灭注意是在中间像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先生，我们刚开始要起心动念那个叫生然后我们正在思索起心动念那个内容正在思索的时候呢那叫住然后呢已经想特别好那个叫意变化最后是一个起心动念结尾的尾巴叫灭，生住意灭。我们在凡尘都是这样，开始注意的时候叫生然后呢正在注意的时候叫住，然后开始变化已经呢对注意减少了叫意，最后灭已经呢全部把它丢掉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这个生住意灭都是在用。我们呢开始很疲劳的时候想睡觉生，然后正睡的时候住然后那个疲劳一直过去叫意，醒过来叫灭，了解吗？没有固定的那个生住意灭。我们在日常生活说呢，我们这个醒过来也是生，醒过来本来我们刚才说灭嘛可是呢我们把它应用在醒过来，醒过来叫生，生的时候我们精神很饱满然后开始又处理事情，那个处理事情叫住一样我们处理事情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变化叫意，然后又感到疲劳灭所以这个生住意灭我们在凡尘都是在用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都是颠倒了我们都是颠倒该注意的没有很注意不该注意的我们会非常注意所以叫颠倒的生住意灭。那么吸息终归我们呢这个吸收我们那个所学习的，然后归到我们的那个义地，终归就是归到我们那个义地息息终归。所以这个义我们就是了解到在凡尘不管是学习还是我们习性我们呢全部都会呢归到我们那个义义地然后加持守。
义德那个用，我们在凡尘是最活跃，用的最多，所以呢，我们了解到那个虚实中归吸收所学习的，然后呢归到我们那个义地不相呢这个逾越就是前面跟后面都按照这个秩序不会呢互相的这个超越。那么称义之根就是称我们的义之根。那么坚义老我们义用的到达那个疲劳的状态，头是菩提灯花老相都是一样，是我们那个这个灯呢，或者就讲光是一个字就是一念无明灯我们发出念头就是这个灯，就是眼睛都不眨那个意思灯花老相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都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系里面这个提供的动力，才让我们呢有办法这个连续的接着有所有形象出来。那因于生灭两种妄尘集之居中吸收呢内尘，所以我们呢就了解到说这个义我们这个义会呢吸收这个内尘。内尘呢就是法尘各前人法尘知道吗？因为呢我们这个在凡尘用在这个佛教来讲，那个法是最宽广，可是呢在我们的六尘里面那个法是最狭隘这个色声香味触最后不是法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嗅闻，然后嘴巴手产然后身体手觉，全部呢都归到义地，都这个给义来接收眼睛呢看了以后，已经没有常那个看形象的那个什么形象它没有常形象的地方所以归给义由义呢来这个集中所看的一切所以那个就叫这个华，所以这个华它就有是眼耳鼻舌身所收给那个让意来收集这个我们五根呢所接触的全部呢都让这个意来知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呢吸收内尘这个意就全部把那个法全部呢都吸收。那么见闻逆流呢流不及地就是我们的那个见闻看见呢跟耳朵听见要呢让它能够本身记下来都呢都没办法，都是
我们要了解说顺都是顺流，没有办法这个逆流，它没有办法长，那个看到的、听到的本身没有办法长下来，都呢要给这个意来吸，借着意地来把他所看到、所听到，这个五根呢所知觉到的呢，全部都吸收在这个意地里面，所谓呢集之在呢这个意。名字呢叫做呢觉知性。那么此觉知性呢，离彼物昧、生昧二成。这个前面就讲醒过来跟睡觉，跟呢这个生昧，那两种完整的景象，离开以后毕竟无体。所谓那个意最重要呢，就是在于那个生昧。那我们凡人呢，这个意用的也是最多，然后害我们大概也是最惨，最凄惨，也就是这个意。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转5、8、6、7呢，果音转第一个就是转这个意。各位都还记得吗？都忘了非常重要，因为能够转的话，5、8、6、7果音转能够转呢，就能够成就，能够成道成佛。那我们转不过来的话，就会在6道轮回了。都忘了，没有印象了吗？这个5就是眼耳鼻舌身8就是阿赖耶，然后6就是意，然后7呢是末那，5、8、6、7果音转，5、8是果，6、7是因，所以要因因地转，记得吗？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意要转成什么？要转成呢妙观察智。那第二个呢那个末那就要转成平等性智。然后这两个转成以后就命令前面眼耳鼻舌身由呢我们那个意跟第7的末那来发号施令然后前面呢就成手咒智，然后最后一个8就大圆镜智。所以那个8世转4智4个智慧，那最重要就是第一个意转成妙观察智。那6子就讲妙观察智见非功，见非功就是见到非有为的功用，那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所以从第一个意不用，然后用妙观察就能够呢可以见到佛性所以那个是蛮重要，跟呢那个达摩西来一至5全品心意用功夫，若要纸上寻佛法，笔尖呢蘸干洞庭湖，用洞庭湖的水当墨水，然后学文学佛法，都找不到佛法就是从全品心意那个意那个意很重要。那我们这边呢佛就讲
说我们呢劳倦则眠，睡熟便能够这个在凡尘这个生活之中离不开这样就是呢醒过来跟睡觉，然后呢他在讲呢就是这生灭因为意念那个生灭很明显，我们呢一起心动念就生，然后呢很快就接着下一个就灭生灭一直生灭。那我们能够呢这个妙观察智的话跟呢这个生灭它就差别很大。所以这边那个最后六路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意，就是我们了解说要把它转成呢妙观察智。那第七呢转成什么？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就无病了然后呢又转到前面成手作智就同眼见然后到第八呢这个阿赖耶是转成大圆镜智就现前见了就成大了成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是一个起头开始努力的地方我们呢这个把它这个转过。那这边呢佛是讲说我们的六路那个意也一样是实以如来藏妙真如现，它不是呢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讲的那个角度跟内容不同。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我们那个觉知的根非呢物昧来，非生昧有不是呢从我们睡觉醒过来那个地方来，也不是呢从生昧有，然后不以根出，亦非呢空生这个呢都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从物来，假如说是从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意才来意路才来，那么昧即随昧睡觉的时候那就消失了江河为昧，那怎么样呢算是这个睡那么必这个生死有，昧即同无生昧的时候生的时候有，昧呢就跟无一样相同。那么令谁受昧要什么人来受昧？若从昧有，假如说是从有生即昧无生就没有了是从昧有的。那么谁知生者所以这个呢内容呢都是告诉我们里面的变化都是呢虚幻呢不实在。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身呢开合离失二体此觉知者同以空华这个觉知就跟空中的花一样毕竟呢无限它毕竟没有这个自限。若从空生，假如说呢我们意路是从空生的话自是空知那个空之道，虚空之道，而观呢意路，而观我们的意路所以是故当知呢这个意路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六路这个佛虽然讲得很详细
啊，或者又说很白话，可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哦，会觉得很生涩，听起来哦也不容易懂。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掌握或者都说掌握原则，就是开头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跟结尾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安尼都会使，这样会吗？比较容易啦中间的过程啦，那一些呢是交代我们说，我们在凡人生活之中所出现的这一些现象，那这一些现象啊，它都虚幻不实，不实在啦。那虚幻不实在的这一些现象，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这个显现出来。各位同学，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显现出来，它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所以这个佛教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了解的地方它就是让我们记录那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所以啊，或者以前都讲，我们怎么体会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就是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就进入了，对不对？进入啊，不可思议，就是啊，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不是用嘴巴来论议啊，那要怎么样体会？各位先生，要怎么样体会？就是万事归一本，万事啊归一本，万事你看是不是这个争执的地方很多？归一本啊，有没有分别心？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因为呢，它中间的所有一些论议，那个呢，我们各有各的观点，都会坚持啦，我们这个认知都没有到达很那个圆满的那一种状态，那我们研究到性心法以后，了解说，原来啊，天地造化之中，本来都是一体。能够了解都是一体啊，就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就成道，就成佛了。可是要我们不分别大概要等到一口气不来，那个时候就不会分别了。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那个分别啊都要，不但要还很强烈所以既分别心很强烈我们研究真理啊就要努力努力的话那个认知啊就可以啊归到那个无极，因为啊到无极啊无到极点了就不会了，不会分别那个就正确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六路就已经呢算研究到此了。接着底下呢就是四科的第三12处那处啊就是地方所在12个地方所在因为我们了解啊这个六根啊跟六尘合起来啊就是12个。那六根有六根的地方所在，六尘有六尘的地方所在，他说就12处，12个地方所在。那一样各位前学这把它把握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然后最后一定本非一言，非自然现，这样知道吗？护持二难，讲这个12处，云何12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怎么样呢？这个12处它本如来藏，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含藏，如来藏，妙真如，妙真如性，所以这个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记得开头的那个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以及呢最后的那个本非因缘非自然现，这样的话呢，原则我们都已经把握住了。那中间的那个过程都是在讲现象怎么样形成的现象都是虚妄假的啦不真。二难且汝观持几头林其头是林，即知前持于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眼生色相。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如取观持，你来这个观察这一个起头是理，你来看这球及诸前持这一些钱以及水池于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此等为是，这一些呢是色身眼见色就是形象，有起头树林之前持，是它生出来，然后我们眼睛看见，还是眼生色相。导致或许以前有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面对那个神龛，面对神龛不是弥勒祖师吗？那么请问是弥勒祖师跑到我们眼睛来，还是我们眼睛跑到弥勒祖师的表面上去？是他跑过来，还是我们跑过去？这样比较容易了解了它衍生色相然后这个色身眼见那个就没有这么明显对不对？这只有讲一个啦所有形象都这样啦到底是形象跑到我们眼睛来，还是我们眼睛跑到形象的表面上去？是怎么样？我们开始讲出来到现在很久了，对不对？竟然答案都还没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讲说，既不是形象跑过来，也不是我们的眼睛跑过去，对不对？而是我们的心知道，对不？所以这个地方就在讲这样了，可是没有我们讲这么白话了，它都是用文字，文字以后意思我们都会觉得比较深其实也都是讲这样，到底是形象跑过来呢，还是我们的眼睛跑过去都不是的，是我们的心知道
所以各位姐姐，我们的心啊，是不是很宽广？哦，就快哦，哎，唔免走去啊，唔免走来，然后它是不是一体了？哦，所以就更容易了解啊。哦，原来啊，哎，我们都是一体。谢谢你不是这样说吗？哦，天地造化之中啊，我们都是一体。所以一体的时候，不用跑过来，也不用跑过去，哦，全部啊都了了不起。所以这个佛就讲说恶难肉腹眼根啊生色相者，假如说是我们的眼根我们眼睛啊，然后呢生色相那么见空啊灰色色性应消。各位先生，我们看到空这个虚空空间空间没有形象的空间就灰色没有形象，然后它呢这个性形象的那个性应该就消失了消则显花，一切都无消的时候然后显现花明一切全部都无，色相既无随名空执色相全部都没有了。那么什么人了解那个虚空它的空执那么空亦如是这个空就是这样色相跟空肉腹色尘生眼见者，假如说呢那个形象然后生出我们的那个眼见，那么观空呢灰色见即消亡。我们呢看到的空它没有形象，那我们的见那个眼根已经呢消亡，那么亡则都无亡的时候已经都没有了。那么随名空色，什么人了解那个空各位前人，空有没有形象？空有没有形象？再想想看，空有没有形象？我们用那个粗浅的那个角度来看，空没有形象。可是我们用比较微细的角度来看，空假如说没有形象，我们怎么知道空？我们看到这个虚空假如说它没有形象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是虚空？以这个角度来说空一样有形象，就是空相。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一般在用都会说空的无形象那是粗浅比较粗浅的那个说法。那你用详细的来说观察，空有假如说空没有形象，那你怎么知道是空呢？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伸手不见五指暗蒙蒙请问暗蒙蒙有看无看无看那知暗蒙蒙有看也无都看到暗蒙蒙对无？有看所以我们那个讲话真的是很有意思不快不快
暗蒙蒙无看，无看你哪会知暗蒙蒙？哦，有看才会知暗蒙蒙，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就不那么粗浅，就是要深一点，要深入的观察。原来是有啦，有看见啦，暗蒙蒙，看见暗蒙蒙，有看见虚空啦，就规个都无物件，有啦，都有看见，是故当知啊，见于色空，既无触手，就是我们的那个见，眼根的见，跟形象的空，色空色跟空把它合在一起。它既无触手，就是没有地方所在，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即色与见啊，二次虚妄，两个这个色跟见啊，两个地方呢都虚，虚妄不实在的，它不是因缘产生啊，也不是呢自然性，自然界所有，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见跟是空啊，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所以这个12处的第一个就是见啊，六根的第一个见，6层的第一个色，这样了解吗？那底下呢就是第一个6根的第二个以及6层的第二个6根第二个就是听，耳朵听，然后6层的第二个就声，了解吗？6根的第一个就见，第二个就是那个耳朵那个这样呢一直到全部都全部讲完了6根的一个，然后呢6层的一个然后6根第二，6层第二，6根第三，6层第三那这边呢是6根的第二，跟呢6层的第二，那根的第二是听，然后那个6层的第二是使以声，色声香味触法汝更听此取头圆中呢实伴呢击鼓重击撞钟，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听呢这个取头圆在他们那个生活的范围面这个食就是要吃饭的就击鼓了，听到鼓声的时候就换铁钵那个钵拿着去吃饭，然后呢听到呢撞钟就是要集合了这个重击撞钟然后呢这个钟鼓晕声前后相续，这个有撞钟有击鼓听到鼓就是要吃饭听到撞钟呢就是要集合集合呢要讲课了所以呢钟鼓声那个音声呢前后相续，于云何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耳往深处各位姐姐，咱即马咧生活嘛同款，
有声音对无？啊，声音走来咱耳孔边啊，也是咱耳孔走去声音发生的所在。跟那个刚才那个我们眼睛呢看的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佛讲，说呢是我们耳朵跑到声音发生的地方，还是呢声音跑来我们耳朵旁边？我们平常也都没有研究了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既不是我们耳朵跑过来，也不是声音跑过来，对吧？就是咱的心在呀。还是你看，是不是如来妙真如性？这样呢，我们就会了解到。而那若物此声呢，来于耳边。如我起时啊，是罗华尘，在起头领则无有我。此声呢，必来阿难的耳处。目连迦摄应不记闻。所以那个声只有一个啦，一个会听到呢所以这边佛就讲，佛已经到了那个王舍城四罗华城就是王舍城，他已经呢到王舍城去起示，在起头领就没有我那么这个声音就会来阿难的耳朵旁边，然后目犍连跟那个阿迦摄应该呢不同时听到了。看我们平常已经在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都不知道那我这边就把那个真理就讲出来说呢声音只有单一，然后我们人也是单一所以声音也是允许一个人听到。那是这样吗？不是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为什么叫妙真如性那个真如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妙跟后面那个性妙性真如各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开始的时候不是讲本如来藏吗？然后妙真如性，对不对？然后我们把真如呢就是我们如来，就是一真法界，我们真如把它抽起来，然后前跟后连起来就妙性，有没有？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妙性很奥妙的，只是我们没有研究而已妙性真如真呢，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佛就讲他到了这个王舍城去起时然后呢这个起头领就没有佛了这个声音呢就会来阿难的耳旁边，然后目犍连大迦摄他们呢不会同时听到，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真的奥妙。何况呢其中1250个沙门一闻钟声呢从来实处听到声当地要来吃饭那种这个动鼓是敲钟都拢知影要创啥。若复如耳广比身边，较需要是你耳为声音发生的所在遐如我归次起头临终像佛已经回来了，
在4楼层，在往层啊，就没有了，没有佛。那么如闻鼓声啊，取而以往击鼓之处，众生急出呢，应不计闻。这个我们呢，这个听声音的时候啊，它会掺杂在一起。可是佛在讲的时候呢，它都分开了。击鼓是鼓声，然后撞钟呢是钟声。假如说呢，那个击鼓钟声全部呢，都一起的话，那应不计闻啦，就是不会同时听到。可是事实啊不是这样，对不对？事实我们都会同时听到。所以那个事实啊，就走入那个妙现，妙真如现。那这个现象里面啊，佛呢都一个一个啊，都把它分开。何况其中呢，象麻牛羊，不止那个鼓声跟钟声啊，还有那个象的声音、马的声音、牛的声音，还有那个羊的声音，种种呢音响。肉来往，假如说这个声也没有来，也没有去，无闻，咱也无听到，是故当知，听与音声啊，既无触手，就是我们的听跟那个音声，就是声音呐，既无触手，都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即听于身两处往，非因缘，非自然性。它不是因缘所生的，也不是自然所呈现的，都是虚妄不实在。可以这样了解吗？可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好像不是这个现象，对不对？来讲是从那个真理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在生活啊，是从我们的妙真如性来应对来说，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呢，或许都当时啊，在写这一本时候啊，就想说这一些都白话，所以就不用再写那个小的解说。结果各位姐白不白话？跟那个或许想象都不一样。就可以看到啊，前面的地方啊，一定都会有那个来解说，写小的字啊解说对不对？写得很密那个就是或许会以为那容易了解那个不容易了解所以就是要这个详细把它解出来，然后到后来那个这个4科，然后7大，那或许一看这个4、7大都是白话所以就不用再解说了，是这样来的啦。结果一讲了一听以后，那也都无讲，跟或许想象啊都不一样的。不过那个时候，假如说要在把所有的内容啊，又从小的文字啊来解说的话，那我们可能要这个一本都已经这么重了都可能要2本，2本的那个分量。不过也倒是觉得啦，这一些地方不要太投入，只要你了解如来藏、妙真如性，跟后面那个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样就好。我们把握这个原则，那中间那个它那个过程，我们倒不要用心去探讨。要用心探讨的地方呢，或许一定会用小的详细解说了。比如说你
67页67页就全部都是小的文字在解说。你看这个就是要我们详细了解才会用那个小的文字来解说。那个大的不加小的文字解说那个就是不要太详细去了解，因为有一些我们越详细了解越复杂详细了解越复杂了，了解吗？掌握原则就好我们掌握说如来藏妙真如性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按钮拢掌握掉这样就可以。那底下那些我们听过了就好，听过就好就是稍微不会说安尼规个拢唔知啦，不会那个样子啦因为会写是比较看得久时间经过很长所以就会觉得白话了，这个都白话不用解说。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佛在讲这个经典的时候因为科学时常讲言在此意在彼，对不对？都不是按照文字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用白话来讲讲起来讲简单是声音跑到耳朵来，还是耳朵跑到声音发生去，这样子而已还眼睛看到佛像，是我眼睛跑过去还是佛像跑过来这样子而已它都不是啦是我们的心。可是那个中间的过程一说出来就很复杂了那么底下呢还有20几分呢是不是给各位提问？还是要再讲？底下这个这个旃檀倒是很有意思旃檀香那个珠24两为一珠一珠一燃了以后40里都会闻到气，闻到香气以后所有的病都好了那个真的是这个我们娑婆世界没有这种，这个是在那个北俱泸州才有，可是我们都拿不到所以那个旃檀很香，还是给各位问好了因为剩下20几分而已。老师好。好。李老师常常说我们的佛性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去，不用带来带去。那像我也没有去过基隆我不知道这种怎么样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带去？都有道具，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一些像或许都没有出国，可是我们佛性也都充满整个地球，不只有地球是整个我们这个宇宙的空间全部都有我们佛性在所以这个不要怀疑自己的佛性缩小了，跟佛都一样我们了解说无量的那个佛世界那我们这个佛世界是非常小了
那无量的佛世界，我们佛性都在，我们佛性都有，所以无量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那我们要去第一个就是要先成道，要先成佛才可以到达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佛世界非常多了，非常宽广所以才用那个摩诃来说，摩诃就是大四大。你看所有风土都已经冲晒了整个宇宙虚空，何况是我们佛性所有风土的物质全部给大的整个宇宙空间都有，那我们佛性怎么会失去？不会了，所以不用怀疑。你没有到基隆佛性一样有到基隆了。有一天你坐车到基隆去了，不用带佛性去了，一样有。有一天你到国外的坐飞机去观光旅游，一样也不用带佛性去了。佛性每个地方都有纵然我们做那个太空梭已经超出我们这个太阳系已经呢进入外太空，一样佛性是有了，不带佛性去。你看那个太空人他呼吸方面有办法解决他佛性一样带到那个月亮踏上月亮一样他现在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远的那个人造卫星又呢发射的更远，那佛性也一样在都有了，都有在，所以那个不用怀疑。上次我们的难知道佛性带出去所以这个各位同学，我们的肉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那个不是我们的啦。天地的物质，像这个房子它一样是由水火风土然后呢集合带起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它一样有寿命100年它就风化了就过去了。那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佛性没有形象跟这个整个虚空都是一样没有形象没有进入那个时间跟空间的那个约束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是说身体要进入到整个宇宙虚空了，而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可以这个进入到整个宇宙虚空，而且都有那个知觉性。我们的身体可以说那个是很微细微小能够这个呈现在时间又是很短那个没办法支撑得很久。可是我们佛性它没有形象，不会死也没有生不会生死，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它永远都在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修正成道以后，归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我们就可以千万年那个都是几亿万年都在都在空间不是要带这个身体不用带身体我们就像各位同学，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那个梦里面梦境里面有没有身体？没有呢，都没辛苦内底是不是都很鲜明，拢真清楚，对不？你梦见拢真清楚嘛所以那不免修了。那我们的佛性也是一样，要身体的话，我们的身体最多大概都100岁而已然后100岁都没佛性不是啦，佛性它永远在
只是说我们没有修正的话，没有求道，没有受记，只有在六道轮回啦，一直呢轮转，都一直归心归心。那我们有修正归位以后就不用在六道里面受苦，是这样的。身体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平常要努力修，万年放下，把佛性能够都出来，然后再做跟圆通跟虚空都融合。这样我们那个已经脱根脱尘，离身离境，根尘都恕我们不了了。甲咱受袂掉，咱拢离开所以迄句是要修还是要大，拢无要紧，不关紧要的，我们不会执着去顾掉的，这样了解吧？我们一定要知道啦，定很超越，很超越，像讲咱安看什么景象，拢清楚楚。你咧看什么景象的中间，已经要了解到身体都不存在，不存在。你的佛性借着你的眼睛开玩笑，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不是目睭咧看，是佛性咧看。佛性照目睭啦，照着目睭咧看。假如你没有佛性，像咱讲一口气都长去，都长去目睭要跌得着，有办法看吗？有没有办法？他断气的时候眼睛还在有没有办法看？没有，所以看不是眼睛，是佛性。所以咱佛性就奥妙一定要来修佛音脱根脱尘。脱离我们六根脱离这个凡尘脱根脱尘，离身，已经离开身体，离开境，拢整个都超出殊胜就殊胜对啊，不是说一定要用心，我用心去法度差你的无义这样了解吗？你有说一句说十方诸佛同一法身，那这个诸佛同一法身是属于容相这个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因为同一个虚空，整个虚空来的，整个虚空来的就是一个，就只有一个了。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回想一下，在现象里面就只有一位佛，像咱今嘛，就是弥勒祖师，伫弥勒祖师的顶头就是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个佛啦。为什么一？就是唯一啦。这个一的时候，它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众生，所有的众生拢介意搞。都跟众生跟佛呢，是相同的，都是相同。虽然现在有形相同，可是这个相是假的，这个都要归还给天地。归还给天地以后，归入真，就是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不免分别啦，不用分别。同一个法身，大家拢讲大家都一样的，佛性都是为什么都悲？慈悲的悲，灵本同体，我们的灵性本来就是同体，同一个体，有奥妙的，很奥妙的啦，叫不可思议。这些都时常讲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华严经他讲他落入凡尘不是80岁吗？他说他不动分毫，
伊有出世，甲走入涅槃。伊讲伊吼一点仔叮当都无啦，叫做不动本尊啦。咱拢共款啦，咱有哪拢不动。咱即摆落凡尘咧受苦着，苦若食了搁转去，就搁转去本位啊。咱有哪如如不动？各位动了没有？有，都动了。举例像你说我的眼睛看到是从现在看，可是如果比较远的地方看不到那个眼睛，那到时候我的毛细不转吗？那个叫做那个手之心被我们极限，被我们的手知把它极限，它是无量无边。那我们要到成道的时候，大用无限，大用无限就像那个含莲花，依山倒海，咱今卖样依山倒海呢，就是咱也无法度大用出来，所有极限，伫咱的认知，我们知道的不宽广。我们知道的很狭隘，所以显现就很狭隘。我们很宽广的，它就很宽广。所以往后我们成道成佛了，那个大用无限就可以变化整个天地。那现在我们就是有形象，身体形象就受限身体形象，然后我们规规矩矩来做，这样呢才不会说不成道不成佛。好，请说。也有请问佛说这个瓦斯无心修诸道门是以魔业，为什么他说这个魔业？怎么不说是法业？像我们在第一个当中有时候这个业的时候飞出去，业细菌归去，那要继续就是等于在修魔业。好，请说。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在修入到很微细、很高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会有一点正言漏还。你讲出来的好像跟凡尘相反。比如说我们很努力修道，努力修道正确嘛，对不对？可是你修到很微细的境界你很努力修，就叫走入生灭，那个就叫魔业。为什么？因为你努力你会保持一直努力吗？你也疲惫对吧？疲惫你稍微放下灭，你现在花心努力生，现在疲惫灭，你叫修生灭。这样了解吗？所以修得高的时候，那个微的地方就越多，一点点不注意，本来都百尺竿头了，百尺竿头本来很好嘛，对不对？可是你不放掉你空性就不显现，空性不显现就成就不了，所以我们都是会执固执，了，有依赖有依赖我们人都是习惯了，我们从出生就依赖，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走路一定把妈妈的那个裙子抓得很牢，懂吗？你我就安尼，为什么？依赖所以我们那个依赖的依赖性已经深根蒂固。你要修就要抛掉依赖，所以佛制定戒律，他为什么说这个修道人只有三依一钵，剩下什么都不能有，就是要剔除你所有依赖。
不给你依赖，啊，你什么都没有了哦，那个才真正的努力修会成就。啊，你有依赖哦，你会心啊，会来就不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不依赖不容易啊。所以我们那个百尺竿头，引条条，搁绑住啊，绑住我就死啊，我就摔落啊，就是要互你绑，绑去哦，整个哦刹那就是讲一瞬间哦，你见到你全身了，你全部的那个平生的那个果报身，非常高大的果报身，你也百尺竿头放掉。就呈现，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实际的修到那个阶段，没有实际的去探讨研究，真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很正确啊？为什么说魔业？那个就是已经很微细了真正的你说对啊，这样对啊，错了，完成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的认知不够，认识跟知道不够，所以被自己障碍。本来都是佛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被自己障碍啊。我们的那个知觉障碍我们自己成就。还有吗？还有3分钟，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要问才知道吴讲师，那个老师有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吃下一粒肉粽，那要怎么办我们都知道，那学长说，就是肉不要吃那个肉请问这是什么心？好，请坐。那个有那个都是问释迦牟尼佛说去托钵化缘很多都拿那个那个分食的出来布施问释迦牟尼佛，那要怎么处理要办？那佛说讲你拿到那个河边把那一些味肉味鱼味把它洗掉，你就吃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它是要我们不要有那个杀心不要有那个杀。我们吃分的重点都是杀生不要有杀心。你的心不要有那一种杀的那一种心就可以把那一些洗一洗你就可以吃。所以有一些观念真的是我们也是很难接受嘛是肉嘛是鱼那变做会使吃，也就是讲已经不贪口腹之欲了。那重点就是不要杀生。既然人家布施，你不要浪费，你还是要吃的，还是要养生。你有吃，你才有法度修道，才会成佛了解吗？老师比较少遇到这个问题或许刚好因为看得多所以都有看到佛在回答这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这一些问题。下课。各位点乐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会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或许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56页。这个下面一段，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
说如釉呢，秀瓷如中的旃檀，那个旃檀啊，就是檀香。那么此香呢，肉腹啊，燃于一株，点那个燃呢，就是点燃，点燃一株啊，这个24株啊为一两，所以那个一株啊，非常的少，量也非常的少。那么四罗华尘啊，就是呢红色尘，40里以内啊，同时稳气，所以这个旃檀啊，非常的香，而且它效果啊非常的好。只要呢我们闻到香，身体的毛病啊，都可以这个去除掉，病啊都已经好了。所以这个很难去闻到呢这个旃檀香。在北俱泸州啊才有啦，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没有这一种24株为一两的那个旃檀香，所以我们这边众生的那个福分呢都还不够，没有办法呢闻到。那么佛就问阿难说：于云何？此香为父啊，生旃檀木，生如彼呀，未生于空。所以呢，我们这个了解到呢，现在呢讲了这个12处，就是呢这个眼色，然后呢耳跟声音。那现在第3个呢就是鼻子啊，跟我们嗅闻，就是第3个，都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这个之前就有讲，说不自生，然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先这个了解到，说我们的那个真心佛性它超越凡尘的所有因缘以及自然性，所以这边呢就把那个内容呢又讲出来，不助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答案呢就是无生，无生就无昧，那没有生没有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我们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妙真如，妙性真如，妙真如性。那么在这边呢，佛就问阿难，这个我们闻到的那个旃檀香是从那个旃檀木这个生出来的，还是呢从我们呢那个鼻孔生出来，还是呢在空间生出来？所以呢这个问这个阿难说你的意思怎么样？那各位先贤，我们假如说要办到我们都有花炉，也都一样有那个檀香的味道，各位先贤，我们闻到呢檀香的味道，那个檀香是怎么出来的？檀香我们办到的时候不是有花炉吗？那个檀香是怎么出来的？各位有没有参与办到？有。那有没有花炉？有。他都会花炉吗？也或许在这个老前人前人身边老前非常注重那个花炉，就是呢我们要挥花。花了以后
那个炉哦，它会这个热，然后刚好那个我们那个檀香木一插上去了以后就马上就有一种感觉上好像啵啵啵，好像要要滚那个形那个热炉真烈。那老千人一看到这个情形他就会称赞那个花炉的人，说呢这个道会办得很红展，就会炉会热炉很热。那假如说呢那个檀香木一插进去点点，哇，那这一下子这个老千人他不讲话了，可是也这个显现那个不高兴的那个脸色，说这个地区这个地方办不起来，虽然也都是这个外在的因缘，可是会显现在我们的行为动作之中所以那个花炉倒是很重要。我们呢都是把那个檀香末，然后这个放进香炉，然后跟呢那个香灰搅，对不对？就在呢那个炉的那个中间搅拌，然后呢那个范围就是我们那个檀香木一株檀香木的范围，那个深度啦，各位有没有这样？哇，这个叫做没有契合啦。我讲跟那那想的都无同，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无按哪法咯？规个炉拢个檀香木较低低不是那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有这个熟悉较接咯，就较会掌握迄个巧妙一掌握巧妙呢，一花就很理想，花得很理想那个等于是这个这个插檀香木的时候就会很喜欢很高兴，说的这个道会办得很宏展所以从那个我们那个花炉的那个形象来讲办到的是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一花炉了以后就有那个香味有那个檀香的香味。我们现在呢这个买那个檀香末各位先生一两是多少钱？各位都没有参与买那个檀香末吗？有没有？有一两是多少钱？一包一包不是算两的吗？在北部的话一两大概是40块，那我们这边呢会不会比较便宜？比较便宜那有的那个木材行咧寄茶迄茶迄壶茶壶茶壶摕来就我那会芳啦，可是那个就很便宜那个有的那个木材行就说你要的话不要钱啦，你摕回去烧就不要钱送给你。可是我们去买的话大部分都要啦都要那个檀香木有的拢给咱破好好啦以前或许那个时候民国60几年那个时候办到还要去摕点
摕茶刀，然后点啊破迄个速茶。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啊？有啊，不是拢是袂便便拢安尼，买来就可以用的。以前我们都是呢要自己啊弄一个一个破，破的也袂使破伤大，伤大的速茶歹茶，若伤细佫破袂来会长，都爱拄啊好，所以中道难行要刚好都很不容易。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已经讲到呢，那个檀香木，还那个香味我们能够呢鼻子闻到那个檀香木的那个香味，是怎么来的？各位有没有研究过？都没有啊！哇，那大家都吃饭卡中的呢。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说若复此香生于如彼，从那个鼻孔开始，这个香呢从鼻孔生出来，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灰旃檀。这个我们鼻子不是旃檀，各位想鼻子会出旃檀气吗？会不会？迄那会出旃檀气，大家拢要去你身边的。所以之前呢，这个或许在民国大概66还是67年那个时候有带一位那个游天堂地府那个许传灵许先生，然后呢，因为后来也贪念凡尘，凡尘事很贪念，所以就被这个阎罗王这个押到第7殿去洗澡，说你浑身都污秽要把这个污秽洗干净，到第7殿去洗。然后呢，他洗好以后又来找后学。我说，你身上怎么这么香？他说因为去第7殿洗澡，那个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水就是很香所以它洗出来以后全身都是很香只要呢这个跟它凑身而过就一定可以闻到然后一直延续1个礼拜1个礼拜我们用那个完成的水洗那个香都洗不掉了，还是很香，还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各位想不想去洗呀？从安尼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不承认我们沾惹尘垢了，所以都不想去洗。到第7殿去了那也不是好已经拢是地府所以还是在凡尘比较好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这个旃檀那个香味是呢从我们的鼻子生出来云何鼻中呢有旃檀气称如闻香当以鼻入，鼻中出香呢所闻非异所以我们闻到香味应该是从鼻子进入
鼻中呢能够出香，我们鼻子可以出香，说闻跟真理就合不来，所以那个要了解说就不是从鼻子呢出香，鼻子呢是产生的那个香味。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到说旃檀木那个香非常香，治疗我们身体的毛病。可是这个呢旃檀木的旁边都会有那个依兰，依兰树跟旃檀木都会这个在一起生长。可是那个依兰各位先生，那个非常臭，那个臭就像我们人死掉了腐烂，人死掉腐烂那个臭味尸体的臭味是凡尘最臭的那个依然那个味道就像我们尸体腐烂的臭味。所以香的时候是最香旃檀木，臭的时候依兰树是最臭。两个它一定生长在一起奇不奇怪？所以凡尘是就一好就有一坏，有白天呢就有晚上，就是这意思。那么若生于空，假如说这一种旃檀香是生在空，空性常恒，这个空性它都恒常都在，相应常在，空性都常在的话，那么那个香也应该时时刻刻都有。那么何戒炉中呢热此枯木？为什么要借着呢那香炉之中来烧这个枯木？就是呢烧那个旃檀木。所以是这个呢是生于空第二个。那么若生于木，第三个假如说这个旃檀香是生于旃檀木，则此香子因热成烟。那个木的香子因为热，我们把它呢烧了，它呢就变成烟。若彼得闻何猛烟气假如说我们鼻子要闻的话就是那一些烟气这个跑到我们鼻子里面来，其烟呢腾空，那个烟往空间上面腾，未及遥远，就是没有这个烟没有到很遥远的地方去。那么允和40里内已经都可以闻到那个旃檀香。是故当知呢相比于闻既无出手。所以我们一般呢也都会想那个香呢一定是旃檀木花出来的，对不对？可是各位先生，旃檀木假如说不把它不把它呢这个加火烧的话，它会不会发出香气？不会所以这个佛在讲经说法都把整个分开了鼻子空间，然后跟旃檀木都整个都分开了。那分开就没有这一种会产生呢那个很香的香气就没有所以佛就讲说我们要知道那个香鼻子跟我们嗅闻那个闻香那个动作既无处所，就是没有地方所在都没有它呢固定的地方所在。即嗅与香两处虚妄就是呢我们在闻嗅闻跟那个香味这两处虚妄这两个呢都不实在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它不是因缘所产生，也不是自然性的所有，不是自然所有，而是我们呢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我们的佛性所呈现所以呢，各位先生，我们讲这个4科就是5音6路12组跟18界4个是4个，然后跟后面那个7大这个全部呢都是如来藏，都是我们妙真如性可是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很多呢这个产生的现象，我们都会用别的那个语言文字来阐释来说像呢我们这个花乳了以后会产生这个香那个香气能够闻到香，我们会说因缘所生是因缘所产生。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因缘所产生它的那个因缘的内容就是那一些东西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所生花所以呢我们从根源来讲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呢我们就了解说原来佛在讲是从根源来讲那我们呢一直都会听到过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的瞎修行。那我们就是呢摸到根根源，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从根源了解，从根源的研究那中间的一些过程是因缘所产生的这一些现象都是短暂。那为什么会产生现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所呈现，这样能够了解吗？大家都在想这卖引较好所以我们研究就是透彻的了解到它的根源就是摸到根摸到根源摸到根源呢就不会讲虚妄就不会说呢这个但有言说90亿有没有嫌这也不爱赢这个是很白话所以或许这个这几天呢在北部刚好有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修道应该是怎么样从凡夫到佛地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怎么样呈现。那或许就有想到圆觉经里面清净慧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我们凡夫然后跟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跟十方之佛为什么有差别不是都一样吗？一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现象对不对？那个佛性都一样凡夫的佛性阿罗汉的佛性、辟支佛的佛性、菩萨的佛性、十方之佛的佛性一不一样？都一样所以佛呢就教我们众生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之中到达十方之佛的程度。那或许呢有把那个一章那个讲义把它呢这个带过来。那是7年前或许呢的写给浅显的那个里面的内容。那因为或许都忘了有这一件事
老师就拿到的人听到以后啊，他就拿出来给后学看，说啊，7年前你就写了，就写这一章，他紧印好，这速度够紧，我们刚拿来的啦，从北部拿下来，所以它是《圆觉经》里面的一小段。是清净慧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回答说善男子但知菩萨及末世众生，悉一切时啊，不起妄念，于诸妄心啊，亦不熄灭。住妄想境啊，不加了知，一无了知啊，不变真实。所以这个经文啊，不多了，可以说很少。那会觉得说呢，因为啊，他讲到我们凡夫啊，直接到达佛地，然后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去做。所以呢，就把它呢，这个这个抄录下来，然后呢，那个底下，就是解说，详细解说，说它的那个里面的意思，说我们呢，悉一切时啊，就是整天不起妄念，就是呢，不要有妄想杂念，就不起，然后以诸妄心呐，亦不熄灭。诸就是很多啦，我们很多妄心呐，也不要去熄灭，因为我们呢要了解妄心无体啊，妄心呐，它没有体。那假如说我们要熄灭妄心的话，便有为啦，有所作为。那有所作为啊，我们看的那个《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啊，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不落入啊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已经是佛性了。所以以知妄心亦不熄灭。我们不熄灭妄心的时候啊，那个都是啊我们佛性本体。可是我们要加以熄灭我们的妄心啊，就变成凡夫了。各位先生，这样听懂吗？讲同学拢不爱搞我语，因为这个呢很容易啦，可是我们也是很容易忽略，很容易去做，很容易忽略。这样了解吗？你看我们一有妄想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赶快去除掉，对不对？那个是我们人的常情，人都会这样。可是佛就讲，于诸妄心啊，亦不熄灭。他就跟我们讲真理，说你要熄灭啊，你就是已经落入有为，有所作为。你有所作为啊，它就变生灭。有生有灭啊，不是佛性本体。你知道不？所以他就讲，以诸妄心啊，亦不熄灭。住妄想境啊，不加了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不可能说不住妄想境，对不对？我们一看呢，看到下面好看，拢会呈现在咱的眼前，对不对？都会呈现。可是呢，佛就讲住妄想境，我们已经住，不加了知。安尼也一样呗。现在倒是有人回应，不会说我爱语。
可是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这个讲出来很容易啦，做起来哦却蛮困难哦，因为我们住妄想境的时候啊，拢会想要了解是什么，要了解甲顶头迄句同款，落入有为啦，落入有为啊，又是生灭，这样了解吗？住妄想境啊，不加了之。不加了之，知道吗？刚才我们看到了外面有种那个荔枝，我们看到了自在妄想境，不加了之啊，不去看那个是种什么荔枝，就已经加以了之啊，这样了解吗？我们住妄想境不加了之，然后呢？以无了之啊，不辨真实。在无了之之中啊，不分辨啊，是真的是假的，这样会吗？容不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啦，可是我们听很容易啊，会知道。而且从头呢再讲，说善男子，但知菩萨呢，即末世众生，悉一切时啊。不起妄念，疑之妄心啊，亦不熄灭；自妄想境啊，不加了之，疑无了之啊，不辨真实。这样有没有听得清楚了？有没有？听不清楚也没关系啊，手上有印一张了，手上有写了，那里面呢就有写，有把经写下来，有把解说也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日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呀，已经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从这样进入了，即一切时不起妄念，那个啊最不容易的，我们都会起念，所以要训练自己呀，就是不要起心动念，然后呢，住妄想境啊。我们不加了之，疑之妄心啊，也不熄灭。那个都是非常容易呈现啦。然后我们的处理方式啊，又很容易进入生灭，很容易啊进入有为。这样了解吗？然后最后疑无了之啊，不辨真实。就是不去分辨了，它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整个天地之间呐，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存在，整个山河大地，整个万象都是佛性本体，所有整个有情的众生呐，我们要知道。都是同体，都是体，所以我们刚才呢那个唱那一首山歌啊，说只要我们用那个很至诚的心啊，就能够跟上天呐契合，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假如说用至诚的心，全部啊都不落入作为，就是有为，然后也不落入生灭，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呀回归到本位，所以啊那一阵子或许有休息50天，然后再来，有没有？那个时候就有跟各位讲说，假如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一口气不来，那我还会呢再来，因为曾经有跟各位许诺说要各位都成佛，没有？也拢也未成咧嘛成未？未所以呢还要跟各位结个善缘还是要这个循循善诱引导我们呢这个努力做努力修可以成就，可以成道呢，可以成佛
所以一定呢，我们听到好的方法，就去实行实际的做。那实际的做以后啊，我们再往更这个高更深入的那些佛理啊，我们都会听得懂。那假如说我们有听，然后没有做，然后往后再讲比较高，就比较能够让我们成就的呢，就会听不懂了。像说啊，我们呢这个上个礼拜啊，不是有前贤问吗？说我们呢这个非常努力的修道啊，竟然是魔业，有没有？没有听进心里面了没听到，所以呢那个啦，我们就是了解到很微细的那个我们呢这个研究到比较高阶层的时候啊，比较微细的道理呀，就一定也要透彻了解。那我们很花心来修道，就一定呢要找到生不灭的那个修行方法。那我们假如说这个很努力啊，很花心这个修道啊，很努力来修道，各位浅显正不正确？所以我们呐鼓励啊一些新进的比较知得比较浅的都是要这样的，要努力修道。可是我们到达比较高的程度以后那个很努力我们就是要去深入的探讨。我们人都有疲惫的时候也有反弹的时候。那当我们一疲惫下来，本来很努力一疲惫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懈怠？所以很努力的时候就始于生，有点疲惫懈怠下来就始于灭。那我们不修那个生灭的道，我们修呢要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了解吗？是不是比较微细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很努力的修，那个是我们切力的目标。可是呢，我们做法就不能说你走啊无气力啦，都要停落来，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没有这个未气力以前咱都要保持那个继续的力道。那这样呢，继续的力道有了，我们又可以这个往下一个阶层又努力前进。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生也没有灭，都一直很努力的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精进。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自己就是要了解到有没有走入生灭，有没有走入变化。变化那个跟生灭是一样，它不能，我们呢要了解到修道呢不能变化。一产生变化，我们心变不变？会变的心就是生灭的心。所以我们就是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绝对可以成。而我们当下就已经了解，然后已经在做，那已经就是了。就是已经整个佛性呈现在眼前，当下都是无欠无余，无欠无春，嘟嘟好。所以亿万年就在当下。这个几千万年之前，几千万年之后，跟现在同时汇合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我们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啊，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我们不用进入六道轮回，有没有回到我们本位了？有没有？所以很殊胜都要了解到不会很困难，只要我们很笃定的对自己有信心。你看我们儒家讲信就在中间，若统四端，四端呢就是仁义礼智啊，就是东西南北啦。所以那个中啊就是信。所以信统四端兼万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非常重要。我们都是没有十足的相信自己佛性所以力道才不足。那假如说对自己的佛性很肯定，你做什么呢？力道都很充足，都不缺钱可是我们现在有时候都会感到力有所来，就是不充足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对我们佛性本体的认识都还够。那现在呢，我们都一直要呈现日常生活之中怎么能够都跟佛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那一张圆觉圆满的觉性呈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整个都出来整个出来了。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具一切时不起妄念，疑之妄心亦不熄灭，是妄想见不加了知，亦无了知不变真实。就这样，非常简单的就是要去，而且又不困难做起来不困难，只是我们认知上的差别，对不对？认知上的差别而已不同。因为我们假如说没有研究的话，我们一去妄心我们都会熄灭我们在熄灭妄心已经走入有为法，已经走入生灭，我们都还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听到了说圆觉不能落入有为法，不能落入生灭所以以妄心妄心来了，你不熄灭它，不管它了，不管它最容易的，对不对？还有反应，所以可能各位是听到，不要管它不行要管一管，所以赶快回应。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不要动，不要去熄灭它，也不要去管它。这样的话我们也会习惯。那往后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马上都知觉，就知觉了以后它不会延续。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掌握，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心的动态，等于是说过去、未来、现在那个整个三心你都可以掌握了，不被三世摄受，三世不摄受，六道轮回没有，不用六道轮回每一个都已经成佛了，可以超越。所以我们那个印缩小型的老师的墨宝，后面不是有写吗？老师有说嘛说要听性理心法才可以拿墨宝，然后就讲等下是点到是万八得超然没有说永远得超然只有10800年，有没有？
所以鼓励我们研究心理心法，超越10800年，因为10800年啊，一个言会里面的我们要了解到一会而已，一言12会啊，10800年才一会，1/12啊，那么少。那我们一回归本位以后啊，不管过几个言会啊，我们都可以啊，跟南极老仙翁一样。南极老仙翁不是说已经经过7个言会吗？没有，只要那个南极老仙翁来借窍啊，都叫我们小宝宝，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小宝宝了太小了所以我们要赶快修正到南极老仙翁的身边，然后南极老仙翁看第8次的天地混沌啊，我们看第1次，对不对？不要经过呢又经过1遍14瓣，然后第15次的时候，南极老仙翁又来借窍啊，说自我成道以来天已经混沌了第14次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听，各位都也忘了呢，有没有？南极老仙翁说，我已经看过天地混沌那个是第1次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在场听课，有没有？都没记了。所以我们都忘了那个第1次啊，南极老仙翁就跟我们讲，我们都忘了，现在都第7了然后在第7就14了，14的时候啊，南极老仙翁又来了，然后我们又坐着听课，可不可能？卖赢较好，上好唔免搁伫这间咧年会啊，成真的有苦啊说不出很苦，年岁越大就越苦你看我们要生存在凡间呐，条件是不是要很多？要具很多的条件才能生存在凡间，对不对？很不容易足面难过的，伊互咱过袂好势呢，会好势。我们都不敢回答，为什么？过100年后啊，都一个外交国，对不对？全部都不在了啦，不在了，不在凡尘了，所以啊，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然后这个已经命终的时候啊，到那个欲界啊，那个他化自在天去走一趟再回来凡尘跟所有这个所有亲属这个认识的朋友说一说，我已经到他化自在天去了，有办法吗？那拢无看到半个熟悉都不见了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曾要1600年啦，那个他化自在天才1天1夜啦，那咱来一天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去1天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再来完成，怎么样？那整个都不一样了所以啊，都落入不可思议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论理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快生灭无常。那我们佛性永远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对不对？我们都不理呀，认识他了没？
一定要认识我们回归本位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相比于文这三个呢都没有固定的地方所在然后呢我们就讲这个第四个就是我们那个舌头嘴巴啦跟那个吃的味道阿难汝常20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汝常22个时辰，就是呢早上跟那个中午这2个时辰。那么佛制定戒律过午不食，经过那个午时下午点就不吃了这样呢修起道来比较容易成功。众中持钵其间或欲失肉醍醐，名为三味。这个呢，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早上呢跟中午在众中呢持钵，就是托钵到百姓家去这个化缘。那么其间呢或失肉醍醐，名为上味。就是最好的那个味道，就是牛奶，牛奶有5个这个味道，第一个就是牛奶，第二个呢叫卤肉，第三个呢生酥，第4个熟酥，第5个就是醍醐。那我们这个台湾呢大概只有到那个第2位，之前非常早期的时候或许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醍醐可以治百病，那或许就到那个大卖场去问，问那个售货员，说你们这边有卖那个醍醐吗？他说你是要买酱油。我说醍醐他说那个要到印度去买。印度有没有醍醐因为佛在那边讲经说法嘛因为佛有讲吃了醍醐以后百病全部消失了，拢无病，况这上好一定要买来吃。讲咱家做到那个卤肉，各位有没有吃过卤肉？那卤肉要12杯很大杯的牛奶提炼一片卤肉，所以我们吃那个早餐很多人都夹在那个面包里面一片的那个卤肉，有没有？那个时候或许赶快去买来吃，结果会怎么样？对了，胖起来了，会加斤大颗，很快胖，所以孩子是不能说吃就吃，因为那个一片12杯的很大杯都比这个大杯很大杯这个都还不算，这个才半杯而已12杯那个大杯的牛奶提炼一片卤肉，它生吃也可以啦，不夹在面包里面，一般都夹吐司啦，夹在吐司里面。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在佛的那一种朝代
这5味啊，这个牛奶，这个卤肉、生酥、熟酥、皮糊，这个5味，名为上味，最好的吃方面啊，最好的味道。那么于云何？此味为护啊，生于空中，生于舌中，未生食中。这个佛问啊，说我们吃的这个味道啊，是从空中产生，还是呢从我们舌头之中产生，还是呢从食物之中产生？一样呢，是一说阿难若复此味啊，生于乳舌，假如说这个味道啊，是从你的那个舌头喙肌啊，舌头这个生出来，在如口中啊，只有一舌，你的喙内喙肌才一个尔，其舌耳时啊，已成是味。欲啊，黑熟蜜啊，应不推移。这个佛讲也是很有意思啦。你只喙是一个尔，迄句啊你已经伫咧食迄个生酥、熟酥啊，酥味，就牛奶那个第3跟第4那个味道。第3生酥，第4啊熟酥酥味。那么黑熟蜜就是甘蔗、甘蔗做黑熟蜜，甘蔗的外皮黑了，对不对？它里面很甜，对不对？很硬啊，对不对？所以黑外面的皮黑的，然后很硬实，很甜呐，蜜，黑实蜜。我们现在都讲甘蔗了可是佛那个时候啊，就讲它那个外表跟它的味道，那个甘蔗黑熟蜜，硬不推移呀，就是舌头只有一个，那吃了生酥以后啊，舌头里面啊就是那个生酥的味道，它吃到甘蔗啊，应该不会变甘蔗的味道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舌头只有一个啦，一个已经被一个味道占据了，应该呢它不会推移呀，就是不会变化，吃甘蔗啊还是那个生酥的味道，会这样吗？只要这样那才奇怪我们吃花生啊，有花生的味道啦对不对？然后吃甘蔗有甘蔗的味道。那假如说我们在吃甘蔗的时候啊，也是花生的味道，怎么办？所以或许都一直在想，这个花生跟甘蔗一起吃的话，到底是要吐掉呢，还是要吞进去啊？花生可以吞进去嘛，甘蔗要这个咀嚼以后要吐掉嘛，对不对？两个一起吃的话，到底要怎么办？各位有没有试验过？没有啊，倒是可以试验看看。这个甘蔗跟花生啊一起吃，然后你一直咀嚼，到后来真的还可以吞进去。那个花生跟甘蔗一起吃，但是你不要吃这个几口就吐掉了，怕死。你要给它剥烂，剥到尾啊才是吞得落。很奇怪各位可以试验看看一起吃，然后吃了很久，然后你一直咀嚼，那整个那个甘蔗渣都变成花生。所以各位可以试验看看，看看是不是被我骗的。
一定是哈、哦，不是啦，因为后者有吃过啊，真的把它吞进去呀、肉不辨矣呀，不明滋味。假如说这个舌头已经变成生疏的味道，再吃甘蔗，不推移那个味道不变化，这样呢，就不叫做滋味。你知道那个味道。肉变矣者舌非多体。假如说呢已经呢变矣了，那我们的舌头只有一个。那么饮何多味一舌而知。那么多的味道一个舌头能够知道。所以这个各位先生，佛就是在讲了，说我们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很奥妙。我们舌头只有一个，你看我们吃的东西有百千个味道，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差一点点那个味道以后不要到追加来吃，这个味道差一点点，有没有？我们就是要光明，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光明，光明正大，然后呢，努力修持，能够呢修正成佛，救度这个苦难的众生，众生都很苦难的。不苦因为我们都把苦写在脸上。你看我们的那个眉毛是不是糙？你看我们那个眼睛跟鼻子是不是一个十字架？然后我们嘴巴是不是一个口？加起来是什么？就苦了。所以我们把苦都写在脸上。不苦也不行苦为了，这个苦苦为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在凡尘年岁越大就越苦就越吃的越多越不好处理这个凡尘事。那假如说我们福报大各位先生好不好？对了，这个不要回答比较好，因为福报大是我们追求了可是真正的福报大，我们就不想修道了那个社会地位有又有钱他呢就享受生活。那么至于享受生活就像弥勒鲁巴讲的，这个入地狱唯恐不生受苦的日子唯恐不长，对不对？他要享受一享受了以后遭不遭罪？都是遭罪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一生一生不素食的话假遐车多少生命剩不了，对吧？所以难怪佛释迦牟尼佛会讲，一失人生万劫难复。人生一失掉以后经过万劫都没有办法再恢复人的身体。所以我们以后的身体要赶快借假修真，赶快把佛性修正然后身体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这样我们就不缺这个天地一笔债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经文回来若生于食，假如说呢我们那个味道是生在于食物，那么食非有事各位先生，那个食物里面它有那个认识的事吗？有没有？都没有了我们了解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他不会说我叫好吃的，赶紧把我买去吃，有没有？没有所以食非有事云何自知
为什么他是知道？幼时自知呢，其同他食。假如说是食物里面呐，自己知道的话，跟别人在吃啊一样，何欲于汝？跟你呢有什么关系？名味啊，是说你知道呢那个味。肉生于空，假如呢，这个味啊，我们吃的这个味道是生于空。卤蛋虚空啊，当作何味？我们吃那个蛋就吃了你吃虚空，当作何味？卤蛋呢虚空，当作何味？吃虚空是什么味道？必取虚空呢？肉作腥味啊！既咸卤舌，亦咸卤面。则此界人啊，同于海鱼啊。说虚空是咸味的话，那么咸你的舌头，也咸你的面，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啊，全部都变成海鱼啊。那么具常受咸啊，了不知，就不知道那个淡淡的，时常啊都受到那个咸的味道。若不是淡呢，亦不觉咸，必无所知啊，允何名味？所以这个味道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啊，才知道味道。我们在第3片的那个 DVD 啊，不是有讲生灭的那个6根跟不生不灭的6根，有没有？然后我们有讲到那个舌头喙肌呀，喙肌是不变之体，然后啊物件吃东西就是随缘之用，吃到什么东西知道什么味道，对不对？那个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喙肌啊不变之体，那我们吃完以后色用又归体。色受呢，我们喙肌也用，然后又归到呢佛性本体回来。是故当知啊，味舌以产，既无处守，以产以味啊，二俱虚妄。本会因缘，会自然性。这个都是虚妄不实在的。那它实在呢，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接着呢，底下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跟阿难讲，说汝常晨草晨朝，以手摸头。这个各位浅显，这个早晨为什么要用手来摸头？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没有讲过吗？没有，那可能在台北讲的啦。这个修道进入那个比丘比丘尼啊，是不是要把头发都理掉，对不对？那这个早晨啊，用手来摸头，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已经出家了，不能再贪念凡尘事。这样知道意思吗？那我们早上要不要摸头？我们是这个水里的莲花活栽呀，所以不用这个不用呢这个摸头，所以外表形象呢跟所有的众没有两样。可是我们的内心就是不同，就是一心意就是要回归到本位，就是要成道，要成佛，度化众生呢，使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成道成佛，这样整个娑婆世界就变莲花邦，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
你常这个早晨晨草以手摸头，那么于云何？此摩手之呢？虽为能处，能为在手，维护在头。各位前人，这个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看。这个我们摸头，谁为能处？这个是手为能呢，还是头为能？各位前人，我们的手来摸头是头是能还是手是能？这个手是能摸了，头被摸，对不对？可是现在知觉在头，对不对？手是手知头是能知。各位浅显，哪一个正确？是手还是头？很有意思我们都没有去研究了，所以讲出来我们都没有答案。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处？假如说那个手是能能处，头呢被手处，手是能，头是手，能手，这样了解吗？佛说呢，假如说是手的话，那头就无知了，就没有处。那么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了，这个能能处的是在头，那手则无用。那么云何名处？所以伫手嘛唔对，伫头嘛唔对，倒位对？对啦，就是佛性啦，就是我们呢，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若各个有则如阿难应有二身。若头与手，一处手身，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处则无成。一体就没有那个接触。若二体者处谁为在？二体的话是头呢还是手？在能非手，在手非能。不应虚空呢，以汝成处。所以这个能手，我们修道就是要消灭能手。能手要双泯泯灭了，睡觉了啦。能手都睡觉了，所以我们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就是把能手呢都灭掉，没有能没有手，各位了解吗？因为能手就是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各位都还记得吗？记得我能看，这个能看的就是我相，那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能手，然后手看差别重生，叫做呢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一直看，叫做寿者相，就是四相。那我们消灭能手就是消灭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就已经回归一体了，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时常讲，对不对？往后可能都会背了啦，是故当知觉处以身，既无触手，那个觉，跟那个接触跟我们的身体它呢既无触手，都没有地方所在，即身与处二自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
我们那个身体呀，本来就是不真的，不是真的，实相，我们讲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实相。那我们讲真如，不生不灭的佛性叫真如，讲一真法界，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叫一真法界。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身啊，跟处啊，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没有的东西啦。所以我们了解到呢，我们众生看的都实实在在，在佛菩萨啦、清明眼来看啊，都是啊，清明空，都是没有，我们看都是有。各位姐姐，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可以延伸了，100年前有没有？100年后啊有没有？我们是说我们身啊，100年前当然有100年前啊，100年后也有100年后啊，那个当然有。可是身体，我们的身体啊，100年前有没有？100年后有没有？都是咧，拢无啊啦，拢无正底。拢假啦，对不对？身体是假的，佛性是真的。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生灭，不会生也不会灭。我们要把佛性修正。各位姐姐，佛性有没有？这个倒是要肯定啦，那我们呢？在讲这个最后一个这个12处的那个义跟法，所以呢，或者都讲我们讲法的时候啊，大部分都很宽广，整个宇宙虚空呢称为法界。可是呢，在讲6层的那个法，却是很狭隘的。只有眼耳鼻舌身露现在意的影子啊，叫做法。这样了解吗？阿难汝常狱中所言善恶无记啊，三性。善跟恶无记，无记呢就是不记善也不记恶啦。那个叫无记。生成法则啊。这个所言的善跟所言恶跟所言无记啊，就三个三性。它生成的法则怎么样生成呢？此法为护啊，其心所生，未当离心，别有方手。所以啊，前面就讲汝常义中那个义里面的善。义里面的恶，义里面的无记，那个生成怎么样生成呢？它有一个法则。那么这个法是我们的心所生，还是呢未当呢离于心啊，别有方手？各位浅显，心啊跟意啊，相不相通？哇，有个假亲嘛。所以啊，那个达摩西来1至5啊，且凭心意啊用功夫，若要指上呢行佛法，比肩呢湛干呢洞庭湖啊，用洞庭湖的水当墨水来写佛法，都呢找不到佛法，所以一定呢就是要用心意。那边呢佛就讲说我们那个意生出来的善恶跟无理，那个生成的这一个方法，这个法是我们的心所生呢，还是呢离于心，别有方手。所以这个呢，我们平常呢就很少探讨。阿难，若即心者啊，假如说那个意啊，就是我们的心，那么法则呢灰尘，
假如说意是心的话，华就变成了不是六尘里面最后一个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华就是呢，色声香味触华，是不是六尘的最后一个？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知道六尘的最后一个，再来看我所讲华则非尘，那个华华则呢就不是六尘了这样了解吗？华也过去有文字卡掉呀有没有？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我们的意啊是心的话，那么法则啊就不是六尘了不是心所言非心所言呐心所言跟意啊，各位浅显，意所言跟心所言呐相不相同？一下子如果敢若迄个出题伫咧考试，这题真歹回答对不对？很难回答啦意所言跟心所言呐一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是了解到心所言呢跟那个意所言呐它是不同的，所以法则非尘不是六尘啊，就不是心所言那么允和成处就是12处那个地方所在。那么假如若离与心啊别有方所，就是那个意所言的三恶无记啊离与心另外有地方所在，则华自性啊为之非之。这样华的自性就是六尘里面最后一个华那个华的自己本身啊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知得明心呐，知道的话就叫做心意如非尘，跟你不一样，但是呢它不是凡尘不是凡尘里面的一个那么同他心量，就是跟别人的心量是一样。那么即如即心，假如说是你的话，那么就是你的心。那么允和汝心更恶于汝为什么你的心呢更两个于汝，就是你有两个心。若非知者，假如说呢不知道那个华就是呢不知道此尘一非色声香味离合能软局虚空相这个法尘啊，它不是呢色声香味离合能软局虚空相这个法的那个六尘的最后一个啊当以何在？那么它在呢什么地方？均于色空呢都无表示啊。现在这个华在色形象呢，在空间它都没有表示。不应人间呢更有空外不应该呢我们人间又有空的外面心非所言处从随力我们的心呢不是所言，心呢是能言所以不是所言那么处地方所在从随建立。是故当知呢法则与心既无处所，则意与法意跟法二俱虚妄，两个呢都虚幻不实在本非因缘呢非自然性，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是我们的如常妙真如性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是12处12个地方所在，6根跟6尘，12个地方所在也都是呢如来藏妙真性。
那么接着呢，还有那个18界，就是6根6尘跟6识，36呢18。那我们呢剩下20分钟给各位提问，所以这个呢18界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说。好，请说。明心见性和开悟是不是文字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明心见性跟开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明心见性是我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了。那个开悟它有非常多的角度而且又有深又有浅有浅的悟有深的悟。那有道理的悟，有形象的悟，所以那个开悟它是比较狭隘，明心见性呢，心明了一果就不昧，见性成佛就无疑，所以那个是究竟，明心见性是究竟，开悟是一个起步，这样了解吗？好，再说。这边有学生说，第一个问题，修道人有必要为往后的生活做存款的计划吗？有必要为了要买保险，让自己为了缴保险费而把时间用在赚钱的事情，这样是不是不值得？为了生活拼命在赚钱，拨不出时间来修道，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也耽误自己的前程。好，各位先生，这个就是现实与理想。那我们了解说，理想跟现实都有一段距离，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了，这个身体我们要策划，可是佛性不用。策划未来是为了身体啦，佛性不用你策划未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呢，那个佛性是要掌握当下，那个是很重要。可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存也是蛮重要，因为借假修真嘛。那要怎么样过的生活会比较能够安心正常，导致呢自己也要这个深深的思索身体跟佛性把它分开我们重视佛性，但是也不忽略身体，这样的意思吗？可能也都会困扰每一个这个修道者，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真正的努力这个修道，他会全部都投入在佛性之中。那投入佛性之中假如说你真的是非常的那个至诚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非常的诚，那要了解到所有现象的变化，那个诚者你都会预先呢知道现象的变化那个对佛性非常虔诚的他会事先了解，所以怎么样应对佛性也会告诉你。可是我们一般对佛性的信心不够，你就可以两方面同时进行，这样就不会后悔那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后悔，每走一步都很踏实，一步一脚印，绝对会成就。还有吗？第二个问题，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到了半夜的时候会一直吵闹，但是到了天亮时又变得很安静。那晚上吵闹
是跟谁在讲话呢？就是说有人很要回去。你从头再讲一次。说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一直吵闹，但是到了天亮又变得很安静。那他晚上吵闹是与谁在讲话？各位浅显听懂这个意思吗？懂啊，什么我懂，你们都懂。因为生命走到尽头，都死去啊，死去啊，半夜那吵闹，个天啊。或许听到就是这样，生命走到尽头，我就讲死去啊，死去啊，半夜会吵闹，个天光个真安静，有这种事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是半阴半阳，阳跟阴啊，我们都可以适应。不管是晚上，不管是白天，我们都过得很舒服。那假如说呢，我们在完成的修持啊，一直让那个阴增加，让那个阳减少，那这样的话他晚上会特别的兴奋，然后白天呢昏昏沉沉。那假如说我们反过来，一直培养阳，一直培养，阴啊一直减少，那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很清醒，那个觉啊，佛性呢都会呈现。各位阳多还是阴多？阳多。蛮有自信的阳多，就是要正面光明。光明啊就是阳，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半夜啊，那会吵闹，半夜会吵闹的话，那个都不是好事啦，就是有那个冤欠，冤欠啊要来讨债，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得安稳了，他也要做了你这个没办法这个安睡。等白天的时候为什么安静？因为那一些冤欠它是阴体呀，一到白天就阳了，阳的时候它要离开，它一离开了以后你就有平静安稳了，这样了，所以那个导师要赶快还债。从心里面尽力了，说我所欠的我绝不赖债，不赖你了一定会还。你表明那个你自己的那个态度以后，这个冤情他就会安心，他会安心以后啊，他不会找你麻烦，你会过得比较好，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啊。第三个问题，得了道没有再办道的人，他过世后灵性会到哪里去？这个之前呢，或许都导师常讲，说你求了道都没有在修，没有在办，那只有种子不灭了，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种子不灭，要等到下一个缘会啊。又来转世，然后又修，那要经过很久时间都在受苦了，可是比没有求道要强，对吗？还有第四个，现在还是有这么多种听了医生的话，配合医生治疗，但是能够幸运的根治者是很少的机会，只是多活一段的生命。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身体恢复正常，
又为什么会得癌症？好，那个得到癌症大概每一个人都会啦，早晚我们都会得癌症，都会死掉了。看哪一个器官先这个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身体的所有红土我们就是要自重，也是算养生的一部分啦。那我们养生就不能害身所以在凡尘心地非常重要你心好了然后呢不陷害别人，然后也不吃那一些生灵的东西这样呢对自己身体的本身就是把这个饮食就是要定时定量不要吃得太多，吃得太晚就会有毛病啦。我们吃少一点，身体的健康又会呢这个精神方面比较充足，修道也比较容易啦。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吃的方面都已经超越我们这个身体的负荷，或是呢造了很多的那个杀业那个烟签，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毛病就会很快呈现很快就来。那第一个我们呢就是要注重自己的那个消化系统会产生毛病第一个就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它会累积在我们肚子，那肚子有累积东西它就会发炎，那久了它会有那一些呢毛病形成就是有那个肿瘤，那肿瘤在你再不管它一段时间就变癌症，然后癌症你再不管它差不多要跟凡尘再见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先注重自己的消化系统，看看呢这个消化的好不好，不好的要赶快改善一方面吃药，一方面运动这样使胃它能够呢消化正常，消化正常我们吸收营养也正常，造血也正常，那全身这个五脏六腑毛病就比较少生活也比较快乐啦。那假如说我们不朝着方向你用钱的话大概得到的效果都只有有时候一半都不到所以一定要配合运动肚子要照顾这个根源我们病的由来是从肚子来，肚子照顾好了，营养都会吸收了器官都没有毛病啦。那假如说我们肚子不好然后累积肚子会累积那一些废物，那废物累积的久我们叫什么宿便，有没有？就是大便都没有通了，都累积在肚子那一些都是阿莫尼亚，对不对？没有把它清除掉，产不产生毛病？一定会产生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时时让肚子都能够消化，能够空巴肚空空啦无物件它就会形成迄个肿瘤就会形成癌症就身体健康所以这个蛮重要了。还有没有？还有好再说。另外一个题目在问，他说意所缘和心所缘有何不同？意跟什么？跟心缘所缘意所缘跟心所缘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我们形成意眼耳鼻舌身意的意那个形成是不是要很多的因缘所以那个意叫做所缘，可是我们的心呢叫做能缘，这个有没有差别？
各位同学有没有差别？嘿，心掌握主动啦，那个意它是掌握被动。所以被动的意它一定要有很多因缘际会。可是心我们就了解到，虽然很多因缘也可以形成我们心，可是心呢，它可以策划，可以很多都在主动都在掌握那一个这个现象之中。那个意大部分呢，我们要了解它是眼耳鼻舌身累积下来的才成意，所以那个意它是一直从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然后转成末那识，末那识以后就转成眼耳鼻舌身意6个，就已经很多因缘。那很多因缘形成以后，那个意一定要有现象眼耳鼻舌身有这一些现象以后，意才有作用。那个心不用心不要呢这一些眼耳鼻舌身它就会有作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心可以掌握主动，那个意大部分都被动。那我们呢，在修持的过程呢，我们把我们的意不要让它呢呈现凡尘的万象，我们把意来做呢妙观察智，就是呢用那个凡尘所言，我们用这些言运用这些言来观察天地的变化。就是妙观察，观察天地的整个变化，然后呢，我们观察了以后会见非功，非功就是非有为功用，那非有为就是无为，我们的意就可以见到无为的佛性所以我们就是要转把那个呢意转成妙观察智。我们不是有说过吗？记不记得？有印象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意要很多因缘际会才有。可是心它掌握主动，它就可以策划，可以整个凡尘怎么变的话，然后明了整个的状态。所以心是比较宽广，意比较狭隘。这样了解吗？那个细分还有时间问，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请说。我写在情人的阶段，看到那个不对，他清楚要讲师，但是写那个禅心集集菩提路，那个下面那个是禅性纯纯道义，这个后写不清楚有，你能够把写的让后学看一下吗？因为那个一文字的落入文字了以后意思呢就很多这个成性成人之性纯纯道义门这个成性，所以形成我们那个已经就是追求目标的固定一个方向成性，然后纯纯的道义门就是存在这个道义门成性纯纯道义门就是要我们凡尘注意的方向，就是一定要朝着这个道义门所以成性纯纯道义门，然后禅心打坐坐禅禅心呢集集菩提路这个集昧集集菩提路，我们呢就是了解到
我们中国呢，说这个禅，它已经呢就讲佛性本体呀。那在印度说禅，它是修持的法门，所以那个已经方向不同，所以我们禅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真心佛性呢积极。就是呢，我们不要落入有为，不要落入生灭，就是空寂寂灭，寂寂，然后菩提路，就是已经呢到达那个菩提的道路，这个已经呢就是你抓到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你按照这样不用呢在很多的语言文字，只要你守住那个寂灭，寂灭就是所有生灭都没有了，叫做寂灭，寂寂菩提路就已经会正确走上菩提的道路。好，下课。各位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复学三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人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第几页了？57页，18届，那个18届。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18戒是4科里面第4，五阴六路12处18戒，4科，全部呢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那个守楞严，各位先生，楞严什么意思？我们不是研究蛮久了吗？各位都没有把那个经文经的名称了解到它的含义。之前后学不是有写一章吗？有没有？都没有看。它都放在这个仓库里面，没有带出来。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守楞严就是一切事究竟间，对不对？那学一章呢，守楞严还有这个开类一边是开类，一边是想说，有没有？详细的解说说这个守楞严大定是我们佛性本体所生发。所以得到呢守楞严定就是已经成佛了，有那个守楞严定，它统御这个百千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守楞严呢，它是一个定之王，最能够这个有定力的，就是守楞严。那我们呢众生这个。一切事都还没有究竟，究竟了没有？这个所有的凡尘事都了解到彻，就已经所有的凡尘事都已经办完了，叫做一切事究竟。然后后面2个字坚固，就得到坚固那个理。也就是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是比较简单的来解说了，了解吗？一切是究竟，就是凡尘的事都不会搁在我们心中，都不会呢阻塞在我们心中，都已经得到解脱了。那我们凡人还没有到达一切事究竟，一切事都不好都还不究竟，
还没有办好，一次啊都还没有办好，所以啊被凡尘事卡住了，所以就没有得到坚固，那我们呢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凡尘的事啊都虚幻的，不实在，都是假的，所以呢都要让它就近，毕竟都不可得了，凡尘事啊都不可得，所以我们就不用太投入呢凡尘的事，因为太投入凡尘事啊，我们会沾了很多的尘垢，沾了尘垢呢，就不容易呀，修正成道成佛。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第4科这个18戒，那后面还有7大，那5阴6路12处18戒跟7大，加起来就是25。那之后还有25门的修持方法，都是从我们呢这个在凡尘所应用的5阴6路12处18戒7大，从这里产生。那我们就看这个18戒，说复次阿难，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云何18戒本如来藏，妙真如现。18戒，18呢各有它的界限就是6根、6尘跟6识，3、6、18。它18呢，6根有6根的界限，然后呢6尘有6尘的界限，6识有6识的界限，所以各有各的界限叫做18戒。那么18戒全部都是如来藏，它的根本都是如来藏，是我们的妙真如性。所以我们要了解中间真如，然后前后妙性，妙真如性。阿难如所明这个佛跟阿难讲，说按照你所了解的颜色为眼，这个眼就是6根的第一个，色呢就是6尘的第一个，颜色为眼。然后生理眼识，那个眼识是6识的第一个，我们了解已经呢，把那个6根、6尘跟6识，全部都把它标出来。那么此事为护因缘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问这个阿难，说我们那个眼识，眼的认识是因缘所生，以眼呢为界限，还是呢因色那个6尘的第一个色，因色所生呢以色为界。各位浅显，是眼所生还是色所生？我们6识的第一个眼识，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这个朝这个方向来研究了，所以不知道呢我们那个眼识眼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眼睛呢所产生的还是呢因为6尘的色所产生的。都知道，以这个眼为界限，还是色呢为界限？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假如说眼识是因为眼所产生，那么既然没有6尘的色
跟呢这个空间，这个整个呢那个完空，没有色啊跟没有空啊，就无分别，就没有我们呢已经就没有目标了。那么纵有如是啊，纵然有你的眼识欲将呢何用？不可分别啊，也没有色也没有空，这样呢就没有办法分别。然后有眼识啊，也没有用。那么汝见啊，又非青黄赤白，你的那个啊见性又不是呢颜色青黄赤白，无所表示啊，从何立界？这个界限啊，从何呢这个建立？那么若因呢色身，假如说我们的眼识啊，是因为呢六尘的那个色所产生。那么空无色时啊，空那虚空之间啊，没有形象，没有颜色的时候，如是应昧。就是你的眼识应该是灭掉了。那么云何视之啊？为什么会知道是虚空性？那个眼灭掉啊，就没有那个眼识了。那没有眼识啊，为什么会认知啊那个虚空性？是整个这个虚空。若色变时啊，汝意啊，是色相呢千变。假如说那个形象这个六尘的第一个色啊变化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那个眼识啊也知道啊色相啊已经迁，那么如是不迁，界从何立？我们的眼识啊不迁不变化，那么这个界啊从哪个地方呢建立？从变呢则变啊界相呢自无。那么假如说都变化的话，从变呢就跟着变，界相啊它都没有界相才能够变，有界相它固定。那么不变其恒，假如说不变的话呢，那么就恒常都一样。那么既从色身呢并不视之啊虚空所在。假如说是从六尘的第一个色产生我们的眼识，那么应该呢不视之，不知道啊虚空所在，不知道呢虚空在哪里。若间呢二种，假如说呢是间的这个两眼跟色啊共生，是眼色啊共生。合则啊中离，离则两合。这个合的话呢，中间眼跟色的中间呐，就离开。那离就两个眼跟色就合在一起。体性啊杂乱，那个性体就杂乱。那么允和啊成界。那所以我们之前啊大家都有这个研究过啊不自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有没有？这个听的也蛮熟了，蛮习惯的，有没有？最后呢，结论是什么？对了，是有的答应就是无生啦，那个是对，可是就只有一个回答而已这个不助生，不共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无生啦。我们不是讲要到达无生法忍嘛？有没有？无生法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修道最起码的成就就是无生法忍，已经无生法忍。最起码的成就，最低的那个位阶佛位叫什么呢？叫阿罗汉。阿罗汉他得到无生法忍以后就已经能够
这个进入阿罗汉的那个境界。所以从阿罗汉、辟支佛，然后菩萨跟十方之佛，全部呢都有得到无生法忍。因为是无生就无昧，它没有生昧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凡尘就是没有那一种那个独立像我们佛性这么超然，这么高超了。所以他讲不住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真，有没有？所以各位就是要思索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就是能够到这个状态不自生，然后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它就是无生，已经到达无生法忍。无生就无昧，没有生昧所以我们了解到没生昧了以后就能够成就阿罗汉。那阿罗汉呢，他是得到自利那菩萨呢是还要利人不但自己得到利益还要利益别人所以呢也是要这个当菩萨当佛。那么是故当知眼跟色为眼，身呢眼世界这个眼跟色两个呢这个合在一起，然后就会生眼识三世都它都没有固定地方所在，则眼与色即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不是因缘所产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六根六尘跟六识都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功能作用所以讲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样了解吗？好像呢我们这个研究这个楞严经会觉得说听起来很吃力，会不会？不会不会是最好了因为或许是讲为什么没有写那个小的字来解说，就是因为白话讲出